这个不争，前后左右啊，这觉相成立，那么就其所以啊，机妄啊相成，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妄机妄啊，然后才形成。那么非因所因啊，无助所助，无明呢本空，非因无明本空，非是真因啊，所以非因不是真正的原因，而为世界啊所因，非因所因。那么世界啊亦空，本来呢无助，而有呢所住之相，本来没有，可是我们一落入有三河大地以后啊，就有所住之相。那么皆由众生呢妄执啊四大为身，从始至终啊念念生灭，所以过去未来现在啊牵留不住，因此希望而三成疑，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那么三世四方和相摄，以是就四方，四方呢里面各有三世，以四方摄入三世，三世呢有四方，三世四三都是12，方式和，三这个十方跟三世和，及前面有讲身中间，贸易牵流，世界世跟界相摄，不思欲心，已经呢有虚，不思欲变，然后虚极以后就转变，故变化真呢，亦应其数成类，是知12类生呢，皆由一念无明，妄心之所熏变，这佛呢讲得非常的详细。自故世界因动有生，因生有色，因色有香，因香呢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华，六乱的妄想，就是我六根所以就六根面对六尘，六的妄想成业性，就成我们的业性故。12七分呢，由此人转，是故世间色香味触从12变为一贤夫，是一个贤夫。那么此正是心变之相，它熏习跟变化的过程，是由无明妄力故，则有世界妄生。无明妄力呢，世界没有无明妄力，没有世界啦。所以我们的世界也是假的，不真。那么推言其故为什么？因无明的风动，我们一念妄动那个能动就是风，无明的风动，动呢有声，动呢就有声音了。那么故曰呢，因动有声，那么由此动念徐去心，故有狂法，以战精明无因乱起，狂法，就是花，空中的花，经典里面呢，花都用华来表示。那么战精明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无因没有原因都乱起，无而不有。它没有，忽然有了，所以就讲因生有色。那么因此色境来反熏我们的妄心，故曰呢，因色有香，以香呢有能熏之意。那么因此反熏气氛，令心触跟境接触，故曰呢，因有触。触即对，对相对，因此心境相触而生呢爱着，所以就讲因触有味，那么以味即爱着之意，那么因此爱味着，我们就是对这个几番然为法尘，那然
报过来，故曰呢，因为知法。那么这个知字就始于意根，那么以后呢，跟呢前面一样，都呢相同意思，比如呢闻声见色等义，这一包含在里面。那么此种一念的妄想显现六尘，我们一念妄想会知道这个一念妄动内容非常宽广，能显现六尘。那么尘必六尘对着我们六根，根尘对我们的六识就产生在其中。那么六乱妄想均成越境，就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这个都是妄想念头都，然后熏成了业性，性就是呢12颠倒为这个12劣生受生之因12劣受生的因。那么业因既然已经形成，业果必定随后就来，故12七分受生之果。那么所谓的熏已成业，就已经形成业。那么业必感果，一定有果。那么由此轮回知趣，这个知趣就是道，生死不休。4个世纪六尘穷12变为一贤妇，贤妇就是轮回的义理，义在生。那么类呢具12颠倒。那么一最重则先感报，最报先呈现，如情重呢先感胎果报，强很重呢先感卵生果报。如是呢一都倒，依业种先后成熟，先后感报，看哪一个先成，哪一个先报业。穷12变为一次的贤妇，再第二贤妇。然必呢约六尘变化者，以六尘为造业之源，业呢为轮回之因。所以因缘一化，希望有生，轮回故类生所以常有。所以我们了解生呢时时刻刻都有。那么成此轮回颠倒相故呢是有世界卵胎生生化生，有色无色，有相无相，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有相，若非无相。那么这一段呢显染缘其片成轮回。染我们凡的那个尘过，就呢已经这个这个成轮回。如能够呢缓迷则可成呢见其而上立圣，就是能够经历55位到达佛的果地。那么轮回乃有世界颠倒，亦成呢12类之故。此不独现，并有业招。一方面我们才呢会造业，业已经到了就果报。若无12颠，则祸不起业不周。迷惑呢起的话，我们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轮回。轮转何自而来？怎么来的？是有世界，有世界即12类有世界。那么底下呢就会把它的名称呢列下来。每以4生为一季，3、4、12，超不出呢情形合理，它呢更相变异，变更形象，影响合理。卵因相生，想性侵局，故同辉。那么胎呢因情有，且这个性成，故不离地。那么呢以何感？乃以业力合思情，化呢以离应，但以业脱这个离意脱锐，使4生呢必具言多少而为地。卵生呢既得4言，父言、母言，自得业言，以父母合，再加呢卵言而得受生。
那么胎生呢，具2个缘以上不必卵缘。那么书生呢有2个缘缘跟卵缘。化生呢只要缘。那么下有色无色，有详无详为一季。有色是修就精明，无色空散消沉，有想呢是鬼神精明，无想呢是土木石。那么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为一季。非有色啊就是水母，非啊就是诅咒焰生，非有想呢就哺乳，非无想呢就土象。那么此呢总标下呢详其象。那个总所有一切啊都标示，那底下呢会详细的说明。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凡尘很少人研究了，那佛详细呢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想合理呀。情就是胎生，想呢就是生，合就是师生，离化生，所以都是这4个情形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很详细说。那底下而难由因为世界虚妄回动颠倒故和84000呢灰尘乱想，不是故有卵结卵流狗土鱼鸟龟蛇其类充塞。这个是卵生一类。因为世界的颠倒，希望呢有生。那么卵为想生。虚妄即是想，由妄想辗转不息故成轮回。这个成轮回性。那么动颠倒是迷惑，以想性轻了为动，以不动真心将为是名呢颠倒之惑，迷惑。必定一业和呢人84000就是那个数量。灰尘乱想，凡以气交如雄鸣上雏鸣下风，故名和气就是业。那么84000陈老的就是树那个树木。那么气有刚刚则成飞扬之乱想，柔则呢成沉滞之乱想。如是故有卵结罗兰，结罗兰那个是就是胎名在呢还没有生出名称，流转国土。那么此一业受报，一业受报的行，如指上惑业为因，故有因为呢因，然后才有这一些现象。有因呢有果结罗兰中文叫做泥华在胎位及手感之果已经呈现，转流传遍之国土。鱼龟蛇吃自本类之名。去刚飞扬者为鸟，气沉滞者为鱼。其类充塞8000。那么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之成84000，横竖乱想，不是故有胎劫浮檀流转国土，人须龙仙其类充塞。这个就是胎生一类。由因世界颠倒，希望呢有生。那么因情有杂染就是情情所以情的病胎受怀孕胎杂染爱情辗转不息故成轮回性。那么欲颠倒就是迷惑，以色贪念贪念色爱呢为欲那个欲望，以清心相为背和之成。胎以精交故名和之成。即精交之刃，即业就是业，横竖呢乱想。那么情呢有偏有正，竖则为正成人仙之乱想。
为偏，成呢龙序之讲，二普坛呢，我们中文叫刨，这个在里面的第二期，就是第二拜二期。那么由因世界执掌轮回去颠倒故，和卵成8万4千，翻复呢乱想。如是故有思相思，流转国土，含存蠕动，其类冲散，就是思生一类。思以何感？执着就是和，执情逃去是屈服稀释呢互利，以湛极真心湛然极昧的真心相违背。那么思以稳相取，借阳气而生，故名和卵成，即业就是业。那么其次之辈为利是图，欢复无定，故曰欢复乱想，思必失，我中文叫做卵落，就是师生的出相，既不如呢，所以有前2位那个胎的名称。那么由因世界变异轮回，假颠故，和促成呢8万4千，心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锐飞行，其类冲塞。这个是化生一类。化呢以离应，化了然后离应，变异即离。故曰异心改变心得。假就是因一触类而变，朝秦暮楚爱慈忘彼，就是这心厌旧，所以叫做和促成。情呢任意，厌故喜心，心故乱想，化相劫难，我们中文叫应漏，以锐即成子故无卵相，至此以下呢即劫难。以是呢之类通称，劫转锐飞行，即呢偷恒心，吃本类之名。如蚕，那个蚕宝宝化为蛾，形为灰，它本来呢用走的，后来用飞，然后雀呢化为蛤蟆，在天上飞变水里面，偷灰为钱，接力转变，所以我们了解佛都详细。那么由因世界流爱轮回，上颠倒故和凿成8万4千，精要乱想，故有色相劫难，流转国土，修旧精明，其类这个有色一类，色乃色子有形有相，性非通明，是为流爱，以其呢障碍难通。坚持求名，以妙明真性相违背，精要乱想，此依惑起业，或福日夜之精华，或是心为父母，以求呢感格，而或呢光明，所以叫做和凿成。凿即显著就是明显的看，想脱彼光华，成疾思维精要乱想，修旧精明，这个吃本类之名，或为日精华，或作呢星辰之明耀，这个旧修就是急，旧呢就是凶，吉凶。在物呢这个萤火，那个萤火就是算修旧精明，那个珠那个蛤蟆来一粒珠由因界消散轮回，后颠倒故，和成8万4千，因卵因云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散消沉，其类冲散，这个是无色一类。无色呢乃昧色归空，思维散，已经没有色了，归空消散。以色障碍为患，有欲爱
消除障碍，进入空。以性色真空为背，它的空是完空，我们佛性的空是真空，所以已经相违背。那么和人暗即毁灭，就是暗，心拢真黑暗，暗昧心灵，用神智要害人唔知影的，是灭色，要把形象都灭掉，暗阴雨。那个心蕴藏空散消沉，对这个四空天来说空散消沉，空处灭色归空，只是处，事无边这个片缘散乱，消除无所有，这个是消除七转世这个指飞翔处。成人空海已经在空海必至这个身肉多空神邪空八鬼皆无色色那个没有形象来受它渠类冲塞那个种类84000。那么由因世界往向轮回以颠倒故，和亦成8000。犬结乱想，如是故想象绝难，流转国土，鬼精灵，其类充爱。这个有祥一类，会但有祥，无实色，这个妄象没有形象，若有若无，恍惚不实，谬执影像，绝妄之真。以法身实相相违背，那么和亦成欲即爱想，然后脱因，如此世间字幕连通，浅神圣机结祥状貌是为全乱想，神鬼精灵，神鬼如异毒成黄。魑魅魍魉精灵山海风精寺庙土地等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有祥一类。那么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和玩84000，孤搞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绝难，流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却冲塞这个无想一类，12类生里面的无想会有色无思想，有形象没有思想，以昧暗钝晦气聪明，因除知识辗转不息痴迷无智，没有智慧，谬计无情有命，金石监牢，以妙明真心相违，是颠倒之惑，迷惑，冥顽无知，以无想为真修，将愚顽为自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冥顽无知那个以无想为真修，这个都是认知错误，所以这个修不会吵得。将愚顽认为是自道，那个不对。以无知觉处妄生和故名完成。菊业就是已经造业。逆漏死灰。心同目这样不可以，是为孤搞乱想。但有玩耳而无思想念。故有精化土木，神为金石，就是已经成土木金石。那么当知此等痴心理解，但以我念化作玩物，如木孤槁，性尚在，玩念立心亦然依然就会流转六道。由世界相待轮回，为颠倒。和染成84000，因依乱想，如是有灰色相，成色劫难，流转国土，
知水母等以虾为其类中赛。非有色一类啊，为本非有色，借以成色，借别人的来给自己用，互相假代，咱本不修，以虚伪心假托呢行事，以真实相啊，实际啊相违背，是颠倒之祸。迷昧天真啊，假借胡任运啊，当然依行，故名啊和懒成。如世间呢，依权借势啊，趋己从他，自己委屈呀，顺从别人，思维啊，因依乱想。那么本来非色相，假借外物啊，成己之色，借外物啊，自己的形象，不能自用，待物啊，等待那个东西才有用。水母等啊，水墨成人，体如啊，那个钙粉，好像捣粪啊，豆粉，状类那个阴乳，以虾呢为目，用那个虾做改修，待它有用啊，不能自全，不能自己指挥。水母因虾而得行，水母有虾才可以行走。那么虾因水母而有寄托呢，地户啊，这里互相依赖。那么由因世界相引轮回，现颠倒故，和奏成万世间，招呼乱想。是故有灰色灰无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作主厌其类中赛。这一段呢，就是无色一类。谓呢本非有色，因生乎招以花事，则非呢无色相。不以故有轮回。因随浮重，调遣。以不动的真如啊相违背，所以那个有符咒，我们现在呢这个年轻人比较少学啦，老一辈有的都会，那个符咒，听符咒会画符咒呢，就会调遣这一类的人，所以这个呢不正确，都有节奏招而显灵异，故名呢和咒，就是业。比如人间呢不明正理互相诱引，乃随夫呢招听令从听令呢从命，是为呼召乱想，故有随奏执而灵异称天称道，随厌导而作祟，所以我们聊那个那个不正确的为妖作怪听人区域抱言抱起谈中如这个鸡同张流鬼那一些。那么有因世界和妄为往颠倒故和异成84000回复乱想，如是故有非有相，整想绝难，流转国土，彼普如等一直相且冲赛。这个非有祥一类非同卵生想中传命者，则呢将他呢将别人做自己弃为同，故名和异成。如世间被亲相谬许他中那彼从我相成记持。本无有子，乃称有子。无是父敬任为父，同义难分，彼此回复都互相暗中承认，是为回复乱想。扑一名裸雷系腰风，诗经有记载。民有子裸雷父之，民林青山丛，裸雷运纣皇，父三重纳其中。那么咒呢就讲累我7天化为其子。三重本有想
欲成呢裸雷之相，其作故啊，损其想，是为义相成。那么此皆呢，好为无往，诱取他人财物，纳为己有之宝。那么由世界因是怨害人为杀颠故啊，二合怪成84000，食父母祥，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觉难流转国土，有土枭等护快耳，即破镜鸟，以毒四国，报为其职，主臣父母皆遭其死。其类赛这个呢是无想，非无想类。那么言为怀怨报恨，无害而来，绝厌漠视，他的厌不会呢就消失掉，一直怀爱心，故有人回杀心不直，杀月一生，反托呢这个至亲，这个父子。呢自愿之杀害，以此本律之理相违背，是颠倒之祸，是父母降，父母自竟敢吞食，逆天背离，内乱的人常，故名和怪，必由前世呢受人至恩之爱，反而呢负恩仇害，怨对相执，这个呢抱持仇恨，此生是名众生12种类，所以这个佛把这个12种类详细的说了，然后我们凡夫很少人讲这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在研究楞严经里面又把这个来解它为什么会有那个种类生在凡尘的现象，而那如是众生呢一一的类中亦各个具12个颠倒，犹如内幕乱华发生，好像我们把心一内一压了，就乱华发生了，空中就很多花一直呈现。那么无明熏真如而成染用，真如呢就是我们呢不灭的佛性本体。无明一直熏我们佛本体就成染，感染呢还成所以就变成染用。那么一一的类之中，各依据设颠倒，此即互具，以类生之众生心中这个妄种具，一则现其名四照，一则泯伏威理具，现象已经果报呈现，那个叫四照。那么剩下来的泯伏在这个佛里面呢，那个叫理具那个理里面具备，犹如内幕乱华发生。那么此举比喻显妄，以心呢比喻我们的眼睛，因妄动比喻内幕。眼睛把它捏了，这个现象就变成重叠了，就真的乱华发生呢，比喻12类生，各呢互具倒，然清净目就观呢清明空，本来空中就没有花，因内幕才有，放手了就全部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12颠倒，要我们认识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这个12类生我们都可以去掉去除了，就没有这一些呢空中的花呈现。颠倒缘真净明心，即指如实虚妄乱想。这个我们了解说，颠倒这个指我们比喻之中，虚妄的那个12种那个类生的显现，但有一心本具，故即即指众妄，妙指不变之体，言就指随缘之用，颠倒妙言。不变之理随缘之用，虽呢随缘而不变，真净，虽不变而随缘真明，
真净啊，明心呐，真净啊，真明。本来妙缘真心，和比喻之中的那个目。那么颠倒呢，其实一念妄动。所以我们这个一念妄动啊，起心动念那个业啊，一造了哇，后面啊一大堆都受苦，等着我们，所以一定呢要万念放下呢，一念不生，那么和比喻啊，之中的呢，那么即使啊如实虚妄乱想，就是有这么多的那个果报呈现，由一念妄动，本无实体。虽无体本空，而迷味啊现有，我们迷昧的众生啊显现啊，确实都有这一些现象，虽然相是假的，可是都会显现，故曰呢，即指如实，即指这样的全部内容，虚妄的乱想和呢比喻中啊乱法发生。是则啊，无边的生死，毕竟啊，妄想啊，言空，而性明真心呢，体本啊自弱，则反妄啊归真，转凡呢成圣啊，不可难哉？就是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了解真理了，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脱离啦。所以我们讲这个12类生啊，都不喜欢落入啦，各位喜欢落入哪一生？这个12类生哪一生我们喜欢？都不喜欢，正确啦，全部都是妄，由妄产生的，所以只要我们呢，那个净明真心，那个妙明真心，整个都呈现认识，日常万念放下，一念生，已经回到真。所有12类生都远离我们而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那么汝今修正啊，佛三摩地，一是本因啊，言算想力啊，见次啊，方得除灭。跟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修正啊，佛的摩地就是正定，修呢佛的正定，一是本因。在我们这个原本这个所在言所乱想就是啊时时都有胡思乱想言就是本来有真有能起啊这个乱想，有所起的乱想要立3个见次啊才可以把这一些呀胡思乱想都除灭辞掉。如今要得真实证55位啊，真智妙觉，究竟成佛，所得之妙三摩地者，亦啊是不难之事，不是很困难。一是因则，只最初一念妄动，为本来知妄之因呐。所以我们一念妄动，就是知妄的源头。那么以本来所起之颠倒乱想。建立啊3种见次啊，妄想消灭，如净气中呢，除气毒命，我们拿一个空气呀，来这个除掉呢，那个毒命，以汤水啊，并杂相洗涤其气呀，后至甘露，这个净气也。就是本源本来就很严净之气，很清净的比喻我们根中所具的不生不灭如来常性清净本然，全体大用。那么除气毒密把那个毒密在净气之中的毒密全部都除掉比喻这个除掉那个自因，然后呢夸呢正现把咱的正性拢会出来，那么为现业，我们现在所造的业都不要再造，违了违背了现在业不造那汤水呢就是比圆通的中定已经呢在圆通中就有定力了，可以这个透过呢所有的那一些不好的全部都清除了。
会香呢，比喻啊圆通中会，有定啊有会，然后呢方可治啊甘，治呢就是纯，纯的这个甘露，放的甘露，净力啊虽胜独密，其本来不变，故除掉毒啊，洗涤，看住啊甘露，把那个毒洗掉了，那个容器啊，可以胜甘露，比喻啊佛国清净的心中啊，堪成啊最上的法位，最上一层的，这个如来法位。那么允和名为三种见智，怎么样呢？是三种见智。一则修习除其自因，二则更修呢枯其正性，三则增进为其现业。所以就立这个三种。为呢第一欲修习耳根圆通，必要呢先除诸因。那么助因者就是五心乃助恶之因这个五心五种心菜会帮助我们为恶。那么第二呢，欲决定正修者必先要枯正性。这个淫杀盗妄是性业之罪。那么当要呢枯而空之该拢去空拢无去那么第三呢，欲增进圣位者，必要先为现业。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造的业是我们六道轮回很久累积下来的习性，要呢违背现在的这一些习性，以根呢奔成为现在祸业。我们六根奔往六尘，就让我们迷惑，然后造了很多业，又感呢将来生死的苦报。所以我们要为而离之为远。前二件事乃使以助行，后一呢定慧乃为正修。所以呢，从还至圣呢，从因至果，莫不皆依正助熏修，则三件事为能增进，55位为所增进。善人成就呢真菩提路。那么允和助因阿难，如是世界12类生，不能自全依事实治。所谓断食、触食、施食、事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我们的众生呢不能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定要吃啦。所以呢依食才有办法住在这凡尘。所以众生不能自全邪命，要依呢事实四种呢那个吃，方得自在凡尘。那么法身呢则不虚实也。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免讲。那么这里面的断食就是分段而食，早餐、午餐、晚餐分段。我们有没有分段而食？这个叫断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断食。那么鬼神触食。所以咱若去拜去迄庙寺拜拜迄鬼神特别来食伊触接触触食。那么色界禅天已经进入这个超越欲界，进入色界。那个修道的他修到功好了以后那个叫施食，因为罢了。所以各位千千巴肚要用想的就饱。巴肚真了，你愈想愈枵。你想讲巴肚拢饱食饱已经进入色界了，不在欲界。
咱伫欲界八度腰，去色界的八度八，吃食就可以。那么无色界以事为食，所以那个事食，无色界没有形象了，所以有我拢吃饱，认识自己都吃饱就饱了，这个还更高了更高超。而那一切众生呢，食甘故生啦，咱众生食迄个有补的拢生啦，若食多拢会死所以那个安非他命不要吃吃了以后得爱保留足现在好多学生高中生、大学生他吃到膀胱拢已经真薄低50 cc 都低袂掉，爱保留足生活。所以不要碰毒品不要说那个吃了很舒服那个后遗症很大有时候士兵在战场那个前线一被炮弹手打那个要用吗啡那个是不得已的救命的那个过了以后都要去掉所以食甘故生食毒故死吃毒就会死是众生求三摩地当万世间五种心菜这五种呢佛就明确讲是天地不正的气所生花，是五种心呢熟食花饮你煮食来吃就花饮啦生蛋的增慧，你若青青吃你会安尼受气，甲你帮助你的胃型知道吗？这5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5种菜就是它有副作用那我们这个吃素食也袂使吃。如是世界实心之人这个吃这5种的人，纵能先说12部经，你能够讲佛讲得经十方天仙呢显起后会皆远离，拢离开啦，唔敢来跟你做伙。那么知恶鬼人因彼十次视其沉稳你食这迄鬼拢来伫你的喙唇伫你甲你煎迄鬼拢伫你甲你煎。那么常以鬼助福德入消常无利益你的福德伫你消去所以世间的食物凡有益于心者，皆名为甘那么局限呢在甜味的啦，养生的那个都属于甘。那么凡有害于身心呢总名为毒。那么食甘故生呢，食毒故死证明饮食不可不慎饮食要谨慎。那么无心呢虽非有毒，但是呢天地邪气所生，熟食呢花云生吃生慧你若青食，你若咧受气的时阵，迄个威胁大家看大家惊啦，所以增加你的那一种生气的威武。那么如是世界实心之人，纵能先说12部经，十方天仙呢虽乐闻华，因嫌其后会，不肯亲近，咸决远离。那么知恶鬼等因彼实心，民众呢视其沉稳。所以你无看，伊伫喙齿伫甲你咧煎常与鬼同住，福德呢一日一消失。恶鬼因为很近在你的身边所以你长利益都没有利益。剩下10几分钟要给各位问，各位有问题吗？好，请说。那个180页那个里面有引申关系，
境界为眼，长肉出，那个为眼是什么形？眼为眼。为啊，就是有所作为的为。眼因缘的缘。因缘的缘。哎，境界为眼。啊，另外那个什么，思居而容先的思居怎么写啊？好，思哦，就是户口名簿哈，少上面那一点。哦。户啊。啊，居住的居啊。好，居哎，居。那个月末生的月末怎么写？烟哦，生烟。三点水哈，三点水那个烟。阿末嘞？好，墨静墨点点墨。哎啊，刚才那个180页那个想象劫难，好几个劫难，那个劫难代表什么？哦，那个是他们梵文的那个胎内的名称啊，怀孕啊那个胎里面啊，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个名称，第二个礼拜有一个名称，第3个礼拜啊有一个名称，那个劫难啊就是第3个礼拜以后的名称。在佛学之前有详细的这个写出来他那个7749啊第1个礼拜它是什么状态、什么名称啊，都有写。我们这边也有花嘛，可以下边要那一张那个讲义。我们286天怀孕到孩子生下来286天，然后在这中间啊，它什么时候形成什么样状态那个佛都有讲，佛学有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可是那个你知道那个要做什么？就是啊，怀孕了以后第1个礼拜，我这边就有写啊，那个第1个礼拜呢，各位前人找一找那个第2个礼拜的名称。揭罗兰，二普坛是第2个礼拜，就是形成啊，形成那个胎儿状态，那个梵文，有点是那个浅浅在问说那个雀化为蛤有这种事吗？麻雀化为蛤。蛤蟆。那个安的蛤蟆。麻雀那个雀类会化成那个鸟。对对，鸟然后化成蛤蟆。对，就是它化身啦，变化而生。好像我们那个蚕宝宝蚕宝宝不是变飞蛾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毛毛虫变什么？蝴蝶。毛虫是不是地下走？蝴蝶是不是飞的？那个叫做变化化身。我们就是情想合理呀，4生为一季啊，总共有4个。情有胎生啦我们胎因情有啦卵因想成，你想了不用交合就有了是这样。对这个真正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怎么修都不努力追求这个跟你很有关系吗？还有没有问题？刘讲师这边有请请问说，好，请说。如何从慈心到达身心大悲心？那怎样才是身心大悲心？各位浅显，我们就是由直心呢就是要了解到
这个来的那个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动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还直心呐，没有经过心意识的转换，那个就是直心啊，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就已经是佛性的整个场所了。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心意识的变化，然后才把直心消灭。啊，没有直心啊，我们佛性就不呈现。啊，所以直心我们开始一直认识了，然后也应用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就进入身心，就不会被心意识影响，拉走。我们不用勾心斗角，一定呢进入到我们佛性的不生不灭本状态，那个叫身心，然后一直到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了，就已经你可以不退转，你已经笃定了，已经到菩萨的八地，不退转。那个呢就叫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不错问这个很好能够由直心，然后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成就了。还有吗？还有说何谓理天？道理天，理呀，理知道吗？道理呀，理道理理天，理的天，就是全部都是理，没有对待，在理，所以在理天之中一切常乐我净，常住不迁，如如不动，然后我，那就是了了分明的我，快乐没有苦的相对待的，一直都很快乐，然后非常清净，就是理天，那个一定要努力追求，去掉所有分别心。还有吗？还有，万法何谓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吗？什么空？何谓万法皆空？万法皆空各位浅显，万法包罗万象，不管是我们看的、我们想的，或是事情来的，所有一切都称为法。我们看的、我们想的、我们听的、我们做的，都叫法。那所有的法，它都没有本性，它都是空的，万法皆空。所以空性就是佛性，连得起来吗？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就是万法都不实在，虚幻。可是生出万法的那个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这样知道吗？还有吗？还有一个毛病脾气很难改，改了又犯，犯了又忏悔，看愈远又犯，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没有万年放下。各位天贤，我们的贪它没有体，没有性。那我们为什么会贪？贪会来找我们吗？不会。贪会来找咱袂？咱是安怎会贪？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实语贪也是这个万法之一它也是空了，没有本性，没有本体。可是它都会来找我们，都依附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产生贪。所以这个不实在，贪嗔痴都不实在，不是真的。可是我们就被形象引诱，形象引诱我们身体的形象，
然后去想得到，然后贪就来了。所以我们了解修道就是要认识真理，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各项的形象，各种的事情，你都从真理的角度进入去，那你就会了解到说一切虚幻不实都是假，真的就是佛性。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佛性本体，剩下都是虚相、假象、幻象，不真。这样的话我们要起贪，无从起呀。要毛病脾气也要怎么起这个毛病脾气？无从起，因为毛病脾气它没有体也没有性，它不会自己来找我们，是我们自己沾惹的。那怎么惹呢？六道轮回太久，然后我们太早于形象，那形象之中被人家这个占便宜，我们就不高兴，然后脾气毛病就有了来了，都不实在虚幻不实。我们不研究累积越来越重越大。所以改，我们从真理认识以后改就容易了。你用克制的来改大概不容易的。一克制下来，真的不贪嗔痴了。然后一脾气来了贪嗔痴又来了。有啦，都有在做的，都拢会过来。不过各位先生，你要了解说所以他还会再重现不力道已经不强了啦，一路来的路六越来越没有力道不要这个自我放弃你若讲卖过去气毛病改脾气你脾气毛病永远在你只要肯到尾都无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我的脾气毛病都走去倒去无了了去咧有一天就会发现，要努力。还有吗？还有7分钟。好，请说。要是请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断佛音？什么情况之下断佛音呢？这个是大灾问得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断佛音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个认知的不正确，然后又广为引导众生，就是引导众生走不正确的道路，这样断了众生的慧命。众生的慧命断了，这个还是小事众生的那个九贤七祖那个才是大事。你断了他的慧命，他的九贤七祖整个都沉沦，他们全部要找你算账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罪过真的是，所以后学都讲，你要下地狱的话，你一个人下去就好，不要带来一大堆人下去所以观念非常重要我们一个人错了，又一个人下地狱，你拉了一大票人错了，一大票人跟着你去，还有他后面的那个九贤七祖呢，也跟着你沉沦了所以你那个罪过是够大。虽然说不会断啦是几亿万年以后你还会再恢复，可是那毕竟太久了啦真的是一忏底，就是已经没有善根了，善根没有了所以要小心我们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就是要正确因为真理是不会变，那假如说会就不是真理了那我们一定要信服相信真理服从真理然后努力的去行持真理那我们自己还走了正引导所有的人都走了正，这样才可以
所以悟这个这个一般大概都不会想到这样来。还有吗？还有4分钟，还有没有要问的啊？这个敢给大家问啊，是很大勇气的。因为你看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你要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啊，就是因为啊，经过的久从小就一直一直在这个真理里面一直打滚所以啊，知道说这个能够得到听到去修持。真的是我们累世真的有那个善的因缘，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苦海，回到我们的本位，很不容易那完成呢，在讲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过程稍微有一点成就他就要收钱了那我们了解那个都是一个中间的过程那讲到很就近的或许就一直说还没有遇到没有遇到说你讲得很就近，就是能够修到一点点的那个瑕疵都不会有不要做了，听就很难听到了很困难所以我们有机缘遇到最上圣佛法我们佛老师慈悲要我们累劫累世都要有记忆我们一生一世都记不来了嘞老师还要我们所有的缘会所有人会都全部要知道你看我们一看的里面12轮回12类生那东西后面还有还有讲那个你欠人偌济无害，就要变什么来害？还有嘞，很详细不要喜欢说这么讲拐骗偌济，这么得了偌济，要高兴你要受苦要还，天地之间那个真理都在，一点点都马虎不得，所以后面那个讲你修的话也有，海外些嘛有呢，这嘛讲海外算小。你要怎么修都有，修变成什么样里面也都记载，所以后面一些我们听一听很努力的导师鼓励大家拿那个已经送过来的那个整理包DVD 就是小的 ，CD 就是大的，已经就总伫遮啦，了解看，哎呦，那无要摕。倒是蛮伤心的。下课。各位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浅显，大家好。我学三道天师的劳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或许机会学讲。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2个月就过去了。各位浅显功夫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自己觉得很进步我们这边呢，以前都一直在问说万年放下怎么做？或许有把那个台北讲那个万年放下，也就是念佛圆通然后浅显们讲说。听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就记下来，可以拿，点点，有万年放下跟谢谢你，详细解释有2片，CD 是 CD， 那各位呢就可以拿回去听，听那个。万年放下就知道怎么做的我们这边也有讲可是反应都说还是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台北的浅显说，台北的解说就知道怎么做
我说真的是这样吗？怎么我的认知差那么多？哦，这边是传播到全世界啊，那台北只有台北一个地区啊，竟然会台北的会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知道怎么做。那还有这个何道清呢很有心，把我们这边的课后问答全部集合，然后做成MP3，寄到这边来。各位有没有拿到？全部都没有因为道清说很多问题都得不到答案。他听到那个课后问答很多问题都在里面有解答，就知道怎么做，对大家帮助很大。所以北部的前也很有心把那个要做成 MP3。MP3 就是一片里面就容纳很多，可是要会操作，要有那个 MP3 的机器那做成 CD 的话，因为数量又很多啦，所以没有做 CD， 只有做 MP3。那假如说各位这个听了又想说呢，也做 CD 的话，那我们台北也乐意加以做这个 CD。各位怎么样？听 MP3 就好呢，还是要听 CD？ 各位决定因为 MP3 的话它总共有5片总共5片，做成 CD 大概要几片？70片做成 CD 的话要70片，5片70片。不过只要各位愿意听，我们台北乐意做，征求各位就愿意听 MP3 呢，还是要听 CD？ 不喜欢听 CD 吗？浪费只要能够对修道有帮助，疑问能够解答，北部不会觉得浪费，觉得那个很值得。这样了解吗？唔通想讲歹势就唔敢请大家做 CD。再问一次，怎么样？做不做？安尼就是要做啦，才会点歹势，对吧？那好，我们台北做 CD， 把它做成很容易让我们听。那或许也是觉得 CD 一片70分钟，那我们听不熟可以再反复听。那 MP3 有的拢反映讲，搁较听到伫咧头前后壁接袂过安尼啦。若阵听到后壁一半即摆要搁接，唔知要哪接袂落去啦。所以就效果都呈现不出来。那我们这个回来讲这个眼睛，因为后学来说本来是要讲那个经文以后就不再看解说了，直接就从经文本文来讲。可是各位都一直反映听不懂，所以我们才又把这一本那个民国85年写的。我们那一本以往上那一本是99年还是100年写的嘛，比较晚。那个是想说不看直接讲。可是各位要听得懂为主要啦，所以还是把旧的拿出来，旧的解说比较详细。可是各位听了以后又说解说也是很深也听不懂。各位姐姐，那要怎么办再讲慢一点，从解说再解说。
因为我们要了解为主要啊，我们要了解，我们了解才能够做，不然我们可以想象修道啊很久的时间啊，我们脾气毛病都没有改，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对道理不了解改不知从何改起。我们有一些习惯性，不知道呢，它跟真理合不合，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几十年修道下来都没有变化，这样我们会灰心。那我们研究心理学法是要我们一劳永逸，就是现在呢这个受苦一点，其实不会很快乐的我们一生努力修就可以超越，并不是只有万法逍遥，那是永远都逍遥。老师写给我们的墨宝后面呢不是有这样写吗？没有？各位都有看到不是只有万法是超越的所以那一片谢谢你那个歌词的解说或许都说你拿那个谢谢你歌词的解说你不来这里坐着听课都可以，因为全部的道理都在里面。有没有很殊胜？你努力听，所有的真理全部在那一首歌里面。那因为老师就是把很多的那个含义浓缩在几个字里面。那我们只有唱不晓得意思。那我们以后在上课的时候讲解，对不对？所以这个CD 就是开头唱歌，唱完以后开始解说。总共大概也是70分钟了，刚好一片 CD，所以各位要拿回去听，最起码你能够抓到那个纲要、大方向你都能够抓得到。大方向做得到，小方向我们自己调整，这样就可以。就怕我们大方向错了，大方向一错了。你小方向再怎么改都没用，摸不着根成不了仙佛，所以一定要摸着根。各位摸着了没有？真无信心啦，敢若有不敢若无啦，所以这个信心不够，我们要了解我们相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的知善根，所以相信呢，不是要我们去相信外面，而是相信我们自己本身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很困难，可是要对我们自己的自信产生信心也不是容易，因为我们在凡尘六道轮回太久。那轮回太久了以后很多呢我们都迷失了，自己迷失呢自己又不知道，不知道说已经都迷失掉了，所以我们借着大家研究心理心法，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源，我们根你摸着根一定呢成仙做佛，那摸不着根呢都加修行我们呢摸着根了没？因为我们开始讲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对不对？已经将近3年半了，3年半迄拢出师呢，搁也补师嘛补到位3年出师嘛补师4个月对不？3年4个月咱拢够咧，出师未？未所以出师就是独当一面，我们都可以独当一面。那我们每个人不生不灭佛性都是教导我们独当一面，所以要了解到这个理很殊胜，所以一定要自己追求，我们不自己追求
这个虚空之间的所有修正者，要帮助我们都无从着手了，唔知要安怎帮，那都拢迷失啊，在凡尘事，对凡尘的事啊看得很重，那对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迄也无看惯你呀，我们在上课还好了会找回来。一下了课以后啊，完全是重要，重不重要？拍摄讲了还是重要的，身体要养好，对不对？才能够行道啊戒夹，然后修真那我们讲到哪边了？第几页？185页啊，袂歹咧迄2个月还佫会记。185页的哪一边？第一段第二段是实心人修三摩地，对吗？这个呢，我们就开始了讲这个经文实心呢，就是5种心菜，那个5种的心菜因为是天地不正的气邪气所生长的，所以佛就讲说呢那个这个熟食华饮，我们熟食煮熟了来吃我们会喜欢男女之间的情爱，然后呢生淡生慧，我们生吃的话增加我们那个生气的那个力势力我们不吃5辛你生气别人都不，你吃了以后别人就怕。你不吃5辛的话，你生气别人都不会怕你，为什么？没有那个气势。你吃了5辛一生气一发威魔鬼大家都听所以佛就直接讲说呢，我们不要5种，知道吗？讲讲看。对，我们呢就是了解这5种就是天地之间呢那个不正的气它所生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要吃所以我们一般有人会讲那个5种又没有生命，为什么不能吃？就是因为这关系啦。我们吃的对我们呢修道人来讲会产生增加很多的障碍所以呢佛就讲我们不要修道的人不要吃吃的人呢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的善神不来守护我们三摩地就是正定所以我们了解那个3个，一个奢摩他一个三摩地，一个禅那3个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那奢摩他的正定着重在领悟真理，你领悟真理了那就是奢摩他然后你领悟了以后要实践实践叫三摩地然后实践有效果呈现叫做禅那所以3个虽然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可是内容呢不一样它的内涵不同。那我们假如说已经在修道又吃那个那个5种辛味那一种实心人我们修三摩地的话菩萨天仙十方的善神他不来守护，因为吃了以后那个就是很臭我们那个嘴那个出来的呼吸出来气都很臭。那大力的魔王得其方便
这个大力魔王闻到这个味道啊，他很高兴所以得到方便现做佛身，他会显现佛的这个身相来会说来给我们讲经说法恢回境界善以怒痴，命中自为魔王见属这个恢回尽死，就是我们所有不能做的，会危害到我们那个慧命的他呢都叫我们那个没关系可以做所以就呢毁掉我们的境界，毁掉我们境界，然后呢赞叹那个引怒痴说呢引怒痴就是戒定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修正者在讲引怒痴就是戒定慧他的角度是站在知法一如站在那个角度来讲，不是站在现象来讲。现象的戒定慧跟引怒痴是天差地别那在知法一如万法呢都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出来讲，它是一体，这样会不会混淆会不会听得清楚吗？不清楚不？再讲一次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道已经是信与心法最高的程度。那么最高的程度它没有分别心，那没有分别心戒定慧跟引怒痴它是一样，这样可以吗？那我们在完成的现象，引怒痴跟戒定慧痴是天差地别，对不对？差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走路最上乘的时候没有分别心，所有凡尘的万象万事以及我们人与非人，全部呢性相平等，都没有分别，会不会混淆？要了解，因为我们先知道说最高的程度是怎么样，我们才往后都爱修布施，都爱行善，都爱善念相继，你就会了解说这个不是万法一如，不是一个最高法门，不是呢回到佛性本体的修持方法。安尼了解无？点点，讲无阁有啦，讲有阁无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们修道的，假如说我们一直坚持是一个方向，那就很难到达最上乘，因为二有一有了，二两边从一出来，知道吗？善恶从哪里出来？从佛性出来。佛性出来对众生有帮助叫善，佛性出来对众生有危害叫恶，是不是从佛性出来？佛性是一还是二？就是一。所以这个二两边是从一有的，没有一就没有二，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要到达最高程度的时候就不能有两边不能有两边，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有时候在讲这个最上乘的时候都有时候会怕误导戒定慧就是引怒痴，安尼引怒痴有要紧，会要紧没？有关系无？是不是关系很大？
我们要智慧虔诚哦。我们说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绝对入地狱啊。可是这个入地狱是怎么样？造业进去的，对不对？不是说发愿要去度地狱的众生，不是的所以不同那个来源不同，我们要能够分清要了解说我们行善是基本，本来人就是要行善那我们因为现在的凡尘善很难得，所以才鼓励行善。本来善是应该的，那作恶呢应不应该？就不应该，对不对？我们就将心比心，人家用恶的来对我，我会怎么样反应？怎么样？很讨厌，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让人讨厌的事？那假如说人家善心对我，很高兴，对不对？那我们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做？就是呢，差别在我们整个心，那个心完全都透彻了解。我行的善是我应该做的，不将它记在心里，不等待它的果报。那我们现在的凡人行了善以后等不等果报？一定等啦！我拢做足好心的呢，一定有好的果报来，对不对？那我们修道呢，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行了善，一直在等待果报，那个福报一定有啦，绝对有，因果定理。可是我们享受果报以后没去对不？我们要深植德本道德的根本，我们要深深的种植有没有种下来？空空了，对不对？拢空啦。我们没有深植德本供桌上坐不住啦，这会掉，这掉会，你都不行善，你供桌上坐得住吗？人家来带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空脚跳，讲到足正确的啦，空脚跳，咱家己坐调，所以我们要了解修道就是要深植德本，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家庭圆满最基本的，一定要家里整个都圆满，不能一个人一个心要不管几个人都一条心。这样家里圆满了，我们天道呢才可以到达。老天在的时候一直强调，我们一定得修道，从人道做起，人道圆满，天道才可以到达。一定得要圆满。所以家里一定要和乐。我们在生病受苦的时候陪伴我们是谁就是家人，对不对？就是家人陪伴，不外人。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对家人都颐指气使，对朋友很客气，对不对？颠不颠倒？很颠倒老先生时常讲，朋友请你一餐饭，你都一直赶快要回钱。父母亲请你几十年了，你都没有说要回钱一餐，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说父母很辛苦，请我们今年几岁就请我们几年了，我们赶快要回钱？有没有这样想过好像那个天经地义点点所以这边呢这个佛就讲说那个大力魔王看到我们吃那个五辛他就来亲近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所作所为都是非常正确，准备呢要当魔王的眷属。
那么受魔虎禁啊，罪啊无间狱，已经呢坠落啊无间地狱。那无间啊，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啊。我们在呢18层地狱啊，那个受苦啊，它都有休息的时候，受一段苦啊，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受。那无间啊，就受苦没有间断，一受苦，所以那是很大的那一种罪受，而且啊，要出来没有那个期间。没有说把你判了15年，关15年你就可以出狱了。那无间地狱啊没有，那个是受苦无间，然后时间也没有间断，一直受，一直受，很可怜的。那么大力魔王持欲界第6天，我们欲界啊，各位知道欲界的天怎么算吗？知不知道？很多浅显说听嘛听较熟啊，会晓背啊啦，会晓的背。第一我们欲界6欲天，第一个就是4天王天，在呢须弥山的半腰。第二个呢就是忉利天，也就是须弥山的山顶。那么山顶它有东西南北各8天。然后中间有一天叫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释，就是四体还阴啊，当年那个王，那加起来就是33天。然后我们时常都有听到啊，33天天外天，有没有？我们大概都不去追究什么是33天，那个就是啊，我们欲界的第2天忉利天，然后第3就是夜摩天，第4啊就是多衰天，第5啊热变化天，第6啊他化自在天。那这个魔王啊，他在呢摩悉所罗天，摩悉所罗天啊是始于他化第这个他化自在天的管辖，就是第6天呐，我们欲界啊第6天的管辖，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欲界啊整个啊，都是魔王在管，管不管啊？我们很容易着魔，对不对？这个凡尘发明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呀，我们就着魔了。像现在很多那个低头族啊，以往只有那个年轻人当低头族，现在越来越多年纪大的也当低头族了，然后连小孩子他也当低头族了。全部啦，全民运动。或者都讲，东西呀是给我们用，我们不要给东西用。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沉迷在一个东西呀，变成我们是客人，我们沉迷那个就变主人，这样已经不合理，不合真理。所以一定要善用东西，我们要善用。不善用就颠倒，反客为主，这样了解吗？爱做主人啊，咱都爱家己做主。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都要请我们佛性出来当家，不要请6根当家啦。各位浅显，现在是谁在当家啊？现在在听课是佛性当家啦。等到下课啊，谁在当家？因为我们6根已经用得很习惯了，所以6根当家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才知道啊，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才知道。然后我们努力呀，就可以把它启发，然后呢加以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往后啊，我们就跟
宇宙虚空合为一体，身体呀、是天地的物质，就还给天地。不然啊，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士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眼睛一闭啊，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家属啊就赶快啊，请诵经团来诵经，经啊就是路径，告诉他怎么走。那我们在生为什么不自己找路走啊？自己可以找路走啊。各位都找到路走了没有？会走了吗？走得很自由自在了吗？还没啦所以要加以养让我们呢活性的那个指挥啊，可以很这个到达活性的那个主权状态可以发挥啊活性的主权。要我们不要做的呢，我们就不要做不像现在六根当家这个要这个没使做，这没使。佛性虽然安尼讲，然后六根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已经遐久啊迄无要紧啦，会要紧袂？会要紧袂？也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性当家，可以回归本位。我们的六根当家，要我们进入六道轮回，有差无？差足济所以一定呢，我要请佛性呢出来当家权柄啊都付给佛性这样我们不会做错。那没有错啊，就不会受苦，就真的解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大力魔王那个魔王波旬啊，底下欲界第6天最高的那一天这个毁就是毁犯，这个毁谤呢跟犯戒。那么依因感果，按照你的因会感到什么样的果报？就是讲因果它是定理，一定的道理。什么样的因感到什么样的果报是一定的善因就有善报，恶因呢就有恶报依因感果。那么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命中命中之后自为魔眷，魔的眷属享受魔福魔一样的有福那么福尽的话呢，祸灾难就产生了。那么直堕无间地狱因为造的都不符合真理自己造的果报自己要去承受。那修菩提者永断五心就是不要吃这5种这个天地不正邪气所生的东西，永远都断掉5心。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进处这样呢就可以增进我们在修行的那个位阶就一直前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虽然这个是一步一步来不是像我们那个顿法那么快，可是根基要扎稳，根基扎稳我们走了就很踏实，一步就一脚印。5心为治恶之因帮助我们去为恶那个因种子帮助我们的隐心帮助杀心帮助我们那个偷盗小偷强盗以及妄这个讲不实在的话4从律语这4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要能够自己内心有一道墙能够守住。那么守时发音为这个隐喻注音。那么生啖就是吃生啖增慧，增加我们那个生气的气势
为杀生的助因，杀生啊，帮那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杀生假如说这个刚从小姐然后这个嫁人了以后这个下池帮这个池房的主持开始要杀，怎么样？很怕，对不对？第一次很怕，之后呢，习惯就成自然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啦，头一盖时就很唔敢要甲抬，到尾迄刀菜刀也较悬的刀，才会断，有没有？很习惯了习不习惯？我们可以自己在心里面比较一下，第一次杀生呢，跟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杀生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所以佛在讲大部分都是要我们去掉那个杀心那个吃的方面佛导还没有那么强调。因为在印度有一些地区它没有生长五谷，蔬菜也生不出来，所以它会化一些那一些动物的肉给修道的人吃，所以对吃的方面倒没有很强制的说禁止，可是对杀的心那个心的杀就很强烈禁止。这样了解意思吗？动机啦，我们那个动机发动那个要杀的动机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这个牺牲跟杀生是不是也一念之间？所以我们就是修的一念之间，那一种还没有变化的时候的心。众人我们吃呢那个五辛众人呢熏收12部经，这个12部经各位知道吗？把佛所讲的分成12个分类，各位有没有印象？因缘比喻、方广、受记，这个本事、本身、常行、同受，然后未曾有论义，有没有印象？把佛所说的内容分成12个种类，叫做12部经，就是众人能够先收12部经，那么无非贪求名闻利，就是我们那个出发点已经不正了，你很会讲没有用，佛说呢，你就贪求出名，让大家知道你的名，然后利养就是贪求众生布施，让你有钱用，有东西可以用，这个名闻利养，所以完成那个要使众生都能够脱离苦海，那个实质的去做，毕竟还差一段，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呢，就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来修道，是要呢脱离这个苦海的，不要在苦海沉溺。一生很短一转眼就过了，对不对？或许都还在想说，我怎么70岁了怎么突然一下子就70岁了？以前怎么过的有时候都还想不起来，快不快？还有10年嘛。你在心里面说初心妄想，
不过学道也不希望哦，吃到他老，哦，很苦啊，苦不苦？看到人家这走一步路啊，各位假如说看到年岁长的，然后再走上下车，你会觉得怎么样？很辛苦都很难，一直手啊，一直抖啊，很难呐，这个走路都很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啊，无可留念啊，不用贪念凡尘，一定呢要花决定心啊修道，把自己呀光明的佛性啊全部让它恢复，目标就只有这样啊，所以要学六祖，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啊。我们求不求？求不求一物？还蛮诚实的求。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求一物啊，只要能够生活，能够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安尼就好啊。搁再求就加啦，那个就不必要了，那个都要受很多苦，所以我们要有所限制，吃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吃饱的话一定都没问题啦，只是我们的心呐，无得深刻，都不满足的啦，你要求真的得到目的了你又有新的愿望。说永远都不会满足，那我们要知足，要常乐，所以呢就不要贪呢名闻利养，又为呢道忘助因，那个道偷道，所以我们了解要享受又不努力赚钱用偷的最快，偷不来用强盗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在凡尘要受法律制裁，然后呢，命中的呢又要到地狱受苦，所以我们都去做那个事。那么虽心菜能断不食，即除是恶因，虽然说那5种的那个蔬菜。我们可以就不吃，就可以断除那个助恶，自我为恶的那个因。那么第二个允和正性，要怎么样使我们的性是使以正，而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就是众生已经进入正定。进入我们佛性本体里面的正定，要先呢言持清净的戒律，虽然呢这个文字是说言持清净的戒律，可是在我们的佛性本体来讲，这个是我们本来佛性本来的状态。清净戒律是我们佛性本来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沾了很多凡尘的一些习性，就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些佛性所没有的把它呢能够清除掉。所以呢，要言持清净的戒律，这样就可以恢复佛性本体的光明。那么永断隐心，就是我们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因为我们的佛性它不属于前道，也不属于坤道。那我们那个隐心各位姐姐从哪里发生？一定从形象发生，对不对？是前道呢看到坤道。然后就有那个心，坤道看到前道一样，有那个隐心的发生。那你只要说追到真理，真理的源头，我们本来就是一体，天地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
一体之中啊，没有前道，没有后道，都是一体，没有分别，就能够啊，真的从根本啊断掉我们的疑心。各位浅显，做爱要做什么？做爱要生孩子啊，生孩子要不要养？真无用啊，对无？囡仔一生爱甲饲大汉，然后囡仔大爱嫁娶，对无？囡仔若阁嫁娶了烦恼有了袂？囝儿后生，阁会结婚，阁会生囝，对无？即马咧时代之竞争啦，拜托的啦，我生出来囡仔换你阁饲，迄饲囝无够爱饲孙，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烦恼有了啊，无了，无了啦，为何来？为做爱而来，对不对？你不做爱就不生啊，不生就没有了啊，断了，所以有时候啊，很多浅显讲，若无生50年后就全世界无人，会不会烦恼啊？全世界无人。会不会？因为假如说我们有看那个《阿含经》它就开始有讲，我们本来完成是化身，它会飞，它不用吃东西，你看多好啊，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贪心那个地会生长一些东西我们好奇拿来吃吃看，很好吃嘞，就贪心了。贪心以后因为吃地的东西跟地结缘，所以就飞不起来。然后男女之间对看，看得就生情知道吗？然后就变胎生本来是化身可以用变化来的，所以各位不用烦恼。都不结婚不生孩子一样我们一个佛性可以千百亿化身，千百亿不是千百人是千百亿你要化身下来是不是满满都是人对不对？哇，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六道轮回太久，生生世世我们的骨头都已经堆了好像山那么高一身有几副骨头对不？对不对？然后我们经过几个缘会，不要说别的，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就好了经过7个缘会。各位姐姐，7个缘会有几副骨头算不定对不对？我讲咱做人每一生拢做人，无遐好的啦会做精神嘞后当时会去去地仙啦不一定做人。咱做人一世人过60年，咱一个缘会都有1000世。有1000个1000副的骨头，然后假如说有一世落去做鸡鸡伊会寿命3个月，咱60年伊都爱240届的轮回，伊都240副的鸡骨头，安尼知无？你看我们这个轮回算不完的嘞要不要再延续要不要？我们说会不要了，有没有关系修的要不要修一定要超出苦海不然你就一直没完没了要受苦你看我们人生现在刷落去都无代无志，父母把咱生落来。刷咧都大汉，都想要娶某囝对无囝一个生落去就搁家饲好大，即摆刷咧老啦死对无爱后面
还过来出事，又搁共款安尼，好不好？有意义啊无？就这样有当时要做好人，有当时要做歹人，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当时要好心，有当时要就起歹心，有无？有当时要做爱情，有当时要就定报死，有无？变化无常，对不对？凡尘啊，真的不好玩。年岁越大，越会知道啊，唔好去头，卖过去呀，要不要再来啊？不要来一定把佛性恢复光明。佛性本来就很光明，是被我们染污了，染得五颜六色都染污了。我们要恢复，只要恢复就好了，恢复会向袂，哇，大家都袂向。所以这断掉饮心以后不掺酒肉，就掺就是吃啦我们呢不吃啊，喝酒吃肉。然后以火净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佛讲的用火咱们讲物件，用火甲行过再来讲。以火净食无啖生气，唔当吃青的啦。我们可能没有试验过了，我有讲，他说婴出世婴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你拿没有足够的东西给婴儿吃，婴儿会发狂。或许看到佛这样讲这么厉害啊！可是我们一般都不会去试验对不对？会不会？绝对不会去试验，他也不能试验。你要跟小孩子他一发狂了，谁要带啊？父母要带，对不对？那你就准备一生没完没了了跟那个孩子。所以以火净食勿耽生气。现在有推广那个生机饮食各位先生跟这边就有冲突了。吃这个啦，不能吃青，吃青毛病来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要听修正者的话。他讲说叫我们不要吃那个生气。而那是修行人若不断语，举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所以这边呢就用个结论说我们修行的人，假如说不断语那个隐心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隐心很重要，去掉隐心最重要。我们有那个身体行为是不是要从心开始？从心开始。你心有了以后有隐心以后身体都发热。你隐心消失以后身体都清凉。各位有没有试验过？栽得好了所以断淫跟杀生就是不要杀生。天地它不会做事，那天地的事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所以生是天地的大德，那我们杀生就是违反天地的大德，就是最残忍。天地要让它生，我们要让它死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假如说我们不断淫跟杀生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无有是处就是无一块对啦绝对不会有那个事。义路呢三摩地真修之位
我们要进入正殿，那个佛性本体的正殿，那个已经叫真修之位。那么须将正现枯而空之就是我们现在在凡尘沾惹的很多的这一些物欲物质的欲望，我们都要把它刮空了。有没有办法刮空？蛮难的咱若有厝啦，有车啦，有财产啦规个讲叫咱拢买，可不可能蛮难没有都一直想要拥有的，何况是已经拥有怎么可能去掉它？可是我们一口气不来，带得走吗？这个一点点就好了枯空之法，先要精研受持清净的觉力，那个就是恢复自性的光明清净的觉力，而后功夫放人入手，才可以走进修道的道路。那么得三摩地所谓因戒生定戒法虽然很多，那么淫跟杀最重要必须要就是永断所以我们那个要从真理着手才可以真的永断。那假如说我们用克制的那个大概都还达不到。不为这个直身不行不但是我们身体不做那个语意的事，不做杀生的事，而且要直心不起，那个心念都不起念，方为真断，才叫做真正的断了淫跟断了杀。那么此中特指引心者，以一切众生皆以隐喻为正性命。就是我们众生怎么会在凡尘？就是因为有那个隐喻然后我们才生下来所以这一个要特地我们用心去了解。那么又为修三摩地之大障碍我们修正殿佛性本体的正殿假如说我们那个隐念没有断除去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进入正殿佛性的正殿呈现不出来。那么接着讲不参酒肉者那么以酒能乱性这个人平常这个性都很稳定酒放在那个酒缸里面它都不会有也不会有动作了。可是把它喝进身体里面它就发生动作了。发不发生动作？这酒一喝这整个抓不掉啦所以所以红尘自饮之阶啦酒能乱性。那乱性以后那个有一些不敢做了都做了出来那肉必伤身，你吃肉一定要杀人才有所以伤身。那么食为杀害之本，肉就是杀害之本即虽素食，但欲生气之物佛见方式拄到迄个物件一定要这个煮够以后才吃。那有先贤就问了，水果要不要煮够再吃？要不要？不用了因为这边是讲我们的三餐那个正餐水果呢不是这个
它呢不能够足够就有那个变化那个养分的变化。不经佛处则为不净。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佛去处的话，那就不净不清净不得辨识别塞的来讲无啖生气，啖就是吃无啖就是不要吃那个生的东西。那何况杀生这物件都唔食，佢哪有可能去杀生？是修行人言为超出三界修行就是要超出三界。那不断隐喻举以杀生，何能超出三界者无事理无这条道理。那么当观隐喻犹如毒蛇我们要这个教我们一般比较热衷于语义方面你要把它看成好像毒蛇一样又好像不倦冤贼冤亲，然后贼人那个盗贼好像冤贼仙池声闻士气八气直心不动。或显菩萨清净利益直心不起。这边我们就详细解说，说如来常以语喻过患就是语喻他的过错跟患难来这个开示比喻，语喻之害很大，故又主这个嘱我们当观隐喻犹如毒蛇又如见怨贼先知声闻的士气。那声闻我们修那个四谛就叫声闻，苦集灭道就叫声闻。那么四去就是去掉他在佛法之内哪四个呢？就是杀盗淫妄这四个这四个大罪叫婆罗夷罪就是很大的罪。你一犯了以后就被摒弃在佛门之外所以我们中文叫做弃那有犯就不能跟他共住永去佛法海外。那么比丘尼在四气之外再加四个四趣，就变成八趣就是次八互随八加上上面那个杀盗淫妄四个八个等于这个八趣。谓之八趣以妨碍这个饮食直身不动。那么身口身跟嘴巴七支皆不喜欢所以我们身杀盗淫，嘴巴恶口妄言曲语两舌七个，那么皆不喜欢，拢袂使犯着非不直心因力未充耳为什么他心里面不直？因为力道还不够譬如行远至耳，要走很远的路，要从近的地方开始，登高自卑要登高从最低的地方开始登。那么小技能持更进一大小的都能够去持守能够不坏那往后更大也就没有问题了。故云或行菩萨清净的利益。那么菩萨大圣力量大那个大圣的那个菩萨力量很大，清净利益
乃大圣的戒力，从心止觉，就是起心动念都可以，一念不生所以就讲直心不起，都呢不起心不起心动念。那么境界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所以只要我们这一些境界都能够成就，那么在凡尘就没有那个相生相杀，因为鱼呢就是生，然后呢我们吃肉就是杀，相生相杀，那个业已经全部没有。那偷觉不行，不会再去偷觉，这个无相互累。无受欠啦，我无欠你，你无欠我，无相互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这世间不用再来还债了，已经都不欠了，不缺了。以心断了则不相生，杀心断了则不相杀，偷位窃取，劫位强取，这偷觉既不行，不做了，而于世间无有负债之业类，已经不会再负债了。那么偷觉义君妄语，那个里面有包含是妄语，如这个却侥幸威仪，又是假的啦，假的去现这个威仪。希望呢，求这个利养，希望呢能够布施给他。那么妄言正胜，求比忏，就讲自己已经证悟圣人了，证悟上人了，那个都是妄言假的不真，这个真人不入相所以真正的你到达真人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入这个口风，寒山拾得那个风干老和尚他们你看风干老和尚说寒山拾得是文思跟普贤，文思普贤在凡尘示现，结果两个就跑进深山不见了，没再个出来了。然后他要跑入深山之前，又讲说风干老和尚老实，就是多话很多，然后叫凡人去拜，那个阿弥陀佛你不拜来拜我们干嘛？结果风干老和尚又赶快一顿了，不能又见世人了，所以真人一入相，马上不能再见凡人，所以都我们了解你听到凡人在自称自夸，我怎么样，你内心就要有一个底你是凡人，这个跟凡人是平等一样，没有两样，所以不能去用骗你啦，给你怪是要怪你的钱对不？对，那我们不要被拐骗了所以那个正胜要理忏都不用。那么贪其供养同以这个偷觉，那么还债因负累，既无负累故不还债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一佛很厉害定理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四命清净，得无间险。我们最喜欢看这一段，因为这段说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前面都已经都能够做到了，就是清净的人，
很清净的，我们佛性啊都很清净光明修呢三摩地就是正定。然后我们父母的肉身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不需天眼不需要天眼自然关键啊，我们可以看到十方世界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都能看到十方世界都能够看到睹佛闻法，睹就是看见看佛又闻到法睹佛闻法，亲奉圣旨，我们自己本身奉着圣旨就得大神通，然后可以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不会很艰难危险。各位浅显读佛闻法了没？有没有？各位浅显，这个读佛闻法不是外面是我们自己内心读佛，看到我们自己佛性本体那闻法听到我们自己佛性本体最高的佛法，有没有啊？有没有听到啊？所以这个要了解，反过来在身上在我们身上，所以读佛闻法不是向外去追求安尼知不？我们要亲奉圣旨有没有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发给我们的那个命令就是圣旨我们有没有亲奉圣旨？都要来皇帝殿来听皇帝出圣旨不是那样啦了解了吗？所以要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就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本体修就可以回归本位。安尼捌无？心里面一定在想，那我要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可以得到大神通，可以游十方界。得到大神通了没？还没。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心一动只要你有去过地方，清不清楚显现在你的脑海？有没有？有没有神通？所以我们得大神通，然后可以游十方界。有没有游十方界？东西南北有没有？一定有嘛都有游十方界。然后我们宿命清净要了解宿命就是我们的累生累世跟后生后世跟我们现在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没有艰难危险定是正贤，戒为助贤所以定就是我们正贤。然后或许有说我们大部分在讲50级以前这都是正修，然后我们50级以后就是助缘助贤帮助我们修行，记不记得？好像又有疑问了因为要了解到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先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我们回光返照那个万年放下非常重要，因为那样才能够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一认识了一启发的，然后就好像那个婴儿刚出生需要慢慢的这个这个乳哺3年然后
抚养慢慢长大，这样了解吗？虽然孩子已经出生了，这个五官都俱全了，对不对？可是他不会走，也不会吃饭，也不会做事，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先认识慢慢教导，对不对？都没有养育过孩子吗？不知道怎么养吗？我们知道怎么养孩子就知道怎么培养我们的佛性啦。佛性就是这样，不能急可以急得来吗？出生的婴儿叫你吃，你干嘛不吃？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自然大汉伊都会样对不？慢慢教导他就会了。我们呢，这个在启发佛性在训练佛性的那个成长茁壮都跟我们养育孩子一样。只要我们慢慢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这样来修什么成佛？一定成的啦。我们找到根源就一定成。那么因界生定因定发通，我们有定就会通父母所生之身不假咒意那个假就是戒啦，不借着我们咒意自然关键十方周遍无语咱十方呢看足清楚的啦周匝圆满都能够普遍没有遗漏，咱十方拢看足详细。那亲睹于佛看见佛，各位看到佛了没有各位说说看，怎么样可以看到佛？怎么样能够看到佛？我都没有把握。我们不是时常在讲吗？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都不记得吗？各位把它看得太值钱了啦，所以拢袂记我们要了解若无所见，已经没有能所，没有两边，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是不是整个都是佛？对不对？所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你已经见到如来。若有所见，你就有能见，就有所见，是不是两边？两边之见就是邪见。先知道吗？很深吗？不会啦加切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只要定下心来，然后没有能见，没有所见，你就见到如来，会吗？会不会动？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定下心来。那个什么鸟在告诉我们答案？有没有？所以要了解到，见佛的话，不能有能所、能见所见不能有两边。有两边你见不到佛，那个见的都是众生见的都是现象见不到真理。所以我们了解，就在我们生活之中，你都没有两边了，没有能见了，没有所见了，你就真实的如来。那么即以若耳相视耳通闻佛说法，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若耳，然后
闻到我们的佛性啊，在跟我们讲经说法，有没有？假如说我们把它发挥的更宽广一点的话，你就会了解到这个来未来去未去的事，你会事先知道了，比如说天气很好，南部都好下雨啦。不过你出门的时候，佛性告诉你，爱摇好山哈，你会怎么样？练。对，身体一定回答练啦，加好天摇什么样球？等到你在淋雨的时候啊，你会怎么样？懊恼佛性就甲我讲啊，我哪都唔听，应该啦，我难。规身躯淡淡，等下再讲话。感冒那边也要吃，是不是这样？我们都不回答那个鸟很努力在回答，我都要未讲，伊安直直回答，有没有？永不堕三途那个三途啊，就是三恶道那我们一般都会解说刀途、火途、水途水火刀三途艰难险阻之处就不会。师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见处所以这个打基础的功夫我们也是要做。那么允和谢业阿难，如是清净持境界的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流欲都是外面的六尘已经都不会流连忘返。六尘什么？六尘是什么？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就是形象声就是声音然后我们闻鼻子闻的那个香臭气味然后我们嘴巴呢吃的讲的然后身体接触的能热以及温饱跟呢五根留下来的影子华六尘。六尘不恶六尘，我们不讨厌六尘六尘跟我们的正觉是一样是同体的，所以我们呢不反对它。那么以外六尘不留意，这边呢就讲说已经心不会跑到外面的六尘，是还有只是不多不多留意因不留意旋缘自归，旋转我们的本来缘就是本来他自己就回归了，我们佛性本体就回归了。那么尘既不言根呢无所凡尘已经不言的，我们的六根就没有对象我们六根没有对象，我们都是因为攀岩外面的形象所以我们的根才产生作用。现在尘都不言了，不攀岩那个六尘，那我们的六根它没有对象了，就能够缓流前因把六根收回到一性圆明六用不行六个作用就是我们六根的六个作用都已经不行了不会再自己的行持。现业现前就显现在我们眼前六根所言六尘的境界叫做现业显现在眼前我们六根所攀岩六尘的境界
然后啊起后造业，这一些呀，在我们眼前的这一些，让我们起迷惑，迷惑一起了以后啊，就造业，不管是善是恶啊，都是造业，那么为者啊，就是不这样的话，即弦根啊偷成之意，旋转啊我们的六根跟凡尘呢，脱离了，这样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一性圆明。那么前二件次啊，皆这个摄持啊，这个持戒以为助显，就是要来持戒啊，帮助我们修行，是因戒啊生变。那么此违其现业，就是违背啊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一些啊，这个要我们去对答，我们去做。那么摄圆通本根啊，就收摄啊到圆通本根，那么以成啊正修，所以助行啊跟正修，我们一定呢要立定志向，那个是正修，后面的一切帮助我们叫做助行，正修是主因啊，很重要的原因，那助行才有用。你不修不切立啊，助行都没用，所以一定要先啊切立我们正修，是啊因定啊发挥，有定啊就有智慧，那么正助啊兼具，有正修有助行，然后都已经兼备了，都有了，故能呢成就啊智慧，可以成就啊。我们一个一个进阶呀，进步的位阶。那么持境界的呢，心无贪欲，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持境界啊，心已经就没有贪欲，那么这个特呢，就是特别把他们这个挤出来，那个母心啊，我们的中心啊，无贪淫者，以淫啊为坏定啊之魁，这个淫啊就是破坏我们正定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警人啊必除之意呀，就是淫一定呢要去除掉。那么因持戒啊，故得离尘，持戒以后才能够离开六尘。即于外六尘啊，不随流放逸，就是心不外放，那咸复啊本根自归也，恢复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出它的光明。那么尘既不言啊，根已经无所没有对象了，六根缓流，全归一稳现，就归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无复见闻嗅禅觉知，结根之用，那个六根都没有了。那么六用呢是现业，不行则前尾，六根就是显现在眼前，我们的意呈现。那你不行了，就是不受了，那全部都违背了，我不要这一些。那十方的国土皎然清净，犹如琉璃内显明月，身心怪然，妙言平等，获大安稳。所以这一段呢是讲那个成效，最舒服的。三而大地就应念化为无上之觉，整个凡尘的所有一切三而大地。应我们的那个修持就已经化成了无上之觉，就是无上菩提，已经化成了。那么正有不住内自觉境，不住在那个内自觉，法执没有法执了，故容集世界，
能够呢把世界都融入我们佛性本体，无情气之分，没有我们众生就是情，气就是现象，我们凡尘的万象就是气，已经没有情气之分，情跟气全部都是佛性本体所生化的，表里动彻，外表跟里面都能够动彻，好像琉璃看到里面有什么很清清楚楚的表里动彻，故如月在琉璃，身心快，就是很快乐，很怡然。它妙言者无หู故妙，已经没有被这个凡尘束缚，没有被我们自意识束缚，所以很妙。那么无碍没有障碍，故言很圆，既不为智所劳，亦不为空所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不被智所劳，亦不被空所束缚，极为洒脱。那么身心既同既周法界，我们的身心周遍整个空间，有情无情同体不分，有情跟无情，有情就是众生，无情就是万象，都同体不分。那心佛众生平等无有差别，心跟佛跟众生都平等，都一样，已经没有差别，或这个大安稳。那么一切如来密缘净妙，皆现其中。世人及后无生法忍，从事见修随手发喜，安利甚伟。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的见处。所以这个密谓这个秘密深故悠远，密远秘密深故悠远，无人能到之界，没有人可以到达。那么缘为缘融交彻互摄，互相都摄，这个有情无情都变成一体，圆融了，重重无尽之见，已经都融成一体。净味清净，名相精纯，先成不立之见，妙味神妙，一切变现皆不为碍之见，一切的变现都不会有那个障碍。那么此四个佛境现在菩萨的依报正报之中，世人及后无生法忍，从事见修不久当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无生法忍是一个最基本的，没有生的法，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安住不动，叫做无生法忍。可以浅浅这样听懂吗？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无干点会就好啦那还有22分钟给各位发问，给各位提问，好不好？要踊跃啦，踊跃这个发问，有疑必问，疑解开了，修才能够成就。好，请说。就是那个亲近人跟亲修人有什么差别？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现在的凡尘都有鼓励说这个不要结分了清修，可是清净跟清修是完全不一样。
清修呢，它是着重在现象的，清净是着重在内心。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一尘不染，一念不生，这个叫清净。我们清修很多都没有到达这个状态，所以它不能称为清净人，这样的意思吗？因为清修我们是拼除很多的障碍因为不结婚了就不用生孩子，不用养育孩子，不用操心劳力不用苦恼，拼除很多完成的那一些烦恼障碍，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清修的人一定要认清，你清修是要做什么？就是要度化众生。那要度化众生你就要知道你自己本身要得度，不然你怎么度化众生？自己都还没有得度那你叫度人，那个都不算自己能够得度，虽然还没有成佛，可是你毕竟你知道要怎么成佛，怎么可以成佛，怎么样确信自己可以成佛，那个方法要告诉你度的人。要告诉他怎样做，这样才真正的达到清修的目的。不然你清修好，永远拢无代志，也无囝儿啥咧拖，那跟现在凡尘很多没有结婚的，对不对？是不是一样？那显示那个清修的价值了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要先当众生的马牛，为众生当马当牛，众生去骑，然后让众生都能够修道成道，那个是我们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你清修了，有这个目的了。不能说我是清修的呢，清修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没结婚的不是一大堆吗？对不对？所以要知道它的含义就是你清修拼除凡尘事，努力来度化众生成佛，脱离苦海，这个才是重要。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19分，有没有？刘禅师这边有先请问说，若见原生的道理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请问成佛的原生道理是什么？好，这个导师问得很好，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就是讲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衍生，所以各位浅显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它都是因缘际会才产生，然后我们呢观察到衍生，你观察到衍生你就已经见到法，见到万象它怎么样形成，所以若见衍生即是见法，你已经见到法了。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它虽然没有我们像刚才讲的若无所见即是见佛，没有那个样子，可是它呢引导我们从凡尘的万象万事，然后去了解它的因缘汇合，然后因缘汇合了以后，事情呈现，那事情呈现已经见到因缘的产生，若见衍生。那你见到这个衍生你就了解说它的本身没有佛性，那个因缘的形成本身没有佛性，所以你见到佛，已经见到法了，见到这个法以后要了解到情与无情全部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呈现。
所以由这个角度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肉见衍生啊，即是见法，肉见法即是见佛，就是见到最后那个佛生化万象万事。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了解各位曾经听音乐吗？听不听？那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乐器的那个演奏啊，它不是都有那个层次吗？有没有？它能不能乱敲乱盖啊？不可以，对，该什么乐器出来什么乐器，什么乐器出来什么乐器，那一首我们就很喜欢听，对不对？你可以去从那个里面去知道啊，已经见到那个衍生之法，一首歌一首曲调，让人能够启发那一种愉悦的那个情绪出来，它一定啊有它那个让我们很喜欢的地方所在。那假如说我们是喜欢那个抒情歌曲的人，那去照那一些那个现在跳那个很快的舞的那一种乐呀，他们喜不喜欢？就不喜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它也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那个乐，不管它是慢的还是快的，它都有它的那个脉络。然后你听了以后，会觉得说这首好听，喜欢再听，然后之后超死了，以后再怎么样也不听了，对不对？所以从那个里面啊，我们了解说，完成的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因缘际会，缘际啊则生，然后也散了，它终有起终的时候，是不是散了？无去啊，对不？就声音都消失了，没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的那个里面啊，那个呈现的那个因缘际会，你看到了就是见到衍生，你看到这个衍生你就见到华所以你看那个作曲家或是呢那个作家，他一定要从这个里面从这个大家很愉悦的那个境况里面写下来乐章，对不对？所以那个能够去写下来乐章，他就是已经见到衍生，然后能够利用衍生见到华然后要大家能够喜欢愉悦见到佛，了不了解意思？好像你问的很简单，我解说的很复杂。不过就是要知道完成一切衍生的东西都没有性衍生假如说有性要接受六道轮回咱完成的万象万事爱六道轮回免爱免好像很怀疑万象万事要不要轮回？没有啦，他没有接受轮回，所以要了解他他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然后因缘消失就没有了所以都是空，当下都是空，万缘皆空。后面那一句呢？对啦，空性即是佛性。所以肉见衍生即是见法，肉见法即是见佛。你了解无？也未啦，你咧讲也佫听无啦。听有无？那很不错嘞。还有12分，还有吗？还有。那个请问的讲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到百尺竿头，可以放手吗？对呀，可不可以放手？该那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鼓励我们一直爬到呢那个百尺竿头
就是已经要出轮投地啦，已经到啊顶点啦。啊，你都爬也未到，就要放落来啊！你是准备要搁轮回几个圆会？哦，要准备轮回几个圆会哦，可以啊，中途就放手啦。啊，你若无讲准备要轮回啊，我不要来了，我不要来这个苦难的完成，那你就要努力啊，爬到那百尺竿头。那百尺竿头是顶点，是我们依赖的顶点。那个时候啊，已经到达百尺竿头以后，都全盘了解了。全盘了解以后啊，就像我们老师写的那个放下，一放下以后啊，摔死了，对不对？你百尺竿头能依赖那个百尺竿头啊？啊，你即马若放手，是不是摔死？对不对？啊，一定要放手。放手以后啊，你这个形象啊，已经全部破灭了。你的法身刹那借全身，刹那之间你整个啊，那个法性身啊，整个呈现成就了啦。这样知道吗？哎呀，可是要努力啦，爬百尺竿头，不要中间就放了，无菜。就这安尼直直修啊，有一个轨道尔就要甲放手，怕生。好像啊，我们这个坐火车啊或者要回去要坐火车回去基隆，然后啊，火车走到一半到台中，不走了，放手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咱这下来啊，我敢会行，用行到基隆啊？会不会啊？那很远。远不远啊？所以中途放手，离目标还很远。不要中途放手，甲坐到到位，坐到因行就到位啦。还有吗？佛说12部经的无问自说，可以请刘讲师讲一下重点内容吗？你问得这悬的了，因为那个无问自说啊，就是因为在场的所有弟子跟那个菩萨一些这个有修的，他们都没有智慧，可以提出来问。那佛想说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没有说很可惜呀，所以佛就无问自说，没有人问，那自己讲，那个都是觉得他们可造之才，可以成就的，可是啊，他们都还没有智慧，可以到达提问的阶段，那佛就无问自说，所以无问自说的那个都很高，程度都很高，菩萨都没有智慧可以问高不高？很高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问题是很高很不容易提问，所以能够提问各位先生，像那个文殊菩萨每一次提问的时候，不是他不知道答案他是要问了以后由佛来讲，让众生知道。所以很多菩萨都抱着这个心尤其我们看的这个那个心你以为阿难真的那么低吗？阿难跟我们都一样那么笨吗？不是只有后谁笨大家都很聪明。不是的他故意的，故意降低那个所有提问的内容都降低。让我们看的人、听的人，这我想嘛知，伊那唔知。这样的话，让我们会容易进入那个经的内容。看看阿难这样问佛怎么回答，那个佛的回答力道就很强，我们就会
吸收，是这样。不然阿难已经他是已经出果须陀洹，为什么那拢像你遐尔济拢唔知呀？那是故意示现，故意讲得很低，让我们去学，去听佛看怎么样讲解，我们怎么样去做，是这样的。还有吗？还有6分钟，没有了。好，请说。我们要讲说再说一下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真心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就是一个最上圣的法。那我们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已经安住叫做无生忍，叫做无生法忍。一定呢，要了解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最基本的，你有到达无生法忍，才可以进入阿罗汉，才可以进入辟支佛，才可以进入菩萨，才可以进入佛。所以无生法忍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修道一定要到达。各位到达了没有？还没有没问题因为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我们万念放下的时候，它很灵敏的，我们放不下，我们要怎么样放怎么样放它都在，那个叫做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在我们万念放下的时候呈现，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原来我们以后要成佛就是这个所以一定要先认识，所以不会很困难，只要你全部拼除万念放下，我们有一部的那个 CD 要拿回去听，怎么做你就会了你按照那样真的完成的所有妄，所有一切都忘了，妄已经尽了，真就显。它的真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得到这个叫做得到无生法忍。安尼知无？对袂？所以我讲咱拢日用而不知，日常咧用咱拢唔知人问咱讲你姓啥？我唔知呢。有没有人这样回答？如果心不在焉的时候你叫什么唔知影啦。没有我们那个主人都不在家了唔知影呢。不讲了还有2分钟，还有问吗？好，请说。好，拿麦克风。返幻归真与还母归真有哪个地方的层次差别？返幻归真跟还母归真。返幻归真跟什么？还母归真。返璞归真好，请坐。在这一请要多点，那个要如何进入到无染的境界你原来真贪心的我给你问一挂袂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讲做功夫都是很简单，修道越简单越容易成就啦。那搞得很复杂那个不行啦要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就记得怎么样呢到达我们那个性本体一个清清一尘不染，净一念不生，
你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就叫清净。我们老子啊，告诉我们清净经啊，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尘不染，一念不生。那我们一尘不染，一念不生，这个妄啊，已经都尽了。出来的就是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容易不？就容易所以我们要还朴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从理天一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很淳朴啦。那我们因为在六道轮回感染很多的尘垢，五颜六色都感染，所以就已经不清净了。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一些感染完成的一切我们都去掉，那就好了啊。简不简单？很简单不很困难，所以不要把它复杂化，越简单越好。你就是在修持的过程之中越简单越容易达到。所以那个返妄归真跟返璞归真都是一样，就是要你把完成的你所学的、所认识的、所知道的放下，要它真的就回来。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浅显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上次呢有讲说这个课后问答A3因为佛学没有讲这个清楚啦那个整箱的MP 就放在音控室，然后上面写Q&A 因为后学也不懂英文又没有交代所以这边但是人很忙没有去发现到所以问说有没有？说没有，还没寄来坑底下的演啦。然后这一次有 CD 已经做成了北部的速度很快总共有44片。那上次上个礼拜我们讲说有70片，那个是我们把每一堂课后面的30分加起来算的。那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没有这个发挥到30分所以后来以实际的那个发问的时间来烧录是44片。那44片就那个整理包装的，所以等一下要这个 CD 的就拿一个整理包要那个MP3 呢因为比较少用塑胶袋装的那最上面那一面呢写六祖坛经然后再下去就道德经2片，然后再下去呢楞严经2片，总共有5片那个MP3 呢它的时间比较长，跟44片是一样所以家里有MP3 的机器喜欢听 MP3 就拿 MP3 喜欢听 CD 就拿 CD。 那我们鼓励拿啦，或许看到旁边那么一大堆的那个所有做下来的CD DVD A3 放在我们旁边都没有人拿感到很可惜好的物件都放在那里所以鼓励各位都能够推广给亲朋好友拿回去呢能够这个看，能够听自己也研究。我们就接着讲这个楞严经186页，对不对？186页。所以我们3个礼拜，各位先生有没有讲的比较慢的？听得懂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
那个旁边的解说呢又在解说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应该都是可以透彻的了解。那我们所讲的这个三件事就是我们修道的根基，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呢就是要根基要扎稳，就是要这是从根本讲的，这个三件事就使你实信，然后我们到188页的时候那个就已经实住，再往后实行，然后实回想，然后再释迦行，然后再实地，然后到达等觉妙觉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渐修的55个位阶。然后我们所讲的这个三件处三个我们修到循序渐进的这个呢就是实信，就是我们的信心10个信心非常重要。我们呢这个有时候因为慢慢看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它们呢集中在一起，所以第一个就是除其助因。各位都还记得吗？第一个见处我们修道有很多呢帮助我们这个为恶的那个因我们要把它除去，就是除掉那一些不正当的所以佛就是叫我们从我们的饮食内心着手，就是葱韭菜、蒜头、萝卜甲生取，生取就是荤荤叶生取所以我们都了解到说，我们40都不吃这5种东西不接近，因为它呢会帮助我们为恶就是不好，所以我们要除其恶因从内心上把它除掉。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我们一样要除掉那个为恶的原因。有一些这个负面的那个语言负面的我们那个行为态度负面的一些我们都要拼除掉，要除掉。有一些呢留在我们脑海会妨碍我们修道，所以我们要建立信心一定要从自己的这个身里面着手，先从身内，然后到身外一直每远这样修持，把那个恶的因全部都去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正修，就是我们呢正修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里面它没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可以说都多多少少都有沾惹。那我们要把它呢枯空，就是把它刮得干净拢改地上贪嗔痴慢疑贪嗔痴妄，我们呢都把它呢挖空，不要呢留在我们那个心内那个全部不要。那么第三个呢增进圣位，就是一步一步往55个位阶的那个上头前进要为其现业。我们现在的那个作业我们的行为现在的所作所为根尘相对。那根尘相对呢，我们很容易被造化引诱心呢都外放。那心外放了以后我们又不知不觉
我们现在这个根尘相对呢，我们要透彻的知道，了解以后啊，我们要能够不被呢外面的那个沉静啊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呢所讲的这个三见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那个186页的从阿难是算难子开始，对不对？对这个经文呢就从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是善男子欲爱呢干枯根茎不我现前产子不续不复续生，就是我们能够修到实性满位，就是已经实性都记住了。三件事就是实性，实性已经有了以后，我们的意爱已经干了，枯萎了，所以欲爱呢干枯。那根茎不我，就是我们的六根对着六尘那个凡尘的景象景，根呢跟茎它两个已经不合在一起作坏了。我们呢跟尘相对以后就会起作坏。那现在已经两个已经分开了，分家了。根呢跟茎分开了，已经不两个合在一起。那么现前的产子就是我们现在还有身体，那么这个呢就是产子，现在还有的身体有一天我们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所以不很健全，那往后呢不复续生，往后呢就不会再完成这个事件的，不会再完成呢又有形象。所以底下呢就解说如是依三个见次精勤修习，非常的勤劳，修道学习，那隐心永断。我们呢那个就是心里面那个男女之间情爱那个做爱的已经呢都永断。所以或者就讲说呢，这个一定要从根源着手，因为我们呢大部分被凡尘的这一些传播界这个很发达，然后呢色情都泛滥，那我们从根源，从我们的源头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既可以为男生也可以为女生，所以我们既然是一个绝对体，那绝对体要谁跟谁做爱所以我们追到我们的源头，追到我们佛性的本来就没有对待，没有男女的分别了，这样也就没有隐性的发生，这样知道吗？是不是从根本解决？从根本就解决，就不会有凡尘的那一些引诱力量。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有现象，凡尘那个引诱力量很大。我们虽然说年岁都大了身体说不行了，心还很行嘞。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我们修道就要从心做。心里面全部都没有隐心。你在身体方面的行为还是其次的，最重要还是心。你心一行淫了以后你虽然身体没有你有实际的那种隐心存在，那你这个道修不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已经永断了我们的隐心。那么断性亦无不但断了，连那个要动的那个心也没有。
就已经回归到我们在修道之中的四平：平常、平凡、平时、平淡。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修道呢，就是最长远的真理。那么由三件处之中呢，这个现业违背，就是我们现在，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业，就是三业，就是身、口、意。我们身、口、意全部呢都不要顺着我们的凡尘心，所以违背这个凡尘的这一些呢作为。那么六用不行，六用就是六根，六根呢已经不让它当家，所以我们呢修道一定要学习启发我们佛性出来当家，不要给六根当家，给六根当家是非风起，非常多的是非都呈现，所以一定呢要请佛性出来当家。那么能够呢到此实性已经满位根呢跟境已经不相接触了，心跟境结淡，结诸对淡，已经没有对淡，已经融成一体。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跟各位讲，说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还记得吗？那个是做功夫啦，就是我们的心跟境一如，境也是我们的心所以心跟境没有分别了，心境一如，但不慈善。就是这样的情形不要让它分散。积之岁月，我们时间够一段时间而不心开谓之有也。绝对我们的心就开了，心一开了就跟整个真理融汇一体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要自己努力的。那么总现绩消，种子跟现行总现种子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以往所造的那个种子现呢就是现行，我们现在的行为总现俱消种子也消了，现行也消了都没有了，没有种子也没有现行。三界生缘已然不及。我们要在三界欲界、色界、色界那个生会生在这个三界的因缘已经不及了，没有了啦要来三界出生的因缘已经不足了，不具足了，不会再完成这个出生。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呢就已经蛮理想的状态三界的生缘，我们跟三界结的缘已经没有了已经急了没有结缘。所以讲现前的产子不复续生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不会再往后不会再有就是到这一生为最后生的。那么产子为最后之生不续为了后有永断我们后有后面所有的轮回永远都已经断了。那么续生呢与意爱为因，我们为什么会继续生在凡尘，就是因为有欲跟有爱这两个就是因种子那既然有这个种子在就一定会在三界来世界就会出生在三界。根为缘我们在凡尘根跟境会汇合所以我们都是根境汇合了以后，然后形成我们的行为。那行为之中有善有恶，
那全部呢都脱离不了三界。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呀，解决呀自己的问题。那么经济呢，今天既然已经呢干枯啊不我，阴跟阳啊双绝，阴也绝，阳也绝，阴阳啊双绝，果报啊无脱，已经呢不会有果报呈现，所以呢故不虚生。就是呢，告诉我们要自己呀了解道理，然后自己呀努力的去做。那么直心呐虚名，诚是智慧。我们呢要使我们的心呐直，就是能够这个受持啊，持呢就是直，我们直心呐，这个受持自己的心呐，虚名就是心里面呐。不要有东西，心里面不要有事情，虚的，然后明光明，自己的心都非常的光明，纯是智慧，心全部呢都是智慧，没有再掺杂别的杂质。那么慧性明远，我们的那个慧性，智慧的。那个佛性光明圆满，慧性明远，圆十方界，圆圆就是非常光非常亮，十方界都非常的这个亮。那么前有其慧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边我们已经到达那个很殊胜那个智慧般若呈现的那个状态。叫做前慧地，已经到了这个前慧地，所以我们修道最主要先把自己建立在前慧地，这样呢成就就指日可待。那么直心虚名就是人华二执之心虚而无障，明而无碍。我们也没有那个我执，也没有法执，那个人呢就是我啦，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虚名的虚的，没有了，没有我跟法的执，虚，然后没有障碍，明，虚跟明没有障，没有碍，没有障碍。所以外无尘障内无根碍，外面没有凡尘来障碍，内根内呢六根也不会为碍，就是不会再危害我们，即心明无障碍纯是智慧，我们呢纯粹全部都是智慧，人法双空之智真明圆满，这个人法双空，人空的就是我空，然后法空的，就是不执着法，人法双空，那个智慧已经呢能够增加光明圆满，具空之智就是我空法空并空亦空，连那个空也空，即空。即空全部都是空的智慧，照用遍界，就是我们呢那个造出来的功能作用普遍整个十方界全部都是光明，应由是也，以智慧庄严十方报土。我们用智慧庄严我们所这个呈现的那个果报那个现象报土我们生活的环境果报现象，因此前有其慧所以才叫做前慧。依之至此故名曰地，前慧地。所以我们呢要建立这个前慧地。那么一习诸干贵以如来华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府，
从真妙缘，从发真妙，妙性常住啊，一切妄想灭尽啊无已，中道呢成真明啊信心住。所以这个前面这一篇呢都是在讲我们的根源我们要按照这样来这个行持。那么虽然呢我们说呢是只有那个55个位阶的前面实性，可是各位要了解到实性啊，它包含到成就最高佛理的程度。因为因果一致啊，你得到这个因果报同时也得到，所以你得到前位地了以后那个佛的那个妙觉也已经就具备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小看那个都是小乘佛法里面的那个基本功夫，就是不要小看因为这个小乘佛法里面就有非常高的真的那个佛法存在，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前地呢能够出发。那么现行种子习气这三个现行我们现在的行为，那种子就埋藏在我们内心之中。那习气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养成的那个习惯性三个。那么习气它很细很微细，不容易发现。那么今呢缘现在说那个欲习出肝我们欲望，那人呢最大的欲望各位浅显就是生欲望，我们最大的欲望就是生，了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呢就要用一点我们自己的那个智慧自己的那个闻思修的那个思慧来思索这一些比较微细的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欲习那个我们的习惯性生的习惯性已经呢出肝了已经呢不会再呢让我们越思越沉，那心就淡就沉落，打就轻就飞，会吗？会不会？所以呢淡愈淡就愈淡对不？就愈沉。咱是拢上过头淡啦，就爱互大前会爱互大。所以欲爱呢最细的习气已经出干枯已经呢大体无那么为如来真如法性流水相接就是前面为如来法流水接那个如来真如法性流水相接。各位请写如来是谁？如来是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一讲到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就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一定不要跑到外面去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所以还没有跟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真如法性那个流水相接所以叫做未破无明，无明还没有破了，还在所以我们在完成的生活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觉不知不觉啦。我们很多呢生活之中都不知不觉。我们现在想什么？我们现在做什么？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无明。无明我们破了没有？有没有破？
所以修道就是要知道自己现在想什么，自己现在做什么，自己心里想往哪个方向，自己都非常清晰了解。这样的话呢，才真的走入修道的轨道。那假如说没有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呢就是众生，就是轮回六道。安尼听有无？听懂那么未曾亲见法身真理，还没有亲自见到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法身真理。各位见到了没有？所以就可以了解到各位的信心都不够，不敢相信自己就是佛，不敢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所以自己亲见，自己法身真理，见了没？还是要启发了一定这个不要向外追求，向里面追求才对的。我们往自己的内心追求法身真理。那么基于此心呢，中中流入，中中流入，所以我们了解这此心，就是实性满心，就是前面的三件处啦。三件处叫做实性满心，因为这个三个件处含着这个实性，所以我们呢修道最开头就是实性，然后实住、实行、实为相，实性是一个起头。那起头我们就是要了解，就非常重要。起头你已经能够透彻了，知道了，那果位那个是不用我们烦恼，不用我们去考虑，我们只要考虑我们的源头，是对呢还是不对？是抓到呢根源了没有？是摸到根了吗？摸到根才可以成仙做佛，摸不到根呢，就是瞎修行所以一定要呢摸到根。所以我们实性已经满心，含三件处为前会，就是前会地。那么此心呢意即前会之后的心，所以那个已经呢凡尘的杂质大部分都去掉了。那么中中流入，所以这个中中流入，以稳性之中，用中道观治，所以中稳性之中，用中道观治，然后逆滑，这个逆滑流水而深入，逆法，我们不要顺着，顺着法的话呢，顺着凡尘，我们跟随凡尘一直流转的话，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逆，不顺着凡尘的法，逆法，然后流水，而深入。这个流水它有一定的那一种这个自然状态，然后深入，皆呢不离中道，都呢不离开中道。那么基于修正圆通之心，用中心如如的妙智观中道如如的妙理，所以我们那个中心就是心中，如如的妙智我们来观中道如如的妙理，所以如如我们就是了解说不动，如如不动。我们呢那个妙智就是般若，妙智慧，
那么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生发，那个妙智慧，然后我们呢反过来观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如如妙理，这样听得懂吗？因为都蛮微细的所以一定呢要详细的了解，这个一步错步步差弄丢，说一定呢要正确我们用我们呢那个般若妙智慧来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中中流入妙觉果海，妙觉就是佛，萨波罗海已经到达我们那个佛那个果位的地步了。所以虽然只有实性可是已经到55个位置都走过。圆妙开府中中流入那个时候乃是圆通的妙性，我们圆通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圆通妙性它非常的这个灵妙奥妙又圆通圆满通达所有万象万事，那么重重开发孵化好像呢那个莲花层层渐开那个样子。那么从真妙缘从发真妙，从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的妙缘又从发真妙，那么从此那个心哀意解愈加呢增进，从花呢真妙所以那个从花呢真妙缘的就是已经又更上一层，是真呢妙者意境于妙真妙更近于妙，真缘呢意近于缘真缘又更远妙性常住这么微妙的那个性就是相信我们自己佛性本体妙性呢常住，那么一切的妄想灭尽无疑，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妄想都已经灭尽了没有剩余，所以这个跟我们下手开始修的时候来那个灭的妄想已经差了10万8千里，这个时候已经很自然而然妄想都没有，那破1分的无明就正1分的法身，所以一定呢要破除我们的无明。各位浅显，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不觉啦。各位会不会破不觉？会不会？所以很容易的我们要了解说做呢不是很困难，我们把不觉破除掉，就让它觉，容不容易？是很容易的啦。可是我们时常都迷昧不觉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发现也不加以研究，所以都呢时时刻刻在不觉之中不觉不觉我们才造业不觉我们才受苦所以我们呢要把那个不觉去掉就是破除无明所以一定呢要觉。信之我们要相信的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跟佛跟众生这3个都没有差别，所以各位浅显要了解到这个是修到一个程度以后才说话。那假如说我们全部脾气毛病都在，习气都在，贪嗔痴妄那个都在，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怎么样？不可想象的，对不对？所以要了解今佛众生三如差别，是修到程度了以后才说的话，不是我们什么都还没有修就讲了，什么都没有修就讲，这个不通的，所以这边呢，先跟各位这个阐明。那么故曰妙性常住，妙性。很奥妙佛性本体，相信佛性本体那个妙性能够常住。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常住不迁，不会变化的，是我们不认识不研究所以现在呢，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原来我们佛性呢就是这么的奥妙。那么决定呢不退不退转的。不要等到说修到菩萨的八地不动地才不退转，不是啦，在前位地就已经不退转了，这样了解吗？大家拢讲足同和的最高品质呢，静悄悄。一切的我执、法执、空执妄想昧尽，中道呢成真明信心住所以这个呢虽然这边呢还在这个实心的这个范围里面，可是都是基本功夫啦。我们要相信自己所以这个信最重要。道源信是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的知善根所以这个信非常重要。那么我执、法执空执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呢都时时刻刻跟他为伍，都跟他在一起不是我执就是法执，两个都没有变空执各位执不执？固不执？都很固执，因为我们呢就是固执才会当众生不固执的话都成佛了，我们固执就当众生，所以妄想昧尽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在讲这个妄想跟我们之前有讲那个句语各位还记得吗？妄想原来本是真，记不记得？就念念看，不要看笔记本。对，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成随力。仔细看来无别人。还是有知心人，你看都会背嘞，我们听听，有人有听过都没记啦，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这个蛮简单的句能够背下来，因为让我们容易去做。那这边呢，我们讲说妄想昧尽，那个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些对自己本身有切身关系的那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只关系到自己本身，不关系到整个众生身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私啦。所以这一些呢妄想就是自私，那自私全部都昧尽无疑这样好不好？很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呢，解说那个妄想原来本是真。妄想呢为什么是真？因为妄想从哪里生发？从我佛性本体生发所以原来妄想原来本是真那我们除此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又要起一个念头来除掉前面的念头所以增加一重的障碍
一从凡尘的事，已成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不用知道就好。我们知道了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呢，言思动静，我们所有讲话思想，我们的行动啊，成水力，承受水的力量，就是我们佛性啊，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佛性来指挥啊我们视听言动，所以仔细看来无别人，我们详细看的话，原来是一家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呐，所以妄想也是自己的本身，这样够分辨了吗？这边的妄想灭尽啊，那个妄想原来本是真啊，能够分辨得出来吗？最简单的这边呢，就是啊，自私妄想啊，就是想自己，那个私欲妄想。然后啊，妄想原来本是真的，那个是从佛性本体发挥，面对啊整个宇宙大地，不只是啊关系到自己，那已经呢领悟到真理。安尼听有无？就懂意思了所以啊，中道呢成真，我们呢要了解说前面的妄想啊是功能作用，底下中道啊是佛性本体，所以中道成真，它全部呢都是真的成真，明了这信心住，所以我们中道成真。假如啊有人问你呀，明心见性了没有？你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有没有？都有啊。那很棒的所以真性啊，明了，透彻的了解了真性，一切的圆通，因处界三，因呢就是五因，处呢就是12处，界啊就是18界，这3个不能为碍，这3个都呢圆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道呢我们的中道呢真理之非常的奥妙。那么如是乃至过去啊未来无始劫中，就是非常久的那个时间，舍身受身啊，我们死了叫做舍身，我们生了叫做受身，一切的习气呀皆现在前，我们的习气呀都显现在我们眼前，是善男子皆能意念呢得无妄，名呢叫做念心住，所以就越讲入啊，到我们那个这个言会之中的六道轮回，全部呢我们都要有记忆呀，那个是我们郭老师希望我们能够这样。一切的习气呀，皆显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意念呢得无遗忘，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都能够知道，真性呢就是中道成真之性，就是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非相似之性，相似就是好像。跟他安尼跟他丢叫做相似啦，我们时常会用，对不对？跟他是安尼跟他丢啦，相似，不是我们呢，那个成真之性跟相似之性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妄想已经灭尽了，智慧明了，我们的般若都能够呈现出来。故所以得到一切的圆通。
那么五阴啊，色受想行识啊，不能护，会把我们盖住了。那么12处啊，不能局，我们6根跟6尘，合起来就12。那么12个地方所在啊，不能局限，局限啊，我们这个真性，所以啊，12处啊不能局。那么18界啊，6根6尘跟6识啊，3、6、18， 18界呢不能爱，不会妨碍。那么一切的知法，悉皆圆融通达，所有的万法全部都圆融，都融入啊我们真性，融入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所以啊圆融通达都能够通达，所以道啊是通的不会极限。那么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始的觉中啊，舍身受身过去未来，我们呢已经过去有无量无边的那个久，非常久不止一个缘会啦，非常多的缘会，我们都有过去，未来是一样无始呢这个觉中。那么过去的所有舍身就是死掉了，把身体舍没有身体了，然后受身就是生又生发出来了舍身受身。那么应断之习气呀，皆现在前我们应该呢断掉习气，就是我们呢佛性本体呀没有我们真性就是真正的那个佛性本体呈现的，然后习气对照，那习气一对照以后这个要断掉，所以叫应断应断那个习气，然后显在前了因为努力的修这一些习气才会显现在前，我们不努力的话呢都不会呈现我们都会讲没事没事都没事有事没事？没事，全部都没事。我们一直全部都没事没事。会成道吗？会不会成道？所以要发现自己的所有一切，我们内心深处到底蕴藏什么样的习气，我们要发现我们佛性本体应该有什么功能作用，我们要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呢都缺少这方面的探讨，我们在探讨的都是在现象，那现象变化无常，那个我们呢怎么样去研究探讨都不会得到一个实相，不会得到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一些我们的真性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是永远长存的都在。皆能意念，我们的这一些无始的习气全部都能够回忆能够知道那个念呢就是知道妙缘成真，真经呢发化，无始的习气通一精明，唯一精明呢进去真见明精进心。所以讲到这个后面这一边来都已经都是已经在那个本体之中在用功夫从真妙缘中道成真精明就是如这个智慧的本体，那真境就是如的离体离体就是佛性本体。那么精言以精明进去真见即成以如的智慧
气呀、如如的那个真理所以如就是呢不动，如如不动啊，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气和如如不动啊，我佛性本体。那么体呀、虽然无二那方便啊随顺，体虽然是一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随顺的方便，让大家能够从这一些方便法门了解原来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有般若妙智慧，然后我们呢用般若妙智慧啊，回过头来关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才能够呢认识本体，然后显发呢我们所有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么性啊不爱修，这个佛性啊不会妨碍我们呢这个修道。心经啊现前诚以智慧，明慧心住所以前面的以这个如如的智慧啊，气如如的真理是双肩离跟智而成。那么此曰智说就是从智慧这边来讲承上面所讲进去真见，故得心经时时现前。那么此以智慧来用事前面我们讲前位地那个时候讲诚是智慧证明痴德相似就是开始的时候得到那个相似。那么惑智尚未融化，就是我们在凡尘用我们在凡尘时时刻刻都被造化迷惑所以那个造化迷惑以后，我们产生的智慧，可是那个智慧还不纯真，叫做惑智迷惑的智慧还没有说全部成真都是智慧，所以惑智还没有融化，还有这个凡尘的那个杂质在里面。那么自此一直到这个地方呢，诚以智慧全部呢杂质都没有全部都是智慧所以以就是用纯以智慧就是用这个智慧，乃真经经真发化就是发现能够呢我们这个化导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或许迷惑的那个邪习，我们这习性习气那个迷惑而来的全部呢都能够经真发化，能够呢经真发化这个无非就是智慧要有智慧才能够真经发化。那么此随分觉就是随了我们企图这个一分的那个无明就正一分的那个觉性随分觉所得真智真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研究这个到越细的呢这个角度我们就了解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天地闲隔啦，已经天差地差那么远，所以修道一定要正确的方向不能偏一偏的话我们努力都覆水流不成就，很可惜的。执持自明我们呢这个自持能够呢这个自明以智慧来了解周遍这个极赞这个湛然常寂那个平常呢在形容佛性本体的状态都用这两个字极赞，可是呢它都反过来叫湛极，湛然常寂感而遂通湛极极赞。那极妙常理明定心住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虽执持啊智慧精明，若无定力啊以执持。假如说没有定力的话，则妄念起，会起妄念，而暂极啊不能周遍，湛然常寂的佛性本体呀，没有办法周遍，而极妙啊不能常离，那个极妙，所以我们了解用这2个字啊，都是在佛性本体之中，那你我们就是呢常住在佛性本体之中。那么心以啊，自立执持自明，所以啊，大部分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啊，都在这个范围，可是呢，它的内容啊，有那个微细的差别，故极湛呢得以周遍，极妙啊得以常离，所以我们要了解能周遍呢常离，然后才呢真正的容易成就，所以名字叫定心住。我们呢要有那个定心呐，住在这一种状态之中，这边都还实以是那个实性的这个范围。那么定光啊，花明，明性啊，深入，进为无退啊，为进无退，全部呢没有退，明不退心。定功极而慧光呢花明，所以我们了解说无定啊，我们在凡人的生活一样，要有定，处理凡尘事啊，才头头是道，处理得很圆满。假如说我们心很乱啊，一处理事情啊，就杂乱无章，处理得不理想，那我们呢，这边呢就是有定，定功呢，而且到极。就是点点，而慧光，就花明，我们的慧光啊，发现明了，乃以定发慧，用定来发慧，慧性啊，这个明而定呀，愈深，定力啊越来就越深，而以慧啊入定，定慧啊，平等的来受持，为进啊无退，叫做呢不退心。那么心静安然，心能够静安然，保持呢不失十方如来气氛交接明护法心，所以我们心已经静到安然，安然常住，如如不动，能够保持呢不失。那十方的如来气氛就交接，叫护法心。心静安然者，显非呢这个事行，不是呢在事情方面去行持，为有功用之进修，乃是呢自心急躁双流，急跟躁。我们通常呢是以急来形容佛性不变之体，以躁来形容佛性的随缘之用。所以急而常躁，躁而常急，急跟躁2个双流，2个都呈现功能作用。任运前进，就是按照那自然的任运前进，故为安然，不有这个有为的造作，诚然是无为。那么不假用力之意，不能用我们的心意识，而能保护任持，不失定心，能够保护，能够任，我们能够担任这一种大任，能够持着它来用，持着佛性本体来用，任持，不失呢定心，不能以知佛如来气氛交接。内附心法，外附佛法，所以这个都蛮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持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
重重相入，名回向心。这个呢，把整个那个实性、实质、实行、实回向大概内容都在这边呢，跟我们先呢这个讲的透彻。慧力争明，保持不失。妙力及妙慧之利用，妙慧的利用能回他佛持光，向自己心佛光中安住。他佛心佛，心光佛光互相回向，就交融，交会融合在一起。究竟呢，心佛不二。心跟佛就一不二，不妨自他力然。就是自己的心佛、他佛，都呢非常的显然清楚存在。那么犹如两镜光明相对，好像两个镜子呢光明相对，彼此光明互相对照。光内现光，影中呢含影，那么重重相入，佛光心光相摄相入重重无尽。回向呢他佛是向佛道，回向自佛是向呢真如。所以这个佛呢这个详细呢都这个加以说明。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实住心光呢密回佛常理无上的妙境，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那么此这个信力这个明心光佛光浅通明映。就是明了心光跟佛光，它已经呢都浅通，然后明中相应，故曰呢密回，秘回护。他人呢这个看不见是自己的自见，智慧的那个境地，智慧的那个境界，自此即后。心光佛光常理不动，都常理不动，比那个如如动呢更深入一层，而以无上妙境戒体一同安住，无作呢无为，没有作为，得无一念遗失，而落于有为。就是没有这个作为也没有一念的遗失，也不落入于有为。若一念落于有为，即名破戒。所谓的心地大戒所以第一个住叫戒心住。所以这个最上圣的那个受持那个戒华。是属于心地大戒，我们呢落入有为就破戒深不深？很深所以我们在凡尘讲我们都说呢，先从有为，然后修到无为，对不对？可是我们修到这个状态来，就讲了，你只要落入有为，你就破戒。可是或者都跟各位讲，假如说我们对比较没有接近深入研究的人最好就不要讲这个，因为这样一讲以后，安尼我都我卖修，这样会妨碍人家的慧命，本来是要他成佛的，结果他不愿意成佛了，所以。要很小心虽然是好事可是我们做的不对变坏事了。虽然是甘露
我们行持的不好，变砒霜。砒霜是什么？就是毒药。所以甘露跟毒药，甘露可以治病，砒霜会害人的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么自戒自在，所以这个自戒自在，就是已经没有那个我在守戒，没有那个心的啦，他已经是已经落入平常的心，平常的行为，平常的一切，这样已经自在，所以自戒自在。已经都没有犯戒，然后也都在戒律之中，所以自戒自在，能由十方手去随愿，名愿心，就是能够由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能够由这个十方，那手去你要到哪个地方去随愿。就随你的愿，随自己的愿要到哪里，所以叫愿心住。那么自戒此上位安置无自戒体，能从体起用。所谓的色利戒，色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六度万行每一度都有三品。那戒持戒的三品就是色利戒、色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就是这三个。色就是收摄，律就是我们这个规律那个仪容仪表这一些我们都要收摄。就是不能这个随便，然后摄善法，收摄所有善法，这个恶法千万都不能去碰，都是这个摄善法。那么饶益有情饶就是这个没有条件的给予人利益那个叫做饶。那么饶益这个有情就是众生就是我们不跟众生谈条件，就把最上圣的佛法送给他，叫饶益有情，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修持就是要从心地做功夫，全部都在心里面在做。那么自在成就能由这个优化十方，手去随愿，愿去哪一个国家一念即能变质一个念头就到达的，不用这个去买机票不用坐飞机，只要你一念就到了。你看要到哪里就一念就可以到达。我们比那个太空梭还要快，我们一念就可以超出太阳系到达月亮，然后到达太阳，现在科学家都还没办法，可是我们一个念头就能够到达，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心理心法就是不一样。所谓的严净毗尼，毗尼就是戒律戒律，然后严净就是我们努力的去修持这个戒律。弘范三戒，弘就是大，范模范，就是当这个三戒的大模范，弘范三戒。然后应身无量，就是化身可以千百亿化身，无量的那个应身。应什么身来度你就化什么身来度，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千变万化的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度脱众生脱离苦海。那么以戒根清净，
所去之处啊，无不呢随心满愿，都能够呢这个随心满愿。那么二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啊，发此实心，心经啊发挥，实用摄入啊，严成一心。所以啊，这个实心呢变成一心，名叫发心住。而前也实性呢，此下言实住，生佛家而为佛子，生在呢这个佛家已经是佛了，可是还没有成就啊，所以呢是佛子，佛的这个儿子。那经中呢前显啊，生法王家，意思呢安住啊，这个华屋，依呀这个密场，无住为住，乃名实住。无住为住啦，所以我们不能真的住了相啊，就不会成就。那么以真方便啊，即耳根圆通，真心中呢，本具实心妙用。若不修啊耳根的方便啊，则终不能发。心经发挥啊，实用，摄入啊，严成一心。前实用摄入本位啊，严成一心，则实心一心啊，本无二体。本来呢就是一个，没有两个。前实性呢位啊是吃住啊，开出。那么此吃住啊位啊，是实性啊合成，名呢叫花心住。那么心中呢花明，如净琉璃，内性啊精金，以前妙心呢履与成地，名次第住。心中呢即实用摄入啊，严成一心之中，为呢依此妙心发明呢妙智，以妙心啊比喻啊如琉璃，好像玻璃透明的，清净啊皎洁，以妙智啊比喻如精金啊，既是精华。所以我们了解好像那个真正100程度的那个真金。智啊不离心，心呢不爱智，所以智跟心跟智啊内外啊明彻，以前妙心啊履成地，就是前面啊妙心，然后啊履成地啊，履啊就是我们这个脚踏的地，仪啊就是用妙心呢就是实用摄入这一心，就是已经啊不用时而是一。那么此心呢即真如啊之理，就是真如的理，即发明妙智啊，以真智啊契真理，真智啊契合真理，依真理啊起真修，屡见啊真如，就是啊实践的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以成呢进去啊后位之地，就是能够让我们一直往前一步一步啊一位一位这个得到那个切实的那个果位地步。一切知行呢由是屡见，所有的行啊要这样的去做实践，这个理护实践，如见柔德啊，先平地基啊，自己啊平也，所以名字叫是地住。那么心地啊摄之，具得明了，有履十方，得无留碍，名修行住。即前履以成地之心，以心呢即智，心呢就是智慧，一即始觉，开始觉悟，以地即理，那个地就是真理，欲即本觉，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本觉，同一解体，
所谓始觉本觉呀，是同一个觉体，照于理呀，理气一致，所以理智啊一如，理跟智啊，是一体的，肉智啊肉理互相建造，故曰呢摄之，摄入啊相知之道，既得明了，全部呢都得到那个透彻了解，即理智啊，具得明了，故能呢得游旅十方，可以旅游十方，上求佛道啊，下度众生，自利啊，又利他，一切呢皆无留碍，广修妙行，大做佛事，所以叫做修行住。那么行与佛同，我们的行为跟佛一样，受佛的气氛，已经接受呢佛的气氛，好像呢中阴身自求父母，那个中阴身呢都自己去追求自己的父母，一性敏通，在无形那个阴间阴性它都会敏通，暗中就会相通，入如来走，进入呢如来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直修一定呢那个种子全部呢都在，名这个生贵住，已经生在贵族了。那么只尚未所修的妙行，与佛形象相同，故得领受呢佛的真如气氛，将生佛家，叫出生呢在佛的家庭，而为佛的孩子，如中阴身自求父母，所以我们的中阴身一定要自己的业跟父母的业相同，则中阴的心相体，性敏难相通，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还没有怀孕那个过程里面都已经经过非常多的这一些这个行止。那若以法来说，以己智求佛智，那么佛之前智好像这个父亲，那么实智如母，实在的智慧就好像母亲，那前就是方便前智就是方便的智慧，阿訶迦舍罗叫做前智，那实智好像母亲，任运相合名呢这个自求父母，自己追求密集果德为因性敏通，就是秘密的要呢有果德才能够跟有这个有因缘的父母，然后父母呢又有修持，能够呢有如来的那一种气氛，师则禀佛遗体出脱生胎，入呢这如来种名生贵族，生在贵族之家。那么既有道胎已经进入呢这个道胎，亲奉呢绝运，就是亲自奉承那个佛的那个后裔佛的后代，如胎已成人相不缺，所以出生以后都非常的形象好看，名方便具足住，尚未入如来种，即是呢由知佛正道之胎。那么亲染之佛前12字这个知佛都有这个前方便，然后这个实际的2个智慧都全部染过来，全部呢都有具备。
则为得大觉法王之真玉女，就得到呢大觉法王佛的那个真的成。那么方便智慧啊，渐渐记足，这个方便前智啊，慢慢的记足，比喻啊，好像这个胎中，这个五味啊已成，这个我们了解说，胎里面六根都具备，这个已经呢全部都已经完成了，虽然还没有出生可是它这个五体都已经有了，人相呢完全都不缺，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五味已成色受想行，那个是因为得要出生以后，六味那个才会有具备。那么容貌呢如火，心相异同，名正心住。这个前智外貌外现，前智外现呢曰容貌，教化众生方便具足曰如火，好像佛教化众生方便具足，就是呢好像佛。那么心相异同，以前知识用了那个前智方便的智慧来资治帮助那个实权实智实在的智慧。那么内照真如为心相圆满，亦皆如佛，跟佛都一样，故曰异同。成正知见故名正心住。那么身心呢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前外貌内心介于交相，合成则表里如一表就是外表，里面都一样如一。同佛身心跟佛的身心一样，日益增长，一天一天呢有利益都一直增长，即道胎日益越增，渐渐呢长成，时刻呢无间故名不退住。以前实性位呢不退心住名同实异，虽然名称是一样，里面的内容都不同。那么前但呢信心不退，那么此则呢自道不退，自在道不会退。那么实生的灵相一直记足，名字叫同真智。那么前位身心合成增长，实生的灵相自应这个记足，这个实呢底下就讲如生如为呢声闻身、远觉身、菩萨身、如来身、法身、智身、虚空身、业报身、众生身跟国土的身，这个生如那么又如来身呢是具10种身，菩提身、愿身、化身、利身、庄严身、威势身、一生身、福身、法身、智身，所以这个如来的这个身自己具备了有10种身，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本体之中都有具备。那么10身中呢，这个菩提华这个智始于内身，那么语皆始于外身。那么此乃如来身中之所开出者，我们呢这个佛本体这个开出的。那么华严经之八地菩萨方具10身，华严经记载八地菩萨才有具备10身。那么经呢八住即有具备10言顿大教，就是从因直接到果位，所以叫言顿大教。那么前后
互相圆融，不能被文字拘住了，然后住在这一些文字里面拘泥。那么童真者菩萨虽得自身具体而微虽然全部都有，可是都还没有很健全，就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虽然全部都具足五脏六腑可是都还没有发生功能作用为大贤者犹如胎满出生六根四体虽具而尘土未散所以叫童真。那么形成初胎今为佛子，名法王子住形象已经完成了，胎已经出了亲得为佛之嫡子，从佛口出，从华化身所以称为法王子住。那么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之国事分为太子比萨利王世子这个长成称类冠典，名冠典住。虽亲为佛子身龄幼小，今见这个长成，故曰表以成人。那么可当这个大任，如国大王以之国事分为太子恐其力不胜任，且先分少分，先分给他一点点视其能力如何比喻佛欲以菩萨受记恐其智力不堪智慧没有办法来这个承受，且先令大佛宣扬摄显佛事，若见智力增长，度生不怖度化众生不会产生恐怖举以受记就可以这个受记为佛。那么大王者即金轮王，为四大部洲之主人。萨利肃善王乃一国之君，故金轮王子之子称太子，萨利王之子称世子我们翻成世间的囝。若据金轮王冠典者华严经里面这个记载转轮圣王所生的太子母是正货身相祭主，坐白象宝妙金之座张大罗曼坐之音乐起大海水是金盆内王子此瓶灌太子典是时即名受王职位那个王的那个职位。菩萨这个受职亦复如是他的这个职位也是这样知佛自随冠其典名为受大智职菩萨彼第十法云地方受是职他的职位要到那个法云地。各位都还知道那个菩萨十地的名称嘛？虽然后面有了，可是都后面还要好长一段时间才会讲到。各位都记得吗？我们稍微这个回忆一下第一个欢喜地，对不对？第二个花光地，第三个宴会地，第四个南贤地第五个眼前地，现前地然后怎么各位都不说了呢？好，我们怎样？我们再一次欢喜地、离垢地、花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然后
这个现前显现在眼前，然后啊眼行，然后不动，善慧法银，法银就是第十个菩萨第10个位，有印象无？听是听过了，要讲都讲不出来了所以就是要多多的欣喜欣喜对我们呢就是非常这个有帮助。所以我们了解说到那个第10的法银地呀才能够受这个职位菩萨位啊最高呢就是法银今14位啊一名灌顶所以啊这个在持阶的位就有这样的那个功效所以就了解说这个是圆顿大教。那么子曰呢沙利王世至啊这个成这个长成成列呢灌顶，表以成人之道亦分得此名也可以有这个名称来称呼。会同比实地是灌顶跟实地灌顶不太一样。那么自发心呢自生贵名就进入圣胎。那么自方便具足一直到童真名字叫长养圣胎。那么自法王子住名叫出胎。那么自此乃名灌顶王子而乃13男子成佛子，今呢成佛子，具足无量如来的妙德。十方呢随圣名叫欢喜行这个叫实行位的那么前10住生佛家而为佛子。那么今实行广6度而行佛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一层一层摄物利身，收摄万物来利益众生。那么所谓念念具足之波罗蜜也所以念念都具足到彼岸，到清净的彼岸。然行人虽多呢，耶之不吃10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把那个10度稍微的这个提一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10度这边有没有写或5度这个慧度开出如是修习10住即以灌顶受持，成为之佛的真子，而且具足如来场中呢无量无边的称性功德，行以6度，令之众生呢悉皆满足，生欢喜心。所谓自利利他，名的叫欢喜行。还剩下20分钟而已留给大家提问，好不好？哇，拢无力啦。好，请说。他说，这一经里面有讲说，地大的下面是水轮，水轮的下面是金轮，金轮的下面是火轮，火轮的下面是风轮，风轮即空，空即无名，无名从本觉而来，而经文是说无名再是空、风、金、火，这样顺序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是从大略它的那个纲要来讲，所以我们整个就完成本来就是唯一的那个佛性本体是本来是没有这个
山河大地万象。可是因为我们呢，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以后啊，才产生整个山河大地。那山河大地的形成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有这个原因怎么样能够存在？就是我们里面它有详细的那个解说。那我们呢了解说，以现在的科学家来讲，不讲到那个无明那个不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啦。他们研究呢是以这个宇宙虚空宇宙虚空，然后那个蛮遥远的地方呢就稍微搁着放着，然后先讲我们比较近的太阳系就是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然后太阳、月亮、地球先呢讲这个比较接近我们能够了解看到，然后再看我们整个生存的环境地球的外围就是大气层各位填写，大气层依赖什么？空对就是这整个这个大气层就依赖空间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空间我们才能够存在。那我们就是了解各位填写，我们这边呢就稍微提一下，这个空原来一个，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空是不是把它划分东西南北，有没有？然后划分以后你看我们这个空里面地球运转就有白天黑夜然后就有时间白天12个小时，黑夜12个小时这样运转所以时空交叉宇宙就是时空时间跟空间。那我们了解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一个空这个空性就是我们佛性。可是我们因为一念妄动，然后才呈现是一些万象我们万象是从我们的佛性起心动念才形成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归本位就是先把念能够去除掉念去除以后，我们回归本位所以我们从整个空然后来就是从一本，然后散万殊，散落于我们整个宇宙空间。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在宇宙之间是非常的渺小，它很小了所以以前呢，或许去那个天文科学教育馆，台北天文馆去看那个宇宙探寻，才了解说那我们平常在计较，真的是太微乎其微了这宇宙这么大，它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我们这么亲切的真心佛性，我们只要小小的一个形象，我这个身体，那我这个身体我又不能把握，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因缘际会就生因缘消失就没了，一口气不来身体就消失了。可是我们造的业一样在虚空之间，所以就讲说呢，这个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果报还自受，就是在讲我们在凡尘这个虚空之间你种了业因起了什么念头，它一定都有果报了。那我们修道就要从这一些很无稽的地方着手所以在讲我们那个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你看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有石油？我们为什么地会有热？所以整个空，
然后啊我们来大气层风然后啊有金，我们了解说形成啊我们整个大地啊金就是地之精，地的精华就是金啊，金嘛是地内底上精华啊，因为有金的存在，所以整个大地啊形成不会塌陷变化啊，所以整个啊五行呢就在我们生活里面。那我们了解说这个是现象，那我们呢一定要有一个啊没有形象的来支配啊这个现象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落入有所作为的去支配宇宙，宇宙它自然而然运转，都在呢道的本理之中。那我们把凡尘的万象万事啊，全部都不互相牵连，也没有相杀相盗，不偷盗了，也不杀生了，那已经都没有欠也没有负债，那我们就可以啊回归到原来本来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恢复到本来天地啊，我们了解它有一定的运转那个那个范围跟运转的时间。那我们大致啊以往的这一些圣贤都把他们稍微研究啊，说一个元会啊有129600年，一元12会，一会呢10800年。那我们就在这个整个6万年没有众生，6万年有，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面一直在运转。然后我们在这个元会里面走入啊五位交替，5位过去了，进入位，然后位会以后啊生幼，还有2个会啦，2个会啊2万多年，所以我们了解129600年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那不但我们人类的灭亡啊到了位生幼，到幼以后就人亡了，虚脉啊天地混沌了，那又下一个元会啊又开始，那开始以后啊只会开天筹会辟地啊，到隐会的时候啊我们人又来降世。那什么人要来啊？就是我们现在种子不昧有求道，可是你没有修，有各行善的那一些那个团体，他们所修持的也都很努力，可是没有得到受记，没有真传，所以啊他还是种子不昧所以那个种子不昧的到隐会的时候啊又到凡尘来降生了，又出生了，出生又经过这样的这个丑子丑寅卯辰巳午，到午会的时候就又到现在了。所以到下个元会啊，各位同学，我们可能又坐在这边研究心理心法没有回去的话我们又是在这边研究所以要了解到他一直绵延不绝啦，没有休息的。那我们种善你就享福，种恶你就受苦受罪就这样呢在六道轮回。那我们人我们一生假如说是60年一家季60岁，那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元会里面我们已经有1000生了生死1000次，可是呢我们不可能说保着人的身体，一定有做不好的时候。那么落入畜生道鸡3个月一生，那我们人的60年他已经多少？210，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的1000生出生的鸡的话要多少次2万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凡尘没完没了啦，就是那么久的时间都在轮回。
当我们没有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苦吗？不知道。知道修道吗？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们就可以看现象，这一些我们喜欢吗？我们很快乐吗？我们一定会觉得说，大概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不是都走这样的路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定要正确，走路修持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才是真，是实相，不会变化。那你假如说分析去研究那个很多的有一些你一口气不来，对你没有帮助。可是你研究你的佛性本体啊，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你研究了以后，可以启发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万事万物。那凡尘的万事万物，你都用佛性来应对，不造业啊，不会造业，因为佛性出来没有对待，所以我们呢，不用受苦，所以啊，已经呢都已经可以啊，在凡尘之间，我们就可以解脱了。那等到一口气不来，没有业力啊推，所以我们啊被业力推到现象来。不来可以吗？不行呢，一定推来。像我现在生活之中遇到的事情，我们说我不要遇到，可以吗？是不是来了你一定要对？所以这一些啊，都是业力的呈现。我们造的业啊，业因没看到，果报是现在眼前呐，我们要去应对。应对啊我们的果报所以这一下这么明显让我们知道，我们呢假如说启发佛性来应对凡尘，那已经都没有业，没有业啊，没有生没有死啦。等到我们这一生最后这一生还给天地啊，水有风土。那我们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啊，就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合在一起呀，就回归本位了。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啦，比我们求道还要超越。所以我们和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说呢，一定要研究啦。老师只有保证我们万八逍遥，没有保证永远哦。那我们修啊，可以超出，可以永远。那何乐不为呢？这样了解吗？好，请说。在《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离心。”请问三缘是什么？三缘。缘分的缘。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离心的三缘。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生缘我们的会生的原因呐生缘，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又会造。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在聊我们自己的那个果报，可是我们在聊我们果报的当下我们又在造所以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讲我们呢就是有一念妄动以后然后有凡尘现象，然后有凡尘现象以后我们呢才能够有身体的那个托依所在。那身体托依所在就会形成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相续，然后我们的众生相续，然后业果相续。这个三缘三个缘都不会断都绵延不绝一直在延续。那我们呢就是了解我们只要生活之中不随缘，不随着缘我们把随着世界的缘去掉，随着众生的缘去掉，随着果报的缘去掉，
三缘啊，已断掉三因啊不生，我们就不会再凡尘啊再出生再有现象。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了解最重要啊，是从我们内心建立，建立啊，在真理透彻知道，所作所为啊，从思想都有关系呀。我们念，不要以为说这个念啊无害啦，无害人，无浪费，不用急，没有关系的，不能有这个念头。只要你起心动念了，念就是业啦。所以我们这个三缘要断这个三缘呐，所以啊，我就跟我们讲不随两个字我们在凡尘之中不随，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不随啊！现在各位听懂吗？不随，不随的世界。我们世界在流行什么这个潮流啊，大家追着在追求什么？我们不随，不随世界，然后不随众生，现在众生呢，他所着重是什么？我们不随，然后啊，业果，我们众生所造出来，业果，我们不随，三个啊，只要你不随，那个三因就断了，三缘啊，它就不会再接续啦，它不会再继续落来啊。所以这个导师问得蛮能够中肯啦，就是要我们直接能够注意到的地方。还有吗？还有啊。那一句里面有一句“得陀罗尼度佛之见”，得陀罗尼有表示说是咒，是说咒，是咒的咒吗？什么咒？那个陀罗尼翻成我们中文啊，叫做那个智慈智啊，我们朵慈啊，朱旗呀，智慈，我们了解陀罗尼就是咒，比较我们了解说翻成中文啊，让我们能够一下子说，它的含义大概是什么？就是咒。那咒呢？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呀。所有的万法我们都能够你治了，你带伫所有万法会当甲摕出来用，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叫陀罗尼，叫咒。所以我们得陀罗尼，就是已经得到啊，你所有万法你都能够住，能够全部知道，能够拿出来用，所以那个一进入到那个佛的正知啊知见，佛的知见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有一些啊，虽然它文字很少，可是它的含义啊却很深很大。那我们就是了解说，归到最后还是到我们心来，因为我们的心啊，包含万法，包含天地的万象万事，全部都包含在心啊。所以我们的心啊，这整个一心，就整个法界，就是这样，所以陀罗尼导师比较这个我们去了解的话，咒语只要是你持咒的，都叫陀罗尼；持咒的，就叫总持啦。所有万法你都能够掌握总一切法，然后持无量义，无量的义啊，你都能够持用，能够受持。所以那个叫这个总持陀罗尼。还有吗？还有啊，1分钟而已哦。在《楞严经》里面有一句是“名曰即妄即真，妄外无真，真妄不二，名为大圣妙道”，这是错的。和刘讲师曾说过的“妄想原来是真，除此又起一重尘”的分别是在哪里？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
应对众生的时候啊，一定要了解。假如说众生还没有修道，也没有研究道理，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讲，妄想原来本是真。这样跟他讲一句的话，安尼我平常时的妄想都拢真的啊，咱都拢唔免去改就好啊，我都安就好啊，我就不要改变了，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讲甘露啦，咱用的不对，这样砒霜啦。本来你要救他慧命啊，结果是你害死他。所以有时候的文字它没有对错啦，看我们用的人啊，用的对不对时机。你时机用对了，砒霜变甘露；你用不对了，甘露变砒霜。所以我们了解到就在我们的心呐，看你心是用什么心，是用帮助众生的心呐，那个出发点就正确。你就是要用这个帮助众生的心为出发点，然后所说的你可以斟酌。你看要怎么说，使他进步，使他明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先贤，大家好。科学占道天师的老天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或许机会随讲。我们的这个楞严经呢讲完了以后啊，我们来是准备讲维摩诘经，对不对？那我们在维摩诘经之前我们想说先来讲这个金刚经，要不要啊？因为本来是说我们大家都听过了就不用再讲。可是呢，这个有钱说这个现场的那个感受不一样啦。要不要再讲啊？那我们楞严讲完讲金刚，金刚讲完再来讲维摩诘，这样好不好？我们讲到第几？189。在后面的不是从那个那个地方开始吗？善能利益啊，这个善能利益啊，一切众生。名啊，劳逸行。这个戒德啊，备于己。我们也就是了解说，我们在完整的生活啊，有一些我们需要自己就是自己要去注意，然后自己要自爱，就是呢不要有一些这个违反一些那个道德方面的事。所以我们这个戒德啊，都具备，我们全部都具备。所以或许都有讲过啊，有一些场所我们不能好奇，说没关系啊，我又没有这个沉在其中，我可以去看一看啊，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像说那个各位知道那个跑吗？知道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那个场所啊，我们就不能好奇的去这个进去里面去参与，因为他会把那个兴奋剂啊放在那个空调，那空气一放出来以后我们要呼吸我们就已经吸到那个兴奋剂，然后我们就会精神很嗨，知道吗？这个国民小学都没毕业
竟然也会知道很爱，那个是我们这个凡尘流行啦，都流行说那个很兴奋那种情形叫做很嗨，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是受到那个药物的影响，已经吸进去在体内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都会很妄想啊，很快乐，那你会着迷。那往后啊，因那个场合都有就是一些人在推广那个摇头丸，还有那个K 他命、安慰他命，那你会不知不觉就呈现在其中。那我们要了解那一种毒品你一沾而来以后啊，那个膀胱变得很饱，所以往后都要保留住啊，都一直会想尿尿，所以那个地区啊，我们就不能参与，不要好奇，不该去的就不要去。有时候啊，这个凡人为了要赚一点钱啊，就用尽那个心思啊。你回来了以后会想，我去那个地方啊，很高兴，很舒服，你就会想再去，对不对？那目的就达到了，赚到你的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去好奇呀，去探险，不要。我们规规矩矩啊，这个修持，规规矩矩生活，越简单呢，越容易修道。所以戒德啊，备于己，具备我们全部都具备那个戒德，就是不能做的事情啊，我们就不要做。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自己内心会知道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那么感化乘以万，这个感化，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的是解说也蛮深的。这个感化就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去感化别人，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都会互相模仿，对不对？我们做好了别人也想学我们做好，那我们也一样，看别人做好，我们也想去学，所以这个感化乘以万，我们可以这个感化别人，当然我们要先自己认知的，就是在朝这个圣贤的道路我们前进，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有一些他会受我们感化，他就会跟随我们走，所以度化众生会比较容易。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说不参与办道了，我们是很努力办道，要使众生都能够成道成佛，是很努力的。不要错觉以为说一研究了以后这个道场都不参与，有没有这样？很多都说迄若去听心理心法，拢无爱回来道场，或许听了难过嘞。我们这么积极用生命在度化众生，对不对？竟然被这个误解说，我们都不参与这个道场的那个办道，不对的我们很努力的是用生命在度化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够成道成佛。那么即所谓不言而信，不话而行不言不用你讲话你就能够把那个信表现出来，不言而信。我们那个信本来是人言嘛，人在讲话叫信，那我不用讲不用讲话人家就会相信
各位学员相信什么？相信佛性呐、所以信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很重要。不是要相信外面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佛性就是佛。所以我们不用讲话，做出来呢都是从佛性发挥，都能够让人相信。所以不言呢而信，然后不话呢而行。我们呢不用去教化众生，可是我们已经都在行持教化众生。都已经在行之中都在教化众生。所以呢不话而行。那么不劳费力，就是我们不用我们有为的那个方向，所以不劳费力。而力无不周。就是我们不用呢有为的那一种方式。我们用了佛性本体无为，然后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力无不周，就是很周遍，周遍圆满，周遍整个空间。那么《华严经》呢就有记载，令一切众生这个自无上的界，乃至菩提涅槃。就是我们要使所有的众生呢都住在无上界。这个无上界就是最上的界。那最上圣的界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心地从心地做，不是从外表行为啦，是从我们的内心心地。所以这个无上界非常高的层次啦。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很难去做到。为什么？起心动念破戒。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都有了。那我们都破戒怎么办？所以要守这个无上戒是不是很难？可是我们要先知道了，先知道说最高的戒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全部不起心动念当下就是佛。不起心动念就是佛，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太容易了，所以我们成佛就不容易了。那我们可以信念往后起心动念没关系，你先知道起心动念是什么内容，掌握，能够掌握我们的起心动念。念头起来了，你都知道你是在起什么念头。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去控制，控制我们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都能够掌握，然后到后来就可以真的不起心动念的都不念。那没有念就是正念，没有念以后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所以那就是无上戒最高的那个戒力。乃至呢菩提涅槃，一直使众生呢进入那个菩提，进入涅槃。菩提就是觉，使众生呢都是觉。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可以说不知不觉。各位在生活之中都保持觉了没有？大部分都是突然我哪拢袂记哩，袂记哩就是不觉啦。我们都是不觉所以只要我们24个小时全部都是觉久了以后就变觉者，那觉者就是佛啦。所以觉就是佛，不觉就是众生。所以要保持觉。觉就是菩提。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佛性本体就已经是不生不灭。我们呢就是要知道
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然后时时刻刻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那么又呢是得度令他得度。我们自己已经得度了，然后我们也要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都能够得度。各位得度了没有？乃至自快乐，令他快乐。我们要自己快乐，也要呢令我们周遭朋友也都快乐。各位现在生活上快乐吗？要知道呢，我们越修呢就越快乐啦。已经呢烦恼都离我而去没有烦恼了，都很快乐。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知道，假如我们是都很烦恼，都很多的一些这个障碍，那一定要马上找出它的原因。因为方向已经不正确，才会烦恼，才会很多障碍。那我们一了解了以后把这一些拼除掉，就快乐了。快乐才是正确的修道方法。故名呢，这个老易行就是呢能够把利益给予众生，无条件把利益给予众生。那么自觉他得无畏惧，我们能够自觉，自己觉悟了，又能够呢这个觉他，觉他呢就是觉悟别人。我们自己觉悟了，也能够觉悟别人。所以这个就是要先从自己努力自己能够知道怎么修，怎么样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真正的做了，然后也劝别人我们一样，能够先找到呢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就可以自觉觉他，到觉醒就可以圆满。那么得无畏惧就是违背跟那个拒绝我们了解这个没有畏惧违背跟拒绝。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完成要的每一样都顺着我们的心意大概是不容易都会有畏惧违背跟拒绝就是不苟同我们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得无畏惧就是你在心中里面人家这个不随你的意思你也不会这个生气。我们大概都会多多少少啦，心里面会很不高兴会不会？都会啦人若无顺咱的意思咱拢就无欢喜的都会这样子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得无畏惧已经得到没有那一种这个不管是顺还是不顺呢，我们都不在意因为这个都已经是凡尘事啦顺心不顺心如意不如意那个都是凡尘的生灭变化的事不要在意我们记录那个觉才是重要，所以要自觉然后要觉他。那么名呢叫无嗔忿行，没有嗔恨我们要在凡尘这个没有嗔恨做起来不容易说得很容易要像个那个伦理堂要讲说对面都是知心友，两旁呢既无碍眼人，没有妨碍我们眼睛各位学姐能不能做到
对面都是知心友，两旁既无碍眼人，都没有妨碍我们眼睛啦。因为我们看到那种平常跟我们都是很对立的人一来了，一定碍眼，所以都无碍眼人那也真的很难，不容易。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也都是凡尘事，一转眼就过了，无常变化都是假的啦，不管这个顺与不顺的，都是假的，很快就过了，所以这个常修华人，名叫呢无为具行，华人。各位有没有修无生华人？知道无生华人的含义吗？就是我们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动的，叫做无生华人，简称叫做华人。华人安住各位把它记得熟一点，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把心安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不动，心呢都不再动了，叫做华人，无生华人。凡有入来为惧不受，即是呢不忍；今无为惧即是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了解说，在文字方面讲的话，有所谓的侮辱我们呢这个侮辱别人，受别人侮辱，各位先生，我们在真理方面来讲。因为没有你有他，所以也没有侮辱人的人，也没有受侮辱的人，这样了解吗？我们凡尘这个现象存在有是一种侮辱，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佛性里面因为佛性里面没有你有他的分别心，所以没有加入侮辱别人的啦，他也没有受辱，没有受别人侮辱的，没有两面都没有这样知道吗？两面都没有了，叫做华人。我们在无生华，没有生也没有灭的华，安住不动，这样了解吗？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点茫然了，会很深吗？不会就是要了解到凡尘的现象都是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就没有，所以现象都是假的我们要在生活之中学习离相，就是离开形象形象是有，可是我们心里面已经都没有，心里面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实在的外面是有形象，可是形象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就不要管它什么变化了，我们就安住在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上面这样就笃定了笃定了以后就不会随着外面高兴的时候笑不高兴的时候哭，不会了啦。所以我们也不会喜欢去看8点档，因为一看了要跟他笑，要跟他哭对不对？都是假的真的是假的，都是假的嘛，那么拢假可是我们就是这样自己都投入假的里面，然后要过得很怎么样？我们投入现象过得怎么样？起伏很大，对不对？我们人生的起伏变得很大。那假如说我们是安住在自己的佛性本体那就没有了，没有起伏啦，整个都很笃定，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心啊一定了，我们心一定以后啊，智慧就有，智慧有了处理事情啊就圆满。那假如说我们心不定，心浮啊，没有智慧，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就手忙脚乱，就颠倒错乱。然后我们了解说，都是我们啊，看看要怎么样生活。那我们可以选择啊比较理想的这个生活方式，先把心笃定，安住在自己佛心上面的，都不动华人，能够呢得到无生法忍，这样呢对凡尘的不管顺或不顺呢都不在意了，已经不在意了，有不在意，已经都离相，离开形象，离开形象就已经啊是佛了。所以4个字啊，离相名佛，还记得吗？很简单细离俩啦，离相离开形象，名佛就已经是佛了。只要我们离相，各位姐，形象都是假的啦。我们住在形象很烦恼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自找烦恼？是。我们的烦恼自己找的啦，还可以不要。那种假没烦恼，都不要。所以我们就要学一切不受，环境给我的所有一切啊，我都不接受。为什么？都是假的，还那样没？先了解了，我们才慢慢做。不可能说一下子你就可以到达。我一切不受。一切不受是我们内心呐。那我们外表形象还是要应对。那应对啊，一定是要该什么要应对呢？都有恰到那个好的、恰到好处的角度，我们去应对。可是内心啊，我们都不让它进入。完成事啊，那进入内心，一进入内心啊，会污染污啊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呢要保持清净，不要让这个凡尘事染污，染得很多尘垢了，凡尘的污垢。凡尘污垢一染多了以后，我们当然过得就很恶浪，过得不如意。那么无量骂力呀、打入，皆能欢喜呀忍。这个文字虽然是这样，可是假如说这个无量的骂入，打五入，我们这个受四等皆以素在筹避复行人道。皆无始来，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亦如来，不闻正法，以尘劳之中，华尔人转，只被名为可怜悯者。这一些人十类的人都很可怜呐，就是不亦如来，不闻正法，在尘劳之中呢，这个华尔人转，就是六道轮回啊，这个。都是很可怜的。那么此警示呢，既得为人，难得而易失，人生呢很难得，很快就失掉，切以珍重爱惜，无始来将生相导，不忘呢这个在以命为征在而相生，如人时为养。养死为人，无所命呢而相杀，不如护我命，我还汝在，不亦如来出世不闻知佛正法，悔过自新无言解脱，以尘劳之中呢，华尔人转，此辈呢名为可怜悯者。二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想。曾想故行，由于山林，人不及处
人拢无去的所在，有10种仙。那么使仙去呀，与前之实习呀，那个实习因无关，不依本觉真心，修三摩地。这个10种仙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说，因为还剩下10分钟，交给各位提问。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啊？218。9分钟而已哦，有没有要问的啊？我们在完成这所有的一切呀，都是有因有果。那我们有想有想了，有请了，然后就落入那个无底深渊呐。这个存想上天辉，存情啊下坠到这个苦海中。所以情跟想都要这个去除掉，然后再完成的所有一切作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本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本来具足，只是我们累生累世都不明了，然后造了很多的那个过错。我们自造就自受，这样呢，人为不息呀，就没完没了，然后不修的话，那一样往后再经过几个缘会我们一样还在轮回啦，一样出脱不了，所以一定把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融入生活之中。不要听归听做归做两回事，这样听就没有用了。一定得要听了，然后就做。能够做了以后我们就改变了，就可以超脱这个完成。那完成超脱了，我们就恢复本来每个都是佛，都是菩萨。有没有要问的啊？还剩下8分，没有人要问没有人问要下课了有没有啊？今天讲的比较快又比较多了，因为这一些我们都当常识来看。我在讲那个实习因六交报都是讲那个极恶的众生，那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到那个极恶的状态。所以我们听一听就知道就好了，怎样都好，我们不进入那一种状态。有没有要问的啊？我们好，请说。我们因为有短期现行所以在6道轮回受苦受累嘛。那我们科目跟6乘64就是18地狱。那或许有看到有一个段，他说无念无相无住。那如何达到无念无相无住？是不是有无念无相无住，我们就不会6道轮回？好，请说。因为呢，我们这个从根源来讲，我们从这个无极然后落入现象，落入现象了以后自然形成，自然形成了以后，我们都有这个6根，然后面对6尘，产生6识，很自然的现象。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在这个自然的现象之中，我们不知道呢，这个趋吉避凶，不知道，所以或许这几天这几个礼拜讲到那个易经就讲
1、2、4、8、7、5有没有？6个数啊，就是轮回。可是我们都会走路啊，我们开始1嘛，走路2就起心动念嘛，然后起心动念就有思心了啊，然后思心会增加，就2个音，然后3个音，那2级了，已经到达不行了，我们就想行善，1阳、2阳又3阳，是不是一个轮回了？所以1、2、4、8、7、5，1、2、4、8、7、5，就我们走在这个四目里面啦。那里面你看有36啊，就是缘觉跟声闻，它就属于已经跳出6道，跳出6道都已经不在那个6根的那个里面的啦。我们6根面对6尘产生6识啊，就没有那个36啊就没有这一些啦。所以我们一走出了36修持的久啊，我们修较久嘞，较久嘞，36加起来就9了，9就菩萨，那菩萨回到圆满10就圆满了，就是佛，所以我们从那个根源，知道说我们选择啊，我们在凡尘的选择，我们一走路啊，或者就讲我们走在2啦，对不对？2边啊，各位有没有2边？所以就是2了，对不对？那我们会走到4啊，会不会走到4？会不会走到8？所以1、2、4、8，我们就很自然的被那个气数引导，1、2、4、8，一直啊，随着凡尘的潮流，我们跟着走，就是这1、2、4、8，然后回想要做好，就7、5，然后1、2、4、8、7、5，轮转不息。然后我们36就已经跳出了，不在6道，就没有那个6根对6尘产生6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就是引导我们的走向。只要你走路修道，抽坎田里，走路修道，你就是已经不在6道轮回，最起码心境之上就已经没有了，没有6道轮回，已经没有。那我们36啊，只要修持的久，它一定呢到菩萨，那个加起来36加起来那个9的位阶啦，一定会到。所以这个很简单扼要明了，就从我们要怎么样，6根面对6尘产生6识，怎么去改变？大概假如说我们投入我们一定用6根，然后面对6尘，一定产生6识。我们把6识都当成心，这个心啊是生灭，是事心，是变化。我们都被着变化拖咧公司啦，都无停止的时阵啦，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想怎么样来引导我们6根，不走入6尘，不产生6识，一样可以的啦。我们引导我们的6根，走向声闻缘觉，走向抽坎田里。这样就整个生活都改变了。那生活一改变了以后我们整个身心都变化，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比我们投入在6根6尘6识里面来钻研还要来得殊胜。还有吗？还有2分钟，还要问的吗？好，请说。刘讲师好。刚刚讲那个声闻缘觉，那阿罗汉它是什么？阿罗汉是声闻，阿罗汉声闻，那个缘觉叫做必诸佛，必诸法就是缘觉，阿罗汉是声闻。我们走路阿罗汉跟必诸佛，那个是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过程啦，不是说我们要到那个位置啦。一个过程，我们先走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已经是抽坎田里，就已经在修了。
等到我们熟悉了，功力够了，自然就走路啊，陆地呀，实地呀，实地就是菩萨。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得老贤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217页，最后217页的最后2行。我们呢，这个《楞严经》讲完了之后啊，我们讲那个孔子十义，那个就十义儒家思想啊。虽然它是十义易经，可是全部都是孔老夫子讲的。那孔老夫子呢是儒家的教主，儒家的头啊，所以我们讲儒家思想呢，就讲孔子十义。各位找到了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若复有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就是呢不按照正确的修持方法，然后别修妄念，就是他异想天开啊，要这个成仙，那么存想固行。在我们念头里面啊，兼顾我们的形象，就是我们身体的形象。那由于山林，就在这个山林，人呢不几处啊，就是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他到那边呢去修。那么有10种仙，那么先去啊，与这个前面的10习因呢没有关系。不依呢本觉真心呢修三摩地，就是不按照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来修，而反修呢这个虚妄的念头呢都已经不正确，拨弄呢精粉，就是在身体方面做功夫，那存想固行，以求长生不死，就是存着念头。把自己的形象把它固定化，让它不要变。殊不知呢，欲求长生则可以；那欲求不死实在是空也，没有办法不死的。那么纵使呢，生命有到达1000万岁已不过呢后死而已，比较晚、比较慢死而已，所以都会死。那么宝镜书这个一本书里面记载，但凡存想，便是呢妄认眼缘，就是我们呢不正确的来认识，那个缘就是我们在凡尘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缘，然后留下来的那个影子就是眼缘，所以我们记忆之中呢。全部呢都是眼缘，但约固行，要固定我们的形象，便是妄认呢这个色身，把这个色身呢认为是自己的，是实在的，不会灭的。那么即佛所谓错乱修习者此也，就是修的不正确。身体是假的，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聚会借我们用，是假的。我们把它当成真，然后要修呢，它就不变，那也真的是妄想。那么不依正觉的本觉真心，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发起始觉妙智而修楞严大定。这个楞严定就已经成就了，到佛的定就楞严大定，以正究竟坚固，那个究竟坚固之理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是究竟坚固之理，而反别修呢妄念，
承祥故行，就是忘本，已经是忘，开头就已经不对了，那么正脉，里面记载，那么山林，人啊，就没有到达的地方，即名山，洞府，神仙呢，隐居，这个地方，人既不及啊，彼独能有，则技啊五通，他已经修持啊，具备了有五通，才可以到达那个人啊都没有的地方，他可以住。那彼之众生，坚固无耳，就是众生，这个坚固来无耳，就是吃啊，在吃的方面，一直啊，就是要使这个身体呀，就能够定型，而不休息，这个食道严成，从食道从吃的方面啊，去严成，名呢地行先，从那个地行先。坚固福耳，为呢这个承祥坚固形骸，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么由于服食那个药饵，就是甲油啊，要顾身体拢袂变化。那么以之药物啊，泡炼修治，委婉做饼，服食不休，一直呢，这样呢，使身体呀，能够长存。而的功效啊，为食道元成，身壮啊寿长，身轻啊行速，可以啊身体很健康，寿命很长。那么身体很轻呢，走得很快。那么第二种先，兼顾草木啊而不休息，这个一样呢，从药道呢元成，名呢飞行先，兼顾草木呢。有服食草木，承祥坚固啊形骸，和尚枯药饵啊，不够生熟之分呐，一个青一个色的，上面那个饵嘞，它是属于熟，熟食啊，已经煮熟在家。那这个草木啊，它是属于生的青，那么为不掺烟火时啊，就是不用那个火纸，但服那个紫鸡黄精啊，松柏之叶，服食而得功效，这个对我们来讲啊，这个以往啊，就有一个那个故事啊，说，那个婢女这个。就是不得那个员外的那个疼爱，然后他就跑了，就是跑离开员外的家，然后就到那个山上去游荡。那因为呢没得吃了，他就去挖那个树根，那挖树根来吃竟然去吃到那个我们那个中药之中的那个补了黄精，然后那个员外就是到山上去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婢女就是想要抓他回去，竟然那个婢女会飞，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对呀，就是这个因为之前或者有讲，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因为是地生长的东西，所以跟地结的缘很深，所以脚不离地那假如说我们不吃地生长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飞。各位同学想想看，什么是地所生长的？往后我们就可以飞了。不用坐交通工具，我们直接用飞的。然后后来那一个员外就是想办法去家里煮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就是把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就煮好了以后就拿到山上去排列在那个山里面让个婢女看到，然后去吃
那个杯你真的就看到那个员外送过来那个好吃的东西啊，他就贪吃了，就飞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吃地生长的东西呀，才飞得起来。你吃就不行了。那么第三个游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那么化道圆成名呢就叫游行仙。那么由于呢烹煎圆红这个炼养丹砂，纯想坚固就是想身体就不会坏掉，故能呢这个化形易骨，点石呢成金，为化道圆成超脱呢而有这个世外游行仙。那么第四个坚固动直而不休息，气经圆成名呢空行仙。动以运气调身，止以养精，安神。动止以时就是这个动止都按照时间，那么起居都很谨慎。练精呢还气练气还神，练神还息，然后练息就合道。故得精气两化，形神俱妙。为呢这个气经呢圆成，成云玉龙，游于虚空，空行仙。然后这个第五个坚固精益而不休息，任得圆成名天行仙。那么上出呢就是我们为吹出来为精，然后下咽为意，那个吞落去。那么即所谓的古天池咽意液，能令随生这个水降。那么水火这个应该是随生火降了那水火既济而结内丹，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心里身体里面做功夫。那么内外呢融通的以物无类，为任得圆成，那么游乎天上。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导师可以用这个精义因为之前我们都有讲，我们画的那个仙佛他的净坛都倒下来然后水就流出来，那个叫甘露水，甘露。那么留在我们这个大地之中那我们人要怎么样来接这个甘露？就是我们舌底上颚，然后会生口水，然后我们把口水吞下去连续大概1个礼拜就这样做的话，那口水会变很干。那往后你一直做就不用喝饮料。它都会滋润我们整个身体那个叫甘露水。而且身体的毛病因为那个免疫力比较强，身体的毛病都比较少。这个是假如说我们有恒心耐力来做，功效倒是蛮快的。1-2个礼拜就绝对有功效。你1-2个礼拜之中你就会发现你的口水怎么这么干这么好喝那个才会发现不然我们现在口水各位口水什么味道？不会很喜欢可是真正的你这样底上颚，只要你有空的时候你就舌底上颚，它就生口水，你就吞下去。然后口水这样一吞下去了以后你再舌底上颚，然后再生再吞，1个礼拜绝对不一样，口水都很干那个好像蜜一样的很干，那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可以去除一些毛病
哦，所以这个金鱼对我们来讲哦，真的是有用。那么坚固啊，哦，精舍而不休息，哦，西翠啊，连成，名啊，通行仙，就是采日夜的经法。哦，所以这个哦，在以往啊，我们日夜经法比较不容易去采到，哦，要大部分都是要在这个上好时间是冬至当节当节那个天地就开始生花，那个进一阳，那个时候我们用也是很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一般的打坐都是求那个时间，像我们晚上11点，那个时间也是进阳，那到中午的那个11点，它就开始进阴了，就阳满进阴，所以进阴的时候我们就不采用，进阳的时候你采用，会吸收这个天地之中的微量的精华。那我们种五谷不管是小麦或是我们种的稻米，它要成熟的时候就是芒花个果伊就要结穗，芒花结穗那个时阵因为现在很多农药啦，不然那个时候我们去那边呼吸深呼吸会吸收那个五谷的精华。那个比在吃补都还有用，可是现在都很多农药这个五谷的精华没吸到吸到农药一大堆，当然要混回去，所以就不适合，都是要没有用农药的那个地方像一些有机的那个花莲那个台东他们没有用农药那个倒可以他要芒花结穗的时阵你去那个田那个稻田然后去那边走动然后能够深呼吸，你就吸收到五谷的精华所以以往一些修持者都会讲究天地对我们的帮助的。那现在我们就很少了都来买药来吃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吃那个补药就没有用天地自然天然形成的那个精华。所以我们说采日夜精华那个都要长时间像那个魑魅魍魉它也是采日夜精华，可是它都几百年几千年然后才形成那个山的那一种妖怪它都没有恶心跟着我们众生它都会玩弄的心而已没有作弄的心。那假如说我们有这个行功力的佛性又很亮，那魑魅魍魉它保护不会伤害那会去作弄的对象都是没有这个行善又没有佛性又没有亮，所以他会去作弄它那个一作弄我们都受不了了。而且之前不是一直讲那个观音瀑布在那个天野佛院后山观音瀑布那个三花一毛屋的去那边游览2部游览车嘛然后2个坤道消失无看去找拢找无对吧，然后经过2夜3天然后才找到的时候他说第一天他们那个走失的那一天他们一大堆人在找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离他们就是只有10公尺而已那个记者听到说10公尺你不会行出来修你叫我怎么写这个读者怎么会相信他说真的就是这样，我一直叫走不出去一直叫你们都没有听到所以那个就叫魑魅魍魉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人烟聚集所以很少遇到这个东西
像或许小时候啊，就很时常遇到，就是乡下都有那个竹啊，伊会转倒来伫迄个路的，咱个马路咧行的路啊的顶头，那竹啊转倒落来，他要捉弄人你不要把它跨过去你一跨过去啊，迄个竹啊转压起来。你的人你就可以压在边啊压了，所以以前的魑魅魍魉很多，而且或许的弟弟啊，被那个魑魅魍魉拉到那个龙华堡去吃牛屎，然后我们就问他牛屎你也吃就，他说那个吃的时候啊，那个是大面啊，不是牛屎，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啊，老一辈都有那个经验，所以啊，隔天的晚上啊，那个魑魅魍魉又来带我弟弟又要吃去这个龙华堡吃牛屎，那或许的祖母啊就很大声把他叫，叫的时候他一惊醒过来，那个魑魅魍魉就走开了，所以他没有恶意，只要捉弄你而已啦。那为什么要捉弄？就是你都没有行善，佛性也没有光，所以我们修道很有用尤其要培养浩然正气。所以那个日月精华对我们人的影响这个呻吟霞是彩色这个翠气浅通，翠极日月云霞是精粹。味呢吸醉严沉，形呢以气化，神以悟通，可以观金石啊，道水火，任运无碍，而以造化交通，叫通行仙。那接着坚固咒技就是那个咒符符啊，那个学那个术术。所以史方面的，而不修习，助法圆成，名道行仙。这个持咒呢，则延年益寿，然后富国佑民，境界呢，则指示戒欲，降妖呢，却魔，咒呢是咒术，法呢是禁法，咒着符，施符。与愈疾病，禁毒，驱魔，以利群生。那么将此道以养生，推此道以济世，这个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不是要害人的。那么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欲严成，名造邪仙，坚固其心。沉思静念，沉降顶门呢，而失神，那个就是从泥丸宫从顶门出神。那么系心其轮而念气，就是把心呢这个绑在我们的那个斗宅那个群，然后来念气。那么久行而得呢功效，形神照应。出入自在，道行间。那么坚固教过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呢精行仙。为坚固其心，以成呢这个教过，易经里面呢记载，乾道成男，坤道呢成女，男女过经呢，万物化身，万物都是一样。有雄有雌，雄雌两个呢，一交过以后，万物就发生了。那么万人里面记载，心佛为女女，圣水为坎男，就是十以男女，就是天地之间呢，雌雄。那么取坎田里，这个降佛把佛呢，降到呢那个圣来提水，令其浇过，以成呢这个仙胎，这个就是自己
在自己的身上呢做功夫，并不是说呢这个男女之中那一种教过。那么感应啊起教过，堪离呢这过心啊成形这个都属于不正修的啦。那么兼顾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觉行先，兼顾其心以求变化，推求其术深研化理，久行而得功效心存化养，久则觉悟，而以造化呢相通，移山倒海这个翻译事实就是春夏秋冬呢，它可以把它变化故名呢觉行先这个已经呢讲到10个，而乃是等皆以人中啊念心，不修正觉在我们人之中呢来念心呐不正修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修呢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正觉正修。所以他们这一些都已经别得生理呀，就是生理跟我们普通的人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同了。那寿命呢可以到达1000万岁了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寿命可以到达1000万岁，所以那个要做到也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专一去念的还是可以。不过1000万岁还是会死毕竟呢都不是正修啦正确的修持方法所以呢我们都不鼓励。那么修持深山就是呢去多爱青山或是呢大海岛在呢大海岛没有人的地方绝以人境就是人都没有失于轮回，但是他们呢一样在轮回之中啦虽然有那么久的寿命，可是脱离不了轮回所以只要我们有妄想它一定呢都是流转在六道流转。它不修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我们要修呢这个正定报尽来只要果报尽了，那就来轮回了善路失去就呢走路不一定是人道它一样有这个六道。那么此皆是妄想急欠呢真修就是呢劝我们呢都是要这个修正道真修。是无生呢这治理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的最高的原理，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呢是无生的治理已经到达最顶点的道理本常之妙体就是不变常就是不变就是不迁不迁变就是常住那个妙体奥妙的那个我们佛性的本体。那么念心就是别修妄念就是不按照呢我们那个真心来修就是修妄念不修正觉真心。那么别的生理那个他的生理就已经呢变化跟我们凡人不同所以之前呢或许有这个在后天庙的时候有那个生不二的那个修持法门，他就是修到我们已经没有坤道修到没有业识就是胸部会平，然后业识没有，就是变成前道了。他或者那个时候就想说这个不符合自然之理所以并没有重视那一本就拿给人了。他也不知道拿给谁了，就拿给人了可是或者有看过就是修那个空道变成前道我们台湾好像也有人教嘞，说大概10年胸部就平了，然后业识就没了
我讲啊，你胸部平了，A4没了就成佛了吗？干嘛啊？一寡钱道拢成佛啊，对不？所以那个不符合自然之理呀，那个不符合。所以我们了解说，别的生理呀，它的生理已经跟我们凡人不一样了。这个是可以做到。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有非常多的修法门，那么这个要另外能够修到别的生理啊是不困难。即存想故显啊，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身体的形象把它兼顾下来，就是不要让它死掉，所以能够延年益寿。那么妄离相应啊，故能寿千万岁。寿命可以到达千万岁，但是后死啊，非真的不死，比较慢死而已啦。如松柏啊后凋，非真不凋也。那个松柏一样会凋谢啦，是较慢安尼尔。修心依止啊，深山海岛，绝以人烟之境，都没有人住的地方，失于轮回。这样呢一样。在六道轮回，以所依啊，既未超出三界。他所依的地方呢，并没有超出三界，而能依呢，岂能脱于生死啊？所以所依能依。这个能所这么明显，为实而求长生啊。即实以妄想，那依妄想而堕入啊生灭。正是呢流转六道。那么不修三昧来急切的真修欲免轮回啊悉断妄想。我们呢要去掉六道轮回，就是把妄想断掉。那么欲断的妄想啊须凭着三昧。我们要断妄想，就是要正定。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的正定啊就可以除掉呢那个妄想。就可以免掉轮回。那么三昧者啊，所能言大定，能够得到呢所能大定啊，就是佛的定，已经呢到达佛的状态，所以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它具备呢那个大定，所以我们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三昧啊，这个外面的所有。这个破坏不了。那么因中一呢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然后沿着果地修正。所以我们在修的这一个开始啊怎么修，就是按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为本然后修因一直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沿成果地到达佛的果位。果地修正。若因中，假如说我们现在修是依生灭为因，依求不生不灭的佛的妙果，那个佛的果位无有是处，绝对不会成就了。一定呢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色若呢不积早修三昧报尽呢还来三路之趣。只要我们果报尽了，就还来呢六道。而难世间人不求长住未能舍之屈切温爱。这个有欲履苦得乐不求长住不生不灭延暂之心，单依呢有为的事项而求有漏的果报。就是有尽果报会有时尽。其妄本是三界的总因在三界轮回的重要原因，未能呢舍之屈切温爱别为六欲天之因以欲界呢为理三欲淫欲饮食跟睡眠所以我们在欲界最重要就是三个。淫欲饮食跟睡眠。那么今呢称这个欲界以淫为
知贪之首，所以我们了解因所有贪的一个头目，故未能呢舍妻妾深恩重爱。那么修出世呢戒定之业证无漏之果都困难。那么曾卖云天趣呢和仙趣不同军列辨之，把它分辨就是稍微了解。那么先以人身而念长生最怕舍身受身那么知天呢皆舍前身而受呢这个天身所以天趣跟仙趣不一样。那么又仙处海山如风来昆仑皆辉这个天上所以天气跟仙气不一样。那么以这个邪淫之中心不留意成营生明，命中之后邻里日夜如是一列呢名四天王天就是讲这个六欲天现在就讲六欲天的那个原因。那么己色呢为正淫他色呢为邪淫。这个己色呢就是夫妻啦自己的那个呢就是属于正淫。那么别人的跟你没有夫妻关系的那个就叫邪淫。那么这一个人遵守五戒，以邪淫之中呢不为身无患即心中亦无一念的思想是正淫虽有，邪淫已经没有了故这个不奔流纵欲而得爱水澄净明觉，心地光明。那么今读曰允欲事已是生死的根本故曰之分胜类。那么此人命中之后舍人身而受天身人身已经没了，死掉了，然后接受那个六欲天的天身四天王天。那么生须弥山的山腰临近于日月宫，如是一列呢名字叫做四天王天为第四的外层就是那个忉利天那个四体还阴外层。那么东持狗天王居呢黄金多南增长天王居呢琉璃多西寡木天王居白银多，北多闻天王居水晶多。此四天离人间地42000由旬。那么寿命呢有500岁以人间呢50年为一昼夜。我们人间50年四天王天呢才一天一夜啦所以呢那去四天王天去2天即马过来还定就100年拢无一个熟悉那么以己妻房隐爱呢为薄以静积时不得前位，命中之后朝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列呢名字叫忉利天。忉利天呢我们在讲的33天33天呢就是忉利天此比前更进一步，不但呢无有邪淫，即以自己的正妻黄尾之间呢允欲爱念尚且为少淡薄。所谓有时有节这个时跟节都把握得很好。那么先有一念升起一静寂的时候不得前起敬畏，命中之后超日月之光明生须弥之顶须弥山的山顶。那么在上呢就空居天了，所以这个地基天四天王天呢跟忉利天呢是属于地基天。那么以人间这个不接，空居天就跟人间不接
那么如是一列啊，名忉利天。我们一般呢这个掌中系都讲33天，因为东西南北各8天，四方呢各8天，中间有1天，就是呢第4四体观音住的地方，为3件城，乃第4呢首基。那么此天离地啊84000由旬，寿命啊1000岁，到呢忉利天啊，有1000岁的寿命。那么人间的100年，为期1昼夜，我们凡尘100年，忉利天才1天1夜。那么以上2天，名叫地基天，以未离啊地，还没有离开地。那么第4啊，那个皇帝解释啊，巧是讲四体梵音，我们称第4，称巧是讲，称四体梵音。皆称呢同一个人，都是同一个人啦。不管是第4巧是讲四体梵音，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四体梵音是名，巧是讲呢为人的时候他的族姓。那么第4呢是他的位，他的那个位置。那么逢遇呀暂交弃无失意。于人间事啊，动少静多，命中之后呢，于虚空中朗然安住啊，日夜光明，上照不及，是知人等啊，自有光明，日头拢照未到，应该有光明。如是一列呢，名啊，这个叫夜摩天啊，我们这边呢所写夜摩天。于人间事呢，非有生啦。就是在凡尘啊，没有感染凡尘的尘垢。那么此一静居啊，而得前位，渐进啊，清虚的状态。故命中之后啊，于虚空之中朗然安住，日夜光明啊，上照不及。是痴人等啊，自有光明。他们本身呢都有光明。那么依报正报啊，身电光明互照。故不需要啊日月，不用太阳月亮，无分昼夜啊，无暗时啊，无日时啊，拢同款。以莲花开合，善知时分，就是莲花开了，白天；莲花合了，晚上，就是这样的知道，分类在白天晚上。那么随时啊，受乐，时时刻刻呢都很快乐，各得啊相应。那么至今呢，都称呢夜摩天，就是夜摩天呢，就是夜摩天。以人间呢200年为期1昼夜，那寿呢在那个夜摩天的寿命啊有2000岁，所以到那个异界的第3天呐，夜摩天去呀，可以有2000岁。那么一切实境有应处来，未能违逆。命中之后啊，上升精微，不接下界，知人天境呢，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呀，虽有洪三灾不及。如是一列呢，名叫多帅天。我们老子师还没有掌天盘，就是呢在多帅天掌管。那么此人于一切时啊，皆能静而不动，设有应行之处，来相逼迫，未能违拒啊，由顺从之。命中之后呢，上升精细啊，微妙，不接下界啊，知人天境。然此天呢，有内焰，外焰。外焰呢，始以凡夫天，有小摩尼殿。内焰呢是菩萨所居呀，弥勒菩萨呢为天主，有大摩尼殿，常在其中呢，说法教化。那么菩萨有时之外焰呢，小摩尼殿呢，说法教化凡夫。倘若稽首领悟，则皆引而入内焰，且内焰呢非外焰所能知，故不接呢下界。知人天境啊，故精，乃至呢劫坏这个三禅，
而菩萨呢，这个自处，所有风呢，山灾呢，所不及呀，故危，都到达不了那个地方，即《法华经》的所谓啊，我此途不回，众见呢，皆烧尽了，就是啊，《法华经》里面，我此途不回，不会毁坏。那么此天呢，离地啊32万由旬，有地啊如云，地好像云，于上呢安住，在云上安住，以人间呢400年为其一昼夜，我们人间400年，它才1天1夜。那么在呢，多率天的寿命啊有4000岁。那么我无欲心，应汝行事啊。以恒成时啊，未如觉啦，刚刚那波拉界的命中之后啊，生业化地，如是一列呢，名乐变化天，但欲境呢，王以恒成呐，就是讲啊，都伫名称的，刚刚那波拉界淡然无畏啊，命中之后啊，生业化地。越就是超越，化呢就是变化，变化五欲呀乐，那个变化五欲乐趣，自化五尘，凡自受乐，把那个欲呀就化成尘。那么此天离地呀，64万由旬，那么一样呢有地如云，于上呢安住，人间呢800年为期呀一昼夜。寿命啊8000岁，有8000岁到呢，这个乐变的天呐，就有8000岁的寿命。那么无世间心，同时行事啊，一行事，教了然超越，命中之后呢，偏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列呢，名他化自在天。这个6欲天的那个最高顶点，厌离呀这个世间，云欲呀不净，前无呢乐着，心须上界，心呢希望啊能够到上界，那么全同世间，行呢呼呼得事，以行事相交之际呀，不但无畏，而且了然，超越，神游境外。毫无预想，命中之后啊，超出化无化境，化呢即第5天，这个无化即下面呢，第4天，如是一列呢，名他化自在天。那么凡尘5尘欲境啊，不劳自化，你不用疲劳，它自己啊，就变化，皆呢他化之手变化。自己呀得自在受用，那么离地呀有128万由旬，以人间呢1600年为一昼夜，寿命有16000岁。所以我们假如说过世了以后啊，然后果报可以到达他化自在天，然后我们先去了解一下环境，了解1天就好了。然后我们带凡尘下来，凡尘看一看，已经经过1600年了，都已经改朝换代。这个都我们的那个心意识啊都不能想象。那如是6天，行虽出动啊，心机啊上交，自此一凡名为欲界。这个欲界啊，这个6欲天，虽然呢它是已经到天，可是呢都还有那一种欲啊在，有那个形象的在。那么此结成啊欲界之名，欲性呢躁动，世人呢无有节制啊，其动也若瀑流，好像瀑布的流水，若野火一烧呢不可遏制，莫能呢镇压，如是6天，见人这个节制，而向以静，因中一心，渐渐轻，升天层层高，
形虽呢这个出动，这个心机啊上焦，如吃天，且此外动，2天内动亦微，3天意静啊方动，4天静逼不为，5天呢交中无畏，6天呢行和心超，所以一天一天越高了，整个呢一层一层的都心境也不同。然此等行虽合，而心呢超出，是离于动，但其心机啊，也就是心里面的迹象，心的那个转向，上然由交啊，也个无，如前4天不为机交，上间呢心交，是有味故啊，还是有那个滋味，后2天呢。虽无心交，有机交，形象之交，以应事故，此虽呢一名轻重，总未离于男女的爱情，至此已反，一直到阿鼻地狱皆异界呢所摄，以之气虽异而欲是同，故名这个五气杂基地。何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所以我们所有的修道的人，假如说我们不借着那个禅那，就是奢摩他、三摩地跟禅那，就是都正定，不借着正定无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但能直身不行隐喻，若行若坐想念既无爱然不生，所以我们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行，就是呢不这个做那个男女之间呢做爱的事，所以这个想念不但做没有，连念头也没有，想念既无，爱然呢就不生，无留欲界就不用留在呢这个欲界。那么世人应念身为幻侣，就已经清净的伴侣。那么如是一列名叫幻天，幻众天，就是已经进入初禅，初禅的幻众天。那么此色界18天，虽离欲染，尚有色子还有身体，貌如童子，身白银色。衣黄金衣，为男无女，曾是化身，到了四禅呢，变化身了。那么色身呢，胜故名色界。那么又名幻视，幻者净，清净，就是幻。以离欲染而得清净通号叫做四禅。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初禅。那整个呢修持都叫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以离开欲界的善动，非但离欲并于10岁，也不用吃也不用睡，所以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始于这个化身，已经修到了这个色界了，是始于化身。三欲俱亡，稍摄居见呢，假如说这个饿了或是疲倦了，即入禅定，进入禅定，而出定的时候则精神饱满，但以禅悦为始，就是进入禅定，就是在吃饭的，就是在睡觉的，所以为始为喜。那么稍离出众的身心，此名色界痴禅的3天。那么所言世间者，显非呢这个出世，而言一切所修心人者，为不知本有极常心性，而错乱修习。那么禅那我们中文叫做静虑，不假禅那呢无有智慧。不借着正定，没有智慧，为不修所能言大定呢，无漏的静虑即无有出世间
那个智慧，真正的那个实语出世间的智慧。但能直身呢，不行隐喻，若行若作，想念俱无，由是身心俱得清净，爱然呢不生，无留欲界已经呢不留在呢这个欲界。临终之时应念呢化身上色界天，那么身为幻世伴侣如是一两，名叫做幻众天。那么欲许既除还欲我们这个爱男女爱情就已经除了离欲这个心现，宜之虑语爱气随顺，世人应时能行幻得如是一类名叫幻虎天这个欲界的饮食既已经呢扶持离欲静心已得显现，戒已定具宜之呢虑语爱乐随顺，即已定呢这个共就是跟定已经呢相同那一种形象，无有强行之苦哪有安行之乐，只有不其然而来。世人应时能行幻得，清净身心，然后弘扬德化这个实语这个幻虎天。那么身心妙缘威仪不缺清净境界加以明悟。那么世人应时能统幻众为大幻王，如是一列名大幻天。所以在这个印度的修行他们很奇怪追求就是追求到这个大幻天不像我们说追求到理天他们只有追求到大幻天那每一个佛到凡尘来示现的时候都是大幻天王去请佛来转法轮每一个佛都是这样。那么次天由直身而摄心，次天呢由心现而行德。那么此天呢身心得一如无上之妙满足分量之源行至作恶是威仪之中，悉皆不缺有威可畏有仪可养境界自然清净，不为清净加以明悟此即戒与慧具。世人应时能统幻众为大幻王所以这个是初禅初禅有幻众幻福跟大幻这三天。那么接着进入呢就是二禅。二难此三圣流就是三个这个幻众幻福跟大幻三圣流，一切的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不是正修三摩地。清净的心中若不动若呢就是烦恼，所有的烦恼都不动，名为初禅这三个呢就叫初禅此上三天称为圣流者，以身圣乐圣，能是下界知气之流，一切苦恼呢所不能逼此欲界八苦所不能逼，虽非依真门而起正修，然以持戒清净的心中欲界之肉所不能动名为初禅然后二难其次幻天统摄万人，圆满万行，诚心不动即暂生光，如是一列名少光天此名这个色界的二禅前天定力上假戒福，那个定还要持戒来扶持。那么此则不假戒福，不用借的那个戒力来帮助自己
而自不动，定身发光，前初禅记住戒定慧，故为圆满幻形而生此天。那么心为沉迷不动，寂然花用，湛然生光，但心光上类，未及其量，名少光天。那么光光相然，照耀无尽，应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列名无量光天。定力转明，妙光蝶花，境随光花变成琉璃，身心身光心光辗转相然，都一样，如以佛传佛，光光蝶花照耀于无尽，所有依报外境，随光而花，而一同正报身心，内外明彻，遍成琉璃，应十方界者耶其定光，随所受用十方言之，飞遍一切十方，按这个二禅赋予小千世界遍小千之这个十方。那么悉持圆光，成就教体，花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阴天。悉即取也，持就持圆光为前天的依正，依报正报，光明交应，自此定身而之圆满，故圆光成就。那么教体则以此光明代其原因所以只要你看到光明了就听到讲话音声一样的效果，以鲜明万行的教化，如世间以文字代其言欲宣之教化，那么和用光明做佛事者同也。用光明来做佛事用光明就可以让你了解真理。那么花化清净应用无尽，花仙放行教化，清净无沼，应用无有穷尽如是名光阴天。这个就是施于二禅，阿难此三圣流，二禅的三圣流，一切幽玄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的心中粗陋已经糊了，名为二禅。以痴禅萨离欲苦，就是离开欲界之苦。那么恐其不罪，又坠入欲界，故一切忧这个忧愁闲挂，尽有不安之貌。那么时时以节观具之。那么今之二禅离欲渐远，离开欲界已经渐渐的比较远了，恐罪的心已经熄灭了，故悠闲所不能逼，而入无节无观，进入无节无观。然虽无节观乃实有漏，而非依极常之真心修实证真三摩地，痴禅方得肉心不动，而未能伏那么此天以清净唤醒的心中，粗陋已经伏了，粗陋指这个初禅的爱，无所有起故也已伏。那么能以定力伏前五事，前面的五事都能够降伏，不起现行，故名为二禅。以九地中第三，名叫定生喜乐地，已经进入二禅。不但如是天人，圆光成阴，披阴入妙，花成精行，通极灭乐，如是一列
名少敬天，这个呢就是第三禅，三禅一样的有3天。那么第三禅，为乐呢，具禅，此定功，得以啊，遍身啊乐呢具发。前2禅呢，虽有乐之，为喜之所障。今昧呢，昧喜啊，存乐，故得呢其名。圆满光明啊，成就阴身而为教体。披花呢，阴身显入庙里，依庙里花成精行，离前喜动而生呢静乐，恬然安静，而通极昧之乐。极昧乐呢，亦定心，这个定清心呢，心安所发，归是呢本性呢集体，同名，名同啊体异，以此入此境呢，故圆通，而未能成，名呢少敬天，此符第6意识啊，非真呢极昧也。前面呢那个五事已经呢不起现行，那这个第6意识啊又能够符。那么净空现前，引发无际啊，身心清安，成极昧乐，如是一列啊，名无量净天。净空现前者，这个前面那一天呢通极昧乐，以其呀静静的未往，那个静静的环境还没有消失。那么至此啊，定力呢转身，并静啊亦空，故曰呢净空呢现前。那么引发无际啊，以空来引静，静以空发，虚空呢无有边际呀。静静呢亦无有边际，自觉正报之身心，犹若太虚呀，无累无罪，无碍，故曰清安，成极昧乐，如是一列呢，名叫无量净天，净空无际呀，故有无有量，已经呢无量了。那么世界身心一切呢圆净。净而成就，圣多现前，归极昧乐，如是一列呢，名遍净天。那前面那一天呢，静静啊，只偏身心。那么自此啊，定力转身，并呢，依报增报之世界啊，增报之身心，依报之世界，泯同一体，皆得极静。故曰一切严净，此但定力啊所使，会所谓的静随定变而已，非为呢心观力所使。即一切呢严净啊，则成净之德成就，妙乐无穷，有漏之乐呢自持于己，自觉殊胜呢归托之处现前。将为呢真实安身立命处所，清净极乐家乡，不知呢丧失有漏，即便呢归托于此，故云归极昧乐，以及呢处次呢皆成呢净乐，故名呢遍净天，一样有3圣流，就是3个天。而难此3圣流具呢大随顺。身心呢安稳，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稳的心中啊，欢喜必具啊，名为3禅，这个3天，又胜2禅之流，此禅苦恼不逼，未得随顺；2禅悠闲不逼，无事以服，但得随顺。那么自此3禅呢，以得极昧， 6事啊，以福名具啊，大随顺，身心安稳，得无量乐。界内啊，以3禅为极乐处，虽非正得真修实证之三摩地，然安稳的心中啊，
欢喜必具啊。安稳心呢，就是三传心。以九地之中呢，所以第四，叫离喜啊，妙乐，离开喜乐啊，进入妙乐。二难，护持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啊已尽，乐非常住啊，久必坏身。那么苦乐二心啊，即时顿舍，出众相昧啊，净福性生。如是一列呢，名福生天。那么此四禅，四禅有9天呐，苦恼忧闲呐是苦因。那么既皆不逼，是以苦尽啊，则乐生。三禅身心安稳，得无量乐。此天呢，则名乐呢，亦不当受。何以故啊？乐非常住之法。那个乐啊，不是常住，福尽福业尽的时候啊，久必啊坏身。由是呢，舍苦乐之行，苦乐二心啊，并以啊舍除，故曰即时啊顿舍。那么正以二心呢俱舍，名出众相昧。以坏呢，则苦生。今苦坏呢双超，舍心不动。即净啊，福性，净福的性，此定呢，既发，即名为身。如是一列呢，名福生天。那么舍心呢，也拢，圣洁啊，清净，福无遮中呢，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啊，如是一列名福爱天。舍定啊一生，功行呢纯熟，舍心圆融，决定啊圣洁，任持舍定啊，能守双往，不为一言所转，是为清净。然既舍心圆融，无有遮限，所感净福啊，亦无遮。以此无遮福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啊，爱乐啊随顺，大自在，这个福爱天。那么二难，从事天中啊，有2七路，从这个地方呢，就有2个分岔路啊，漏于先心呢，无量净光，福德严明，修正而住啊，如是一类。名广果天，是福爱的天中啊，有2期路，一直往道，去广果天，一去必道，一个广道，一个辟道，去呀无想天。所以去无想天呢，那个是5个净居天呐。有一些人修到这个地方他就不要再变动了，就走入5净居天。所以这边5净居天呐，第一个就是无想天。那么心念行业啊，个别，若于先心呐，即福爱天，妙顺随心呐，能令所求如意。今呢无量净光，即舍具产，定身呢而发光。以此光中呢，以四无量心，熏产福德，增圣严明，离下地懒，修正而住啊。以9地之中呢，名叫舍念啊，清净地。这个舍念清净地啊，是始于那个色界的第4禅，是舍念清净。那么接着再下去的他有的就不愿意再变化，那往后他还有那个出空天，因为那个九，我们呢那个9字高的从那个色界的那个初禅、2禅、3禅、4禅，然后到无色界的4空，这样修到了最后的连所有的舍念清净，
就是9次地定。各位有没有印象？9次地定，也就是我们凡尘能够修呢最高的那个地步。那么肉与心双厌的苦乐，精言舍心相续不断，缘穷舍道，身心寂昧，熏力灰泥，经500劫，世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呢不生灭性，吃半觉灭，后半觉生，如是一列呢名无想天。那么先心呢是福爱的天中呢双厌苦乐之心，就是也讨厌苦也讨厌乐啦，都不要。那么自广果天增修福德令得严明让福德严明，一直到无想天增修呢舍定令其这个究竟。那么12天之分起精言舍心增修舍定伸缩续守，相续无有间断缘穷也满穷究必求其究竟。那么舍道即以舍定为涅盘道。那么身心寂昧熏虑灰泥，为以舍定灭除舍心。那么定中呢昏成一空，故呢身心寂成泯灭。那么令其心生隐虑犹若寒灰，泥然不动。经过500劫，定力摄持报行呢不坏500劫后依旧散入轮回。然呢无想报尽都皆呢坠入地狱，堕入地狱因其在定未证还没有证悟，他自己说已经证悟了以为证阿罗汉已出生时，那么或出定呢毁谤三宝以佛狂妄说法说阿罗汉所作以办不受后有以故呢就堕入地狱坠入呢这个地狱。世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呢不生灭性，凑依6世生死根本为本修因强令灰泥吃半觉灭出生呢处天习定半觉，使得降灭。那么无想定成，后半觉生，以499劫半想心呢复生此定乃坏，有成有坏终归呢究竟。那么此天亦以舍禅持灭6世心心所华，令不起现行故名无想天。阿难，此四圣流一切世间之苦乐境所不能动。那么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那么一切的世间此异界一直到三禅，异界为苦乐呢所动，初禅苦乐呢不逼，二禅呢悠闲不逼，今不为苦动。那三禅而无量乐虽不为苦动，尚为乐动。那么自此四禅呢苦乐双亡没有了，而住在舍定虽为无为的真境，而有为的功用自此已经到成熟。那么有所得心即修习舍定认为涅盘其必得，名呢有所得心。正显呢有为的功用成熟不加勉强，任应不动呢名叫四禅。而那此中呢复有五不还天就是五净居天，于下界中九品习气即使灭尽，苦乐双亡下无补居故以舍心众同分中呢安立基础。那么不凡
梵语叫阿那含，三国的圣人啊，聚居之处。以其于下界之中及欲界啊九品施后的习气，已经呢断尽了正三国的圣位，再不来欲界受生，习气啊就是施后的种子，乃贪嗔痴慢，任运而起微细啊之后，以生呢俱生，非同分别中呢出后。有比后呢难持，故分呢81品，于三界九地啊，地呢各分9品。那么今断欲界啊，五趣杂基地9品。那么于上中下复各分3品。天上人间7次往还，受生呢断之，断那个时候，乃习气啊以现行皆灭。故引呢，即时灭尽，正三国，此名圣人，断惑之事啊，意识禅，福祸不断，降伏不断。那苦乐呢，双亡，下补积呀，断欲界9品之后尽，故呢苦亡。欲界呢无补居呀，以痴禅、二禅、三禅，之乐啊，亦复不受。故乐亡，于色界3禅，亦无补居，而所入啊之定，乃苦乐双亡，舍具啊禅故，于四禅舍心，众同分中呢，安立啊基础。那么自此已断呢72品施后，求证呢阿罗汉果，杂修净律啊有5品不同，故呢生啊五净居天。就是属于五净居天。那苦乐两昧啊，斗心不交，如是一列呢，名无还天。按这个5品，乃属于下品。苦乐两昧啊，即双亡，则义理斗心啊，就是啊心厌，喜欢讨厌。当苦乐未灭的时候，则厌苦啊心乐。讨厌苦啊，很高兴快乐，交战啊在胸中，互为胜负啊，故曰斗心。那么经济两昧是以不交，如是名呢叫无还天。那么机夸独行，言交无地啊，如是一类，名叫无乐天。那么此时以中品，机呢即发动呢是机，夸呢就是收夸之夸，独行言其唯一呀，舍念，更无呢一念兼杂，言交无地呀，若有一念啊，不可言无。今呢更以杂修净力啊，研究此一念了不可得，则不为不交，即欲交亦无地矣。如是名呢叫无乐天，非凡的耶乐啊，并乐亦无。那么十方世界妙见啊，圆成更无成相，一切的成垢啊，如一列名善见天。那么此时以上品由修净力啊，花天远通，即四禅同分，一应呢同具啊大千十方世界，妙见啊即天眼通，此是修得而会报得，修得到的不是果报得到，更胜于四禅。言即圆满大千，成呢澄清朗澈，更无成相，没有完成的景象。外层的障隔，外境这个障啊都已经隔，故言亦无一切成垢，内念之流滞，故成内外虚荣，妙见啊无碍。那么经呢现前，陶铸无碍，如是一列啊，名善现天，此时以上圣品，妙见之见呢，即以现前，见体清净啊，见用的周边，此天呢增修净律啊，体用坚胜，陶铸呢无碍，如陶师幻土为我，铸匠呢是龙金啊造像。
能以定慧力啊，任运成就，随心自在，变性无碍，究竟群居，穷色呢性性，路无边际，如是一类啊，名色啊，究竟天，这个色究竟。那么此时已啊，上极品，究竟啊，即言穷，言穷到已经呢顶点了，勤机啊，勤动之微，言穷多念啊，是以一念，吃用多念啊，无漏，心多念有漏呢，是最后啊，用一念无漏，心一念有漏，名上极品，穷色呢性性。性是性体，上性字啊指色体，下性字呢指空体，为穷之色之性，而至以空性，又呢色一啊空现，空性啊即是色性之性，心计啊心多自少，色呢亦啊穷出自微，自执身虽尚在啊，而境界啊全空。故云啊，入无边际，无边呢即是虚空，际啊就是界判，入空无边处之界判啊，色界至此啊，是为极点，故称呢色究竟天。那么阿难，此不还天，彼之世禅啊，是谓天王，独有亲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常皆阿罗汉所至此故啊，世间痴人所不能见。那么此言世王后推呢尊这个上首类似如王，独有亲闻不能知见。以第四禅天系有漏凡夫，但能呢福祸，而五不还天是无漏圣人而能断后。圣还有异呀，福断贤殊，福后跟断后不一样，故呢但养家名，不知其受用，不见其依止，依报正报。那么如今世间旷野深山皆无人烟之地皆为罗汉别境，称为圣道场地。而世间痴人呢，所不能见，以不修无漏业，不修无漏业就看不到。阿难48天，独行无交，未尽行类，自此已返，名为色界，就是从这个异界过来以后，全部呢都是色界，然后。超过这个以后就进入无色界了，所以这边18天呢就是色界。那么独行无交，既无情欲未尽行类，尚有色执，还有形象。虽然已经离欲依旧有这个身化身，未尽身形之类，还有这个身形的拖累。复之阿难。从是有点色边际中其间互有两种七路，漏以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遍知纯戒，成阿罗汉，入菩萨圣，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那么自此而上呢是无色界4天，那么4天呢皆依偏空修净。是皆由有为增上的善果，未出轮回，从事色界究竟天依色界之点，以无色界为邻居，故引色边际中，其间上进互有两种七路，因三果人根有利钝，其利根者呢？即以色究竟舍定心中，发无漏人空无漏的人空智慧，慧光的圆通，断尽思后即便呢超出尘界，离昏断生死，正偏空里成阿罗汉，
那个还是偏在空理方面，哦。那不以小果呢为主，哦，进修大因，故引入菩萨身。那么其顿坤则在设究竟的天中，复由定心，哦，心上业下，昧色啊归空，生呢无色界，哦，此其差别。如是一列呢，哦，即立根一列回心啊，即回其心上向下之心。顿出三界啊，哦，事物大成，亦有在声闻，哦，故乃称为罗汉。若在舍心，哦，舍愿成就，哦，结身为爱，消爱日空，如是一列啊，哦，名为空处。这个已经呢是在哦是空天第一个，哦，只是无色界啊是空天。那么舍心有两个，一个呢漏于哦有顶，用无漏道哦断惑入空哦即乐定呐喊哦呐喊。二者呢漏于广果哦用有漏道胡惑入定即凡夫道哦舍愿呐哦成就即呢哦愿有去空。哦，结得有生，上是有爱，于是呢，消除嫌爱，以入于啊空。那愿己啊行爱哦，兼修空观，昧身呢归无啊哦，即愿色一空，名空处定哦，无色界的哦第一个。那么知爱呢哦，即消无爱啊哦无昧，其中为流哦阿赖耶识啊。哦，前以莫那哦，半分微细，如是一列呢，名为四处。哦，就是无色界的第二天哦，四处。那么知爱呢，既消哦而无，则不依以色；无爱之喜啊，亦昧，则不依以空。即是呢哦，双业呢，空跟色，唯一以事啊，其中呢。哦，以所存的事中为由，哦，留下呢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以及第七的哦一半，莫那识半分呐，哦，微细犹存，哦，即是厌空依识，哦，依我们的阿赖耶识即呢哦莫那识，莫那呢脱六识，演六尘，形象呢哦粗显。哦，偷尘自由，离尘哦15。那么今际呢？哦，色空寂昧啊，是以无空。外缘粗显半分昧。哦，唯留半分内缘八识。哦，所以那个七识哦留一半。那此半分微细哦，以摩那为能眼心，阿赖耶呢为手眼见。那么空色呢？哦，既往自心呢都昧。十方极然，回无忧往，如是一列哦，名无所有处。哦，次天呢，昧色归空；次天哦，昧空归色。哦，故曰空色双往。那么四心即指呢，莫那半分的微细哦犹存。那么此天哦，以眼视心善，本能呢哦破定。哦，平生定力将半分微细一糊不行，哦，故谓多昧，哦，可以哦降伏不是断掉。那么此昧呢，非如罗汉种子哦现行即断，哦，罗汉种子跟现行哦全部呢都断尽了。那么下言哦定中所证的境界哦半分哦微是寂静为阿赖耶哦独存，哦那也是无分别，哦为解十分其然，哦穷无忧往，哦忧其所也，哦不复前进。那么此为外道呢，昧为明地之处，哦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哦色空识哦全部都没有了，哦到这个第三天呢，哦全部哦色空识哦都没。那四性不动，哦以昧哦穷也，以无尽中发宣尽性，
如存不存，肉尽啊灰尽，如是类啊，名为非想，非想处，阿赖耶独成，称为四性，四性啊即是常性，我们如来常，那么常性由来不动，如本经啊有记载，常住妙明，不动周延，那如来常性，以昧定啊之力啊，穷言，这个深穷言喜，于无尽之中，强以花宣，亦尽啊其性，然四性啊其常性，凡圣呢皆不可尽，此天亦尽啊其性，由定力啊所逼，四性呢虽存而不起现行，故曰呢如存不存，是禅灯呢之半昧，虽见是性尽，其实未尽，故曰肉尽未尽啊，是禅灯之半灭。那么此等穷空，不尽啊空理，从不还天，圣道呢穷则，如是一列呢，名不回心，顿阿罗汉。若从无想之外道天，穷空不亏，迷若无闻啊，便入轮回。此变的这个圣还，吃罪啊各异。那么此等，指呢这个四空天，穷空啊就是出天，穷色之前消，二天呢穷空之令无，三天呐穷事令昧，四天呢穷事令尽。那么前二呢这个穷尽，后二呢穷心。那么意令啊心境啊具空，故啊总谓穷空，不尽啊空理，不达人空法空之理。所以我们我空法空啊，人空法空，心境啊本空，期待啊消灭哉。我们的心境本来就空，不用去消灭它。若从无不还天，修习圣道啊，穷空而来者，以穷空力啊，经历四天，断四地惑，36品啊尽，证我空理啊，成阿罗汉，即出三界啊，如是一列，名不回心，顿啊阿罗汉，乃对前立根而说，立根者呢，来经过4天。少修呢，20万大劫这时间，若从无想天、广果天、知天，但为修习有漏禅定啊，无多稳性，不知三界啊之内，无有安身立命处，所以8万劫满，无所归托，即当呢下坠而入轮回，无法度安心的所在。而乃是知天上啊，各个天人，则是凡夫；业国酬达，达尽啊路人；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地啊，渐次增进，回向圣轮，所修行路。那么此名知天呐知王名不同，是知啊天上通指6义，四禅四空。为此呢，无不还天呐，是圣人。那么此以外，各个天人啊，皆是凡夫。所有在这一些天的全部呢都是凡夫。都是啊业果酬达，就是造了善业然后上天呢当天神。那达尽啊路人那个福报啊已经尽的时候啊，要进入啊轮回。所以业果对业因来讲，那么此等天人啊，因中呢为修有漏的善业，十善八定等为实功业，而6义四禅四空的业果以酬达之啊，众获这个圣福，不过酬达前因而已。那么天福啊，既然已经享尽了善路啊之趣，赶快弄进入6道轮回，这个常是种子
历劫不亡，虽彼所种，任意呢而坠，灵不可惜，无菜。那么彼之天王即是菩萨由三摩地大圣菩萨至于三摩地游戏神通，即位天王之位济物利身，成就己德，那么渐次增进，回向圣轮所修行路，那么借此天位回向无上菩提之果，以是悟后之修一一修行，悉皆回视向离，以入圣人之文这个圣人的那一类。所修则乃楞严大定所以不落入轮回。何难是四空天，身心昧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歹中名无色界。那么此劫四空之名。那么前面2天呢，身净前空是身昧尽，后面2天呢，事意不齐，是心昧尽，身心既寂昧定性现前，则在定时呢，所有定果色定中随化，依正生净，自在受用。那么从此歹中歹呢就是到了从出空至回响，是为3界终极于此名为无色界到无色界到这个地方呢最顶点最高了。那么此皆不了妙解明心机妄发生这一个前面所说的这一些仙然后初禅、二禅、三禅以及那个6一天的那一些都是不了解此皆不了妙解明心都不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机妄发生，积了很多不实在的，然后已经都产生了，然后妄有3界才有3界。假如说我们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不积妄，然后就没有不走入3界那我们走入3界就是呢我们刚讲过了这个里面的内容那么中间呢妄随趋去这个又多6道，又多1道仙道成立补特伽罗各从其类补特伽罗就是人那么此总结3界皆是虚妄咱三界拢假啦。自四天王天以至回响回响天皆有不了自己的本妙觉性本名真心。那么此性本来自妙本来自明圆头头光烁烁清净本然，由不了故不了解，所以从迷积迷，以妄起妄遂有业转现业相转相现象3种细相发生。那么由3系即有6出自相、相系相、即名字相、直取相、取业相、业系苦相境界为言长6出，一念无明生3系都是这个样子都解说了蛮详细清楚。那么后业苦悉皆备具具备了，全部都具备。那么故有3界。那么中间妄随趋去浮沉中间呢就3界之中间互随妄业成立趋去，以及受报84田中无量劫业种既有，随何种业成熟，即去何种业受报普特这个伽罗，我们翻成就有情的众生就是我们这个在凡尘的这个人。那么又云是取去为呢知有情，己后造业，于3界之中呢
世事取着，知去受身，到呢各个这个去受身，各从自己之业因而受呢同类之业果。那么复次阿难，是三界中故有四种阿修罗类。所以这个阿修罗佛不列入六道轮回。那么译为阿修罗呢，翻译成为非天，有天福没有天德。那旧的翻译就是无端正。那么修罗生端正，生男多丑。那么从男彰明。那么按呢知经论修罗所积是为举以欲界。那么今年三界中则依前年妄有三界，中间呢妄随趋去沉溺。那么常有六道轮回，那么此都一道。凡此我们很少讲因为呢都不修所以很少去讲那个仙。那么复有四种种类种子而分，卵胎湿化而分呢天人鬼畜畜生。种子虽然有四以性呢多称行都嫉妒以性行呢都相连肉以轨道以护法力称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去所摄肉以轨道是此类前因言彼言从鬼去，以呢善愿善心护持佛法后护经护咒护戒护禅及依法修行之如依法呢修行之人，他也保护皆得以护法称那么由此善业力舍彼鬼去来入其中，以护法为因果中更胜故能呢成通入空界积之。此阿修罗从卵而生，卵生呢非空因果呢类鬼故呢鬼去所摄。若以天中降德贬对，其所普居邻里日夜，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去所摄言彼呢在天中降德贬罪摄天呢以这幻形直身欲天与少欲为德，若幻形稍亏情欲稍重，皆为降德贬灾天位坠落修罗福报呢四天住处好像一样。那么其所补居他所居住的环境临近于日月宫，下界人间。那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是我们人去所摄情重被贬故感从胎而出胎因情有以情欲同人故为人去所摄。有阿修罗执此世界力动无畏，能以梵王及天地事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气所摄。那此内呢未收前因那么以果来详细推到它的原因。那么当从呢人去而来，以人中呢有立业建功之机有争王图报之魔事不从心这个嗔度已起，故感为修罗王福报呢同天人，执此世界亦能呢驱役鬼神祸福人间，力动无畏力即呢神通之力动则彻也能动彻之天而无所不为，故能以梵王及天地事四天争权灌顶云梵王小天之子，第四33天中尊四王及呢四大部洲的统领
各有专师。那么修罗不赦，度起真，意切其前，时来以战。本于地势争权，而世王为先锋，世王战之不胜，荒暴地势，地势又复不胜于是辗转起立之天，乃至梵王出力自战。那么此阿修罗因变化而有，天气所摄。那么此阿修罗福德力大，不受胞胎，因变化而有，能化身大小，化大。手汗须弥静摇动，地势宫殿在须弥顶摇动不安，心生恐怖这个后这个地势这个兵出战令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大正而阿修罗乃化小身入于我思孔中。莲藕一空一空的内底啦，伊化作修心就变正于内底，此乃名变化之事天机呢这个所摄。那因为还剩下还有10分钟啦，留给各位提问。因为我们这一段都是在讲一些词语常识的部分啦，因为讲到。那个十种仙我们也不希望说去修了，然后再接着四天王那个6欲天，我们也不希望去到6欲天，一享福了以后都落入那个地狱道，人道都没有资格，然后再接着四禅8天，然后再接着四空天，然后再接着那个所有完成的一些修持方法我们都把它当成一种常识，就是我们一看了以后知道，就知道了以后袂讲拢唔知影所以真的修的方法都是在前面前面我们有讲的那个很详细的那个就是要修的方法，那后面这个到最后有一个无问自收，那无问自收那个都是修到有功夫了，那功夫的呈现就是要小心那告诉我们说你修到有功夫了就是要小心。那我们呢因为在272就已经完了，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229那离呢我们讲完的那已经剩下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准备讲那个孔子10义各位不是有拿到书了吗？我们就讲孔子10义，因为全部都是孔老夫子讲的，孔老夫子讲的内容很推崇或许没有详细看还不知道说孔老夫子很推崇易经看了孔子10义以后才知道说孔老夫子投入易经的那个心血真的多。那我们就来研究了，以往为什么或许都不敢讲儒家？因为我在国民大学读无毕业的在讲那个儒家那个因为很多都是典故啦，那真的讲出来都被文字束缚了，叫那字甲白掉的，拢走袂开所以才比较专注在佛经。那佛经因为它很宽广，一讲了以后，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所有不管是什么宗教，它所推广的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所以重点不管你是研究什么教的，只要你能够明心见性，那就正确了。不要说我一定要听儒家思想，现在儒家英语没错儒家英语，我们现在国校、国民学校中学、大学是都在学那个儒家的思想嘛？你看大家学下来有没有去做你看孔老夫子不是讲非礼、勿视、勿言、
勿听勿动。啊，我们有没有做啊？哦，这个最简单的哦，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我们有没有做啊？很多哦，我们是光听啊，都没做了。哦，那拢不爱讲，讲都无效啊，你都不爱做啊。所以我们是真的哈，要实际的做，剩5分俩啦，有人问我。好，请说。刘老师请教一下，刚刚讲修罗生理就端正，那生男就脱手，那它的因由是怎样？或是怎样的？好，因为这个阿修罗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修的那个方式啊，有一点偏啦，就是他没有从根源无为根本修啦。我们从根本修的时候啊，各位同学，我们外界所有的这个钱财啊、地位啊，或是所有的一些我们所要经历的事啊，要不要去争？都不要，对不对？可是修罗就是要了，大行都被争。不管是有形象的、没形象的，只要是我们共事的，总是要赢你，就是要争了。所以就这样子一个心念，是不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嘛尔啦，伊就干那这个心嘛，这个心要赢人这个心就变好伊做阿修罗，就差这个心啊，就是不端正。你的心假说是端正啊，你了解到说你进入不生不灭见本体呀，是不是一个绝对？没有两边相对嘛，对不？哪有讲迄个较高，迄个较慢含慢呢？哪有讲迄个你拢要爱这规半的？没有那个事。那阿修罗他就是开始的时候，他的心就是一点点，偏一点点，就是这样而已啦。后来就变阿修罗。可是阿修罗佛不列入三善道，他不列入，他只有说5道轮回，只有5道，不列入阿修罗。那我们一般呢？因为讲得很习惯了，6道轮回讲得比较习惯，然后把阿修罗，他能够去跟那个忉利天的那个帝释啊战斗，那就把它列入善道里面，是这样的啦。还有吗？那这样子跟男跟女有什么关系？他说女的话就端正，男的就都很丑陋。那这样跟男女有分别吗？因为这个就是心态的关系啦。他女的生得很漂亮就是要诱惑啦，把你拐才拐会叮当。你若拢平平常常都拐袂叮当啦。男的很丑陋啊，就是已经要让你看到我就是不端正。就是让人家要马上了解啊。所以那个是形象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知道啊，为什么有很多的坤道了假如说他这个打扮得很浓妆艳抹，那我们看了怎么样？他要做什么？要浓妆艳抹，要给你怪啦。最少你嘛要甲斟酌甲看。对不？所以那个就是诱惑，要讲诱惑。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因为我们说大学在讲一个修字，那中庸在讲一个成字，那《金刚经》有人说他在讲一个空字，那或许看了一下我们楞严经也快成了，那或许在想，如果有时候楞严经在讲它的精髓是什么？可以用比较简单节俭的话来说，楞严经的精髓在什么话？那应该的话应该是说大定，楞严大定，因为我们佛性本身具备那一种定力佛性本身就具备，可是我们都没有去启发，没有认识所以那个定就呈现不出来所以你得到楞严大定就是已经成佛了
佛才有楞严大定。那我们普通的定都不到佛的程度了，所以就不能讲。所以楞严就属于大定。然后我们了解说，真正的像说大学啊、中庸啊，你看它都有蛮容易可以去说的大学就是人，然后得一嘛，就是大人得一就是大，就是大人，大人之学，就是经只是学，就是已经是蛮高蛮程度的那学大大学就是要学大，那人已经得一了你就是要学学了以后大学之道再怎么样先明诚，然后亲民，然后止于至善然后因为这个没有念书的关系都不敢讲一讲了我就觉得说刚才也吹气去给嘞。下课。不学占到天师德，劳谦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不学机会学讲。我们也讲到这个229页28。本来呢，或许在要上楞严经的时候就开始又写一本楞严经。那个写的时候或许还写到呢这个命都快丢了。结果后来大家说要上这一本旧的，然后真正的我们旧的一上了以后各位又讲说拢看你咧念，安尼阮等来看就好不过各位先生，你假如说拿回去看你不见得看得懂在这边听虽然或许念，可是都会加以解说了。只是在解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样没有抬起头来。还以为说呢按照文字念，你按照文字你看的时候你这么是在讲道呢，那拢无比那个都是在解说的状态。那因为后面大部分都施以尝试了，那真正的我们要用心的地方或许都会详细的加以讲解。比如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是邪见。各位假如说看到这样的文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一定不知道。那或许会加以解说，就是说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是能跟所双泯灭了。那泯灭了就是一个绝对体。那绝对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真心佛性是不是如来？所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绝对体。已经没有能见，没有所见，那个时候才是我们要追的目标方向。那若有所见就是有能见，有所见，能所很鲜明。那这样就叫邪见，邪就是不正不正就叫邪，已经不正确的见解。那我们在还神可以说都是不正确的见解。我们有能见，有所见，所以我们才流落到凡尘。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归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已经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都是一个绝对体的佛性本体。那这样不会成佛吗？绝对成佛的。所以我们要掌握大的原则、大的方向。那我们研究是要了解细目详细的内容。那至于后面的这个像仙啊、鬼神啊，这个都是常识啊，我们知道就好。像说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比如说有莲藕粉，然后你要泡来吃，那也要有常识啊。我们一般呢不知道说要用冷水，先把那个莲藕粉啊，先搅开，然后放进去呀，然后一加热，就很好吃了。那假如说我们开始就用热水啊，那个莲藕粉搅起来，保证也很难吃啊。你吃了都不喜欢，这个叫常识啊。还有我们紫莲子，莲子要怎么样子好吃？就是拿我们买回来以后，放进去冷冻，在冷冻放着给它冷冻，然后我们烧开水，已经烧开了，从冷冻拿出来，直接放进去，不要退冰了，你一退冰就很难再去把那个莲子吃得好吃。然后你从冷冻拿出来，直接放进去热开水里面，不用3-5分钟，暖，好像豆腐。你拿出来退冰再煮的话，你煮了老久，瓦斯用的好松，又硬邦邦的，是不是常识？那我们知道这个常识了，做出来的事就很圆满，很精致。那我们后面再讲这个也都是属于常识的啦。我们研究了以后，知道中阴身，知道鬼神，是什么状态，已经知道了就好了。我们再深入的话，我们要当鬼神嘛。所以或许在讲的时候有实修的方面都会加以详细解说。那有一些真的都是我们知道就好。我们讲到228是阿难此等众生这边吗？第二行第二行第3行也有1分这边吗？才讲到这里呀。这北有1分呢，下修修楼生呢这个大海心，然后成呢水泄口，但有虚空呢目归这个水，这个水势就是呢在水里面住。那么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呢去，我们是人去，还有仙去，还有鬼去，还有地狱去，恶鬼去，他这边是畜生去，就是畜生呢，那个收摄这个修罗。我看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就好了，再接过来大致的。那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际修罗精言区去就是7个地狱恶鬼畜生人神仙天跟修罗7个。那么皆是分成，都是分成知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以妙圆明这个妙圆明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这无作没有作为，那个本心，那个本来心，那么皆如空华，就是这一些有为相啊，这一些七趣呀，全部呢都是空中的花。那么言无所着，欲虚妄，更无根绪，没有根本这个头绪，没有头绪，就是没有根本，全部都是假的。你看人、神仙、天跟修罗全部都是妄想受身，然后妄想随业，都不真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深入心理心法，明心见性，然后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能够努力的去修持，然后回归本位，这个才是我们专注要追求的。所以这个机器我们在凡尘都脱离不了。那么精细的研究生成往返，若因若果不出就是不会超出呢虚妄情想就凡尘的情跟我们的念头情想而已分成就是实与惑迷惑我们呢都是迷惑造业因业受苦。那么有为业有为就是业无非就是随着妄想以受身，随着妄业以受苦报即所谓的惑业苦三个一直轮转它都不会停下来。迷惑的造业，造业的受苦，受苦的又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苦，我们就这样轮转不息。那么如二叉记一生出来业就是有三个果。那么以妙言明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义明我们要知道那个妄先呢把那个真的这个挤出来，先了解这个真以还显之那个妄跟真对比空有不居不管是空还是不管是有都呢不拘不会被它拘束，叫做妙。那么本来周遍整个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圆妙圆无所障蔽不会有障碍蒙蔽，叫做明妙圆明。所以我们的佛性本体本来就具备妙圆明。那么无作呢无为本有的真心这个无作无为本有真心呢就是妙圆明。那么此七趣皆如空华我们都说六道，这个都一道因为我们那个神仙都不列入在六道里面所以我们是令人心呢都一个神仙。所以七趣呢全部都是空中的花，本来没有的啦以虚空呢来比喻我们真心，真心呢就好像虚空一样以狂华虚空的花来比喻七趣空呢原本没有花，是我们眼睛有毛病才看得见眼无所着不会着以形象。那么正当呢见到空华的时候当处出生呢随处灭尽就是没有全部都是假的。那么取有着落它没有着落所以我们知道七趣呢但一虚妄的名相而已都是名呢跟假的啦不真。那么更无根本头绪可研究。那么前阿难有问，那么此第一道呢维护本来自有，维护众生妄习生起，是我们众生呢妄习然后才生出这个第一道。那么居民妄想受身妄想随业是达于妄习生起。地狱就是妄习然后才生起，没有妄习就没有地狱
那么又云啊，但欲虚妄，只是虚妄假的，更无啊根本头绪。是答以非啊本来有，本来就没有地狱的，是我们众生呢自己造了很多的那一些啊习惯性的一些呢不合真理的，然后才升起的地狱。那么阿难，此等众生啊，不是本心，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啊，学法无益啊，学法没有利益，所以一定呢要认识啊我们自己的本心。或许不是说很容易嘛，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我们万年所有的外缘啊，都已经放下了，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啊，那个妄就尽了，妄一尽了以后，真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万年放下，真的就显现。那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啊，当然了，我们都会比较这个日常生活用的那一些啊，那一些比较知道的言啊，把它放下。那越放啊，我们就会越熟悉。那熟悉了以后啊，微细的一些言啊，我们也会放下。越放啊，我们就真的忘了，就越放越下来，没有忘的，没有忘啊，呈现的都是真。那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妄言一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那么当开始做的时候啊，呈现的已经是，可是它还不真啊，要呢一直啊连续的做，熟悉了，你越熟悉了以后啊，你就越进入。所以复学之前啊，开始就讲司机啊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啊而天水，就是我们做万年放下，可以做到呢司机而龙现，就是我们在家里面静居啊，不出门，而神通万物，就是我们的那个神跟万物啊都相通。所以我们这个前不久有讲那个易经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人呐得到就叫大，对不对？就是大人，大人就是君子，大人就是帝王，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呢这个要以天地啊合其德，要以日夜啊合其秒，要以四时啊春夏秋冬合其序。要以鬼神啊合其吉凶，有没有？所以我们因为都没有研究，不知道说我们包含的这么大，这么广泛。所以啊，或许呢，在我们楞严经讲完的时候，就接着讲孔子十义啊。因为各位有反映说，我怎么没有讲儒家思想？现在儒家应运啊，要讲儒家思想。那孔老夫子的十义啊，是孔老夫子本身讲的。那或许现在正在写那个解说了。那我们讲的时候啊，是从原文讲，解说各位拿回去看，就不会说我看着一直念啊，就各位拿回去家里面，那或者解说呢，就从原文，从孔老夫子讲的原文啊来解说。我们现在北部啊就已经在讲了，效果很好，就是啊能够进入到我们把性分跟天地啊都融合在一起，叫天人合一。那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你看我们后来有讲那个排班浅谈理呀那个排班。以往或许那个时候开法会啊，都是老前人本身在浅谈，是那个时候民国63年，他每一次法会啊都是老前浅谈，所以对那个就很熟悉呀。可是并不知道说那里面含着河图啊跟肉丝，不知道。那直到或许把它画出来以后，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就是真的把河图肉丝啊，都呈现在我们浅谈里。
所以我们就已经跟天地合在一起了，只是我们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就深入其中，那或许就一直讲说我们一直研究说一念无明生三系，有没有？从无极以后本来我们都在本位，可是我们都这个修营就一念产生一念那这一念产生一念就叫做无明。那有这一个无明就生出三个很微细的酝酿，就是酝酿业相、转向、现象，就已经酝酿，可是还没有形象。那之后我们就讲境界为言长六出，有没有？可是这个中间从一念无明生三系以后到境界为言长六出的中间这一段这一块我们好像都没有去提及刚好现在这个易经把这一块把它补完了就是从生天生地生万物开始收，那就是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了以后形成三河大地，怎么样形成，怎么样变化就讲了刚好把我们没有研究到的这一段把它补齐了那孔老夫子讲得很详细，很赞叹孔老夫子很赞叹易经，他一直称赞伏羲氏、神农氏尧、舜、禹然后魏王、武王然后周公就很赞叹他们把那个对凡尘的一切都把它规划出来所以我们能够深入研究了以后了解说我们从无极，然后我们进入太极，太极了以后进入两仪，然后四象就这样一直连绵不绝，一直下来，然后往后我们就在气数，我们以往都8个字气柄手居物意手臂，有没有？各位熟不熟对这8个字咱是那伫凡尘伫咧流浪，为什么在凡尘流浪？就是因为气柄手居物意手臂，对不对？各位承不承认？那我们现在从研究易经开始，我们知道说那个气数气柄手居我们假如说真的按照凡尘的这个气气数在走，那1、2、4、8、7、5这个6个数目就是6道轮回。那我们走得很习惯，就是走这个6道轮回。可是我们缺少认识它3、6不在6道轮回，不在这6个数目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选择3、6。那3、6呢，就是抽坎田里。那抽坎田里就是修道。所以修道者不在6道轮回。虽然不在6道轮回，可是还在阴阳之中。那我们选择已经修道脱离6道轮回。人类已经离我远去了。3、6我们努力修到成熟，3加6就是9，9就是阳极，就是已经超出阴阳，就菩萨。然后真的圆满就是10满会，10就隐藏了不显现。那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数目里面我们选择就是能够3、6就是抽坎田离，把毛病脾气都去掉，把我们佛性所有的都找回来，把习性也都去掉，这样的话就返回，从后天返回先天。这个我们是先在这边这个了解到说我们研究易经孔子实力的那个方向目标。
现在也先了解，说我们要走的方向，就是要帮助我们彻底的了解天地的真理，天地自然的真理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会被物欲所蔽，不会被物欲所蒙蔽我们真理了解，我们会不会去追求物欲？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彻底的了解真理，物欲就不会蒙蔽我们。所以那个4个字也就可以去掉。然后我们研究易经以后，那个气柄所居就不会被气柄所居了。我们可以选择超出气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逍遥自在。虽然还在完成，可是已经心思都不同。是非常的让我们愉悦。不要等到以后这个回到理天再修了。各位浅显要了解，十方之佛人间修成，没有说要回去理天修的啦，也没有说要到极乐世界修的啦，也没有说要到我们那个弥勒祖师还在多帅天的时候，弥勒内院去修，也不是啦，也不是去东方琉璃世界修，不是。要在人间修成，十方之佛全部都在人间修成。你不在人间不能成道，不能成佛。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理念。唔通去用安尼讲的就耳仔起就听。一定要知道十方之佛人间修成，都是从人间修的啦。你在人间的心都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修到原来的光明，那就甭想，再来吧。就再轮回一次再来修。所以一定要有决定心这一生这一世一定要成道。各位有没有信心那么佛呢，就讲说我们不是本心受此轮回，不认识本心，就可以知道说认识本心的重要，它的重要性非常强烈，就是一定要认识本心，就不会受到六道轮回。那么经呢无量劫就是非常长的时间。不得真净，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清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得到清净，才能够回归我们本位。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非常光明。那么皆由随顺杀盗淫，我们呢就是随着凡尘。凡尘呢就是3个杀盗淫就是大大小小都有这个杀盗淫的那个含义在里面。那么凡此3种反过来对立的一方右则出生呢无杀盗淫有叫做鬼人，那么无叫做天趣就是已经到达那个神仙以及天那个2个那个地方所以有杀盗淫就是鬼，没有杀盗淫就是天就上天有无相起，起人为性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有时候没有，这样呢相起倾向于有，倾向于没有，这样就起人为性，就人为啦。念的有咧，念的无，念的无咧，又念的有我们完全都这样，人为性因为这个是施以气数气数把我们拘束。那么前问妙心片缘何有地狱人天等道
那么这个地方佛就呢解释由杀道以三为根本，那么前面讲更无根续那么持呢又指这个病根，病的根本源流在哪里？盖妄呢虽无体其故无因，起来的时候没有原因，而妄理相应，续辉无故，接续下来不是没有，就是已经有了，故复持也，各改积淀出来，根据前阿难呢怀疑讲，那么佛体真实因何故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那么现在如来以不是本心来解释，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本心则呢本有的妙明真心，亦即佛体真实，妙明真心就是佛的本体，那个是真实的，真实，由不是佛体真实，因为我们不认识佛体真实，故呢受区去轮回，所以说到这个七道的轮回，我们都六道了，因为他这边多一个神仙，所以七道神仙也一样在轮回之中，所以我们不用羡慕那个神仙。那么经过无量劫恶道故为不净，而善道净亦非真，就是恶道不净。那我们在善道方面是跟恶相对的，那个有对待的，就不是本真本来真了，因为绝对体没有相对，所以我们那个若无所见那个没有能手才是我们要追的。那么以思后的种子我们那个思想迷惑迷糊就好像我们睡眠它伏藏在我们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所以免伏藏识之中，然后伏而不断，它伏不会断，故呢不是真正的清净。又呢不是认识就是迷惑，受此轮回就是业苦业苦三个一直轮回所以不得真净。那么皆由随顺杀道因故则成呢三恶假如说杀道因全部呢都犯了，而且很严重就变成三恶。那么凡此三种者知其为恶之因而欲避之又则出生呢无杀道因则成善。恶呢故非可随，恶呢我们不要追随。那么善亦当舍离，连善都要把它舍离所以我们了解讲的就是究竟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善是对恶来讲，所以这个善也要把它舍离以同为系乎三界的根本。因为我们一直行善就被三界绑住了一直在凡尘轮回。因为我们一直行善是不是有福报？福报要怎么样来接受？是不是要有形体来接受？对不对？要不要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善让我们又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那我们在接受果报福报的时候想不想修道？我们有钱的有社会地位要不要修道？要有钱的有社会地位还要修道那根基真的好可是我们看现在的社会他有钱有社会地位他要不要修道？他能低心下气吗？很难的，对不对？他的腰都弯不下来了
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天考，上天在考他了，说你现在接受福报，你要不要修啊？佛性本体要不要回来？可能他都选择事业，选择形象，就投入赚钱，投入呢他已经有的事业，已经有的名声，为了吃一些虚名，为了吃一些能够看得到的物质，他已经迷失了，不想了啦，修到那个已经抛开了啦，修到了，我们就是了解，你就是要低心下气，就是要能够受得到所有那一些苦的，你都要去接受。可是有钱有社会地位他就选择不接受，所以我们了解上天考他，让他不修道，这样是福呢还是祸？真的也变成了祸了让我们没办法这个回归本位你再怎么享受你再怎么有钱物质再怎么多，一口气不来吃一些带得走吗？带不走的啦，那何苦日日夜夜就想着这一些，所以一定呢在世的时候就要一定先预防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到底要走什么路走入六道轮回那不理想能够回归本位那是最好那机会也不是说永远都在现在是上天大开普渡我们都求到得到才有这个机缘，然后我们又研究上乘佛法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可以成佛，都是从我们内心产生信心。各位有没有信心有我们听了就绝对会产生因为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其实它就是佛，可是我们都不认识没有启发都不认识，没有深入我们不了解所以这个心理心法它不是这个很一下子很容易你就全部透彻了解，是要你真心的去追求它才会呈现真正的明了才真的修道那假如说我们心理心法不了解，没有明心见性那谈修道都是空谈，没有用的不会成，绝对不成我们认为说很努力形象非常努力，那个只是跟众结缘，以及聊一聊我们的业障，是这样而已不要认为那个功德很大我们了解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一定要见性，一定要平等。那我们在凡尘这个平等之心就那么难很难得呈现我们对人，我们对事，我们对物平不平等？我们一下子就分别出来分别心一下子就产生那个不行都要平等平等了才能够建立这个德然后我们见性了那个才叫功，没有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都不算功了因为这都是进入福报的范围，那你福报很短暂那个功德是在性体之中在我们佛性本体的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说有了三道隐就是鬼没有了就是天我们到6亿天呢或是那个4禅18天或是四空天都是10余天有三道隐这个成恶堕落在三途就是刀途血途我们了解那个三途我们都会讲
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第二轨啊，之轮，那么无则成善，金啊名天趣，色啊仙人阿修罗，有无啊相勤，勤则斗也，斗有成无，斗成有，就是互相请斗，从下呢升上啊，那从上啊又坠下，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肉，肉的那个写出来的文字啊，就是阴阳门，然后上面一个人啊，半阴半阳，下面一个人啊，全部阴。那我们吃肉啊，久了以后啊，我们的阳半阳啊，全阴了，落下去了。那在底下那个人啊，受苦久了他升上来一半，半阳就变成人吃人，肉。所以那个造字啊，我们那个中国的造字一些文字啊，它的含义啊，就是已经呢告诉我们，从斗五啊成有，从上呢坠下，由是呢互斗不已，就是不停止，颠倒轮回啊，譬如啊经轮啊之高下，无有休息。故称人我性，是有为生灭性，都是有为，有所作为。若得妙花三摩提者啊，则妙常极，有无二无啊，这个有跟无两个啊，都没有了。那么无二连呢这个无二啊也灭了，上无不杀不偷，不淫。允和更水啊，杀到淫世，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劝啊我们修呢这个大定，那么以定啊，这个定药啊，就是能除病之生根，定啊很重要，我们有定力了，所有毛病的生根啊，都可以清除掉，持妙耳门圆通。从妙理呀发妙智，依妙智啊招妙理，即缓文啊稳自性，背尘啊合觉，为我们跟凡尘啊已经呢违背了，把凡尘放到背后，跟我们的觉性啊合在一起，背尘呢合觉，三摩提，这个呢我们了解啊，这个三摩提啊就是已经实际的在修。那么本期呢，佛告阿难，有三摩提，名叫做大佛顶啊，所能言王，具足啊万行，十方的如来一门呢超出妙庄严路，所以此劝大修大定，就是啊修大佛顶所能言。那能够呢，由我们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力啊，叫做呢大佛顶所能言，所以我们所能言定啊，我们了解到，各位贤贤，我们一般的在解说啊，说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就是啊，一切事啊兼顾，有没有？我们之前啊就有解说啊，说一切事啊，然后兼顾。我们要了解他那个一切事底下再加一个字，叫净，究竟的净，已经啊完了，一切事都已经没有了，一切事净，然后得到坚固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理，所以一切事啊坚固，这样了解意思吗？假如有人问你啊，你读楞严经是什么意思啊？你讲凡尘的一切事都已经毕业了，究竟了，没有了，一切事净，然后啊得到坚固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切事啊究竟，这样了解意思吗？
哦，所以我们呢研究这么久了哦，我们的年纪呢已经到63了，哦，63周了，一年哦才52个礼拜，哦都超过了，对不对？然后啊，我们研究楞严经这么久，楞严叫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不知道是很容易说了。人家会说，无你是咧读啥？所以啊，你听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完成事我都处理完了，得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会吗？容不容易？那妙常集这个稳性呢3种德相无区区的系服叫做妙，已经呢那个七道轮回啊，我们说6道轮回，这个要加一个神仙呢，就七道叫妙。那么无区区的生灭啊，叫做常所以我们那个常呢，就是常住不迁，它不会变化。那么无区区啊，这流转叫做寂寂叫如如不动寂。那能呢还稳啊如是稳性，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那个稳性则有之恶啊无之善啊，恶即无有，全部2个啊都没有了此则呢超环外啊之分断生死。我们在凡尘呢都是分段生死啊，我们生了到死了叫一段，然后死了我们去地狱又生了，地狱死了又到凡尘来生了在地狱又一段，凡尘生了到死了又一段，叫分段。我们都逃避不了了，有生就有死啦，有死就有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害我们啊很惨。那么先得啊人空，就是我空啊正啊有余涅槃，就是先呢正有涅槃，而出呢3界，已经呢超出欲界、色界啊无色界出3界。若能将无恶之性呢欲皆消灭这个有跟无2个啊都消灭正所谓啊万性啊亦无此则超全小之便利生死那个全呢就是已经到达菩萨的位阶，可是呢它是方便说了，实际还没有到达称呼啊就称呼菩萨不叫全那个小啊就是小圣就是声闻啊跟缘觉那个生小他们2个呢都是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没有了，可是他们有变异生死，就是还有微细的那个念头起来生，念头没有了灭，这样就叫变异生死所以变异生死啊是已经呢修到呢阿罗汉辟支佛那个前教菩萨他才有这个变异生死，乃空性的圆明成法解脱已经超越啊全小的变异生死以后啊，就已经呢空性圆明圆满光明了已经呢成法解脱人空，这个时候是法空啊人空法空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能够没有人没有法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都成就了。那么以致呢具空不生，正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啊就是佛的果位。安住呢首楞严啊大殿就是安住在首楞严的大殿，在我佛性本体的大殿。所以凡尘修的定啊很快破坏，我们佛性的定啊你要破坏都破坏不了所以啊我们要修我们佛性的大殿能够有首楞严大殿啊，就是已经成佛了，佛才有啊楞严大殿
那么当此之时啊，上无前小之不杀不偷不淫，因何呢？更随啊凡外啊之咒杀盗淫事这个凡人啊跟外道那凡外就是凡人啊跟外道是正道啊尚不屑为况邪道岂肯为之也这个正道啊都呢没有去实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已经超越两边正邪啊两边都超越了。而那不断三业各个有失就是啊不断的杀盗淫这个三业啊就是各个有失，因各个失呢众失啊同分，非无定处啊自妄发生呢生妄无因，无可寻救所以啊已经呢造了以后啊它就呈现了，本来没有，可是啊因为造了业啊它就呈现。所以此圣达前问地狱唯有定处，有固定的地方所在维护自然，还是它自然形成。那么地狱啊受果的时候是同受呢还是私受是大家一同来接受呢还是个别去接受那么佛就回答就是趋近三业就是杀盗淫由不断的此三种恶业则各个有这个施造别业各个造的别业不同。那么因造业呢在众施同分之中不管个人的或是大家的都一样都认为是正确的你有在吃肉就是呢等于认为那个吃肉就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施以重跟那个私心是同分一样非无定处啊，这样就变有固定的地方所在有固定的那个地域及别业同报个别造出来的那个罪业共同接受果报有同分地就是那个同分地狱。那么总结毕竟虚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虚妄而言呢虚气的果报，但由一念妄动而发生，都是一念妄动所以我们念头要控制得很好。我们所有的行为都由念头来，对不对？我们念头能够控制得很好，有不好的行为吗？就不会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先告诉自己不要有负面的念头，不要有负面的情绪出现。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先脱离地狱了，就不要去地狱了所以一念妄动而发生呢并非呢心外，不是在心的外面，是在心的里面。妄呢即指最初一念的生相无明，我们开始一念的无明生三系就是这样。然后接着以后我们在凡尘出生又生出很多的念头，那越来越纷乱越这个复杂。那么无明本空，妄性也没有体我们真心有体啦，我们妄心没有体以前呢或者都在讲我们的妄心它没有体，所以不要有妄心那做比喻或者都会拿比较贵重的东西说我们看到这个蛮漂亮的，可以装茶，我很喜欢，是不是心？那这个心呢就叫妄心，就是世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是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那当这个东西已经衰破了，我们当时爱的心找不找得出来？找不找得回来已经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心真不真？
就不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妄心无体。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体会妄心无体。那我们生出来的心，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是真心还是妄心。因为真不变，不会因为外相的改变而改变。你用它，它在；你不用它，它也在。那个真真都变。可是我们的世心、妄心它就是会变。所以我们一定要透彻的认识真心跟妄心的分别，差别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差别？我们不研究，我们都以为心只有一个，对不对？咱拢卖研究的时阵咱有知影讲真心甲迄个私心无？唔知影，对不对？修道，我都用我的心来修什么心？伊袂晓讲就这个心什么心？所以那个叫妄心，就是我们认识的心是心，是心就是妄心，不真。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真，我们要认真，不要认妄，认事。那个事是变化的。我们从小这个大人就一直告诉我们，你要认真你要认真我们有没有认真我们一定说有划不了，我一定认真可是我们认为的真是真还是假？都是假，因为真吃不来。它云云而不现，蕴藏，拢无唔慢。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就是要先了解真跟妄。真心有体，妄心无体，一定要记得。妄心无体，我们的真心它有体，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时候的真心就呈现，一就出来了。所以认识还不是很困难，可是也不容易啦。我们都不肯放下万念肯不肯放下？肯不肯还真不容易我们既得利益不肯放手。我都拢生活较这好要甲放弃，爱改变，那个都挑战自己啦。要跟自己作战。所以呢，妄性无体，归有所依啦，那个妄没有依，故曰呢生妄无因，那个妄生出来没有原因啦，无可呢追寻穷究，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好像呢空中的花本来就没有，空中没有花，是我们眼睛眼看到了。所以佛学都讲，要看空中花还蛮容易的。你估来跑5分钟，你常常甲徛起来看天空有啥物，一定足多物件的啦，对不对？那个叫做空中花，空中的花啦。你若较恢复的时阵迄拢消失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它是真还是假？明明我看到真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凡尘事明明我看到不见得是真，都是假象，假的形象可是我们都被假象耍得团转，我们都被假象迷惑。所以随着造业，随着受苦，是谁自己，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自己认识，认识真理，认识本心，这样呢，我们就不会了，就不会为了妄，我们投入，不投入妄我们就回归到真，回归到真呢，正确了，我们认真，真的就是认真。那么鲁续修行，
那个续啊，就是劝勉，努力的意思，努力啊，劝大家来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尽三惑啊，众得神通啊，皆是世间呢有为功用。那习气不昧啊，落于魔道。所以这边呢，佛有讲的很肯定啊，很透彻习气啊，一定要消灭不要它那么此正见呢悉除啊三惑这个续呀是勉励真实修行，欲得无上菩提呀就要不断的三惑，三个迷惑啊，即杀盗淫，因迷惑啊不了解啊，是人为的根本不但呢主持只有除掉呢三恶之有善之无德啊欲护啊更除，就是没有杀盗淫啊，也要把它除掉，因为它是相对的甚至啊无恶之性呢欲护啊灭除此即啊断性亦无连那个恶呢全部也都不要了。那么不尽三惑，就是不把三惑都除尽了但除四恶而不除四善呢，则对待不尽了若善恶皆除啊，而断性啊犹存犹未尽三惑种子，纵以禅定之力呢，得发明相似啊神通，亦不能呢超出世间，一样呢在世间成就啊无咒妙力究竟呢皆是啊世间的有为功用有所作为，有漏呢而已啊就是呢还烦恼。那么习气不昧啊对境啊还一样呢护花对境啊又把它呈现出来。那么纵能上升呢终必啊落于天魔外道就是啊不正确。虽欲持妄呢倍加虚伪虽然要持妄又加倍的虚伪。如来说为可怜悯者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假如说是离这个真道很远的话那个真的是啊可怜悯啦就是我们把这个真理啊用还的方式，你去把它这个说它的是非，那个真的呢也就是啊我们众生呢把可怜都写在脸上。有道经呢就讲他说我们不是要鼓吹说进入三六抽砍田里吗？他说那个三就是散掉的散，然后我们死啊隐藏是不是佛了？他说死就是死掉了。我说你真的把可怜都写在脸上，写不写在脸上？我很可怜，可不可怜？人家要救他还这样真的不要找自己麻烦那么汝妄呢自造非菩提救就是我们的妄自己造，不是菩提呢它有过错做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妄说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除掉我们习气，然后要除掉我们杀盗淫。那么此层上文既落天魔外道虽欲修习持妄虚伪，倍加这个虚伪就是假的啦宝镜师呢有记载。那么以凡夫天人不达真修向外求心因为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真心那我们又向外来求心那个都叫外道。那外道呢我们就叫邪魔外道所以我们不能呢心外求心向外求心呢都是假的。那么以是虚伪
何况呢天魔外道啊，全无正念，而欲除啊妄者正是以报啊易报，以妄呢除妄，则虚位之中呢更加1倍的虚位。以故如来呢说此居去呀，真为啊可哀而可怜，可怜呐，真的是很可怜。那么如妄呢制造啊，非菩提救，菩提啊就是佛体，我们那个生佛昧的佛性本体，救呢就是过错，劝人易得菩提呀，要除尽三祸。那么此呢，即代表佛宣扬，代佛来宣扬，名呢为正说。若赞叹呢杀盗淫，不爱呢真修，有的就讲杀盗淫呐，不妨碍我们真修，无需呢断绝。那么此人即是啊魔王之邪说了，就是讲的不正确。以着眼啊辨识，就是要认识，勿为所惑。不要被他迷惑。古德呢就讲，修禅啊不持戒，即是魔罗也。就是魔罗，魔王。以妄呢修以妄啊，真实啊可怜悯，加可怜呐。是之呢正说经闭啊，重说机器啊，以戒来助定，戒来帮助这个定。那么即使如来将把法咒。这个底下就是无问自说了。我们已经讲到啊，无问自说的部分，就是啊，已经讲完了，经讲完了，已经要离开了，他讲经说法的座位。那么以狮子座呢，满七宝积，回紫金山。这个佛呢，他全身啊都是紫金呐，一座看起来好像山啊，紫金山，就是在讲佛的那个身体呀、本体。再来平依呀，普告大众。本来就起来，佫倒转来坐咧，甲大家讲，即阿难言，汝等有学啊，远贼声闻，今入回心呢，弃大菩提，无上妙觉呀，我今已说真修行法。那个无上妙觉的真修行法已经呢全部都说完了。那底下这个啊无问自说，这个没有问啊，然后佛自己讲，以阿难呢但知情定，而定中所发生的微妙的模式啊，非他的智力啊所能发问。在我们修持过程啊。那个定中所发出来微细的模式啊，不是阿难的智力啊所能够知道，他不能知道，他就不能发问了。那么佛知呢，欲修楞严大殿啊，魔君呢必来指导，就是我们修楞严大殿啊，这个是大事，修宪啊。修士的话，我们从55位的那个菩提路来修啊，魔不来扰，因为呢魔不扰事，不会来扰乱事。可是性啊，你修性这个呢，楞严大定就是修性。你修性的话，魔要来指导，因为你会打破魔宫。你把整个魔宫都打破了，那个魔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他要扰乱你，不让你修，所以我们要认识。那么若不辨明啊，辨别明了，令事啊五阴魔境，就是让我们认识啊，我们那个五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五阴的魔境啊，我们遇到的那一些呢呈现的景象，以保护啊正修，免致呢堕落，故将把法咒呢，以狮子咒染七宝积呀，那么传以狮子名者呢，表其无畏，积以七宝称者啊，视其呀贵重。回紫金山者，即如来丈六的金躯，阳光呢普照，犹如金山。再来平依呀，
及最后呢，真持不尽，不待情而自收，就是没有请问呢，他自己收。于是呢，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声闻，眼觉今入回心呢，气大菩提，无上的觉道。我今已说呢，真实修行之法，就是还轮的功夫，稳性记住啊，圆、通、常，三个真实，圆也真实，通也真实，常也真实。那么依此而修呢，决定不谬，不会错误。但其中未说模式啊，不得不详为辨明，让我们都认识。如由为是啊修呢奢摩他毗婆舍奴微细的模式啊，魔境现前啊，如不能视，喜息归正，肉以邪见。这个问呢尚不知，何况呢能视？问的未晓问啊，免哪会当认识？那么奢摩他即自性的本定，毗婆舍奴即微密的关照，微密关照呢叫做毗婆舍奴。而此性修定之中有种种微细的模式，就是很微细，若不忆之呢，其何能避呀？假如说不事先知道，遇到的时候啊，就不能够呢，这个躲避呢，这个逃过了。色或魔境啊，视而现前，若不能视啊，那个视就是很快的时间。假如说不能认识啊，难免啊以邪为正，将妄作真，喜心呢归正啊，肉以邪见。若魔境啊不是，纵欲喜心啊，亦不得其正，则必落入也邪见。或如阴魔，或护天魔，或找鬼神，或找魑魅，魑魅魍魉，心中不明啊，认贼为子，这个详细的来开示一切的魔境。阴魔呢，有通呢，有北。通则呢，50种呢，境界啊，皆名的阴魔，并依呢五阴起来的。那么别则呢，色阴10种，它色受想行识啊，各有10种，加起来都有50种。是痴心呢，自现，当无呢外魔。那么受阴呢10种。以招呢外魔入心，而魔为呢现身。响阴10种，方有天魔及鬼神魑魅。受降恶因啊，皆由烧失正念，引起外魔。故云呢或护天魔，则有鬼神或招呢魑魅。设时知魔现起的时候啊，而心中若不明了事变，假如说不了解认识啊，辨认或自认为圣，未得，或认魔为圣，生命啊供养，皆是呢认贼啊为子，上法财伤慧命。又复疑中得少为主，如第4禅无闻比丘妄言正圣，天报啊已毕呀，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或有阿比喻，就复行又复呢名行施恶因，行因呢所发10种心魔，是因所发10种见魔，皆无外见，全部都没有外见。以自心之中呢，妄生邪见，得少呢为主，且更呢自言满足菩提，不免人罪。如无闻比丘，但修呢不悟多闻，报得是禅，便自妄言啊，以证小圣阿罗汉果，天报已毕呀，想心护其。
还其谤词，就是毁谤的言辞啊。言我今已证阿罗汉国，那么身遭后有，就是还有后生，就是又遭轮回的意思。为佛妄说呢，罗汉不说，不受后有，因此呢，谤佛，毁谤佛，罪而彼地狱。那么其害啊，若此，可不畏哉。那么如应呢，谛听五经的味啊，仔细分别，这个魔相啊，幽微难见啊，魔害呢，酷烈难堪。阿难起立啊，并其会中同有学者，就是程度啊比较低的，欢喜顶礼啊，胡听指挥。定中模式啊，非如来的智力啊，安能分别？金蒙真慈啊，真正的慈悲，须以仔细的分别，皆生呢，欢喜之心，胡听呢，慈悲的教诲。佛告阿难及之大众，汝等当知呢，有漏世界啊，12类生，本觉妙明，觉缘心体呀，以十方佛无二无别。这个又先呢，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呢，就呢先说我们12类生，那个本体呀，那个本觉妙明，觉缘心体呀，跟十方佛都没有分别，不一样的。先呢说这个我们要追求的最高程度。那么当起呀，这个慧照啊观察，我们就是要来智慧的观察，智慧来关照，观察了知呢有漏的世界啊，依报12类生啊正报。那么引流啊后现，尽流业招，迷惑呢呈现。那么尽呢，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业啊，招来，故呢也有漏。那么本性呢妙明啊，与佛呢一样，没有分别。那么有辱妄想啊，迷理啊为旧，就是已经呢迷昧真理啊，这个就是过错。那么痴爱啊发生，又呢我们发生痴爱，那就呢生花片迷。普遍啊都已经迷了，故有空性，化迷不习。有世界生啊，则此十方围成国土，非无漏者啊，皆是迷惘，妄想安立。我们全部啊都是妄想，然后安立呢，在这个国土中。那么无始妄想呢，这个迷本有啊。迷昧啊本有的真理，以为过旧啊，就是迷昧本有的真理啊，最严重。那么此即啊，无始无明，无始以来的无明，就是一念妄动。而无明妄想呢，各有本末。那么根本无明之性啊，实以痴；根本妄想之性啊，实以动。痴动，那么二者同时啊，故同称无始。那么底下呢就是详细的解释。痴呢就是无明，不如实知啊，就是呢不这个实实在在的去知道。真如法，这个真如法一样。这个真跟如啊，它法呢，都是一样相同。即名为痴啊，不知道就是痴。那么不觉心起呀，动也。这个我们一念无明啊，就是不觉，然后心起了起一念，这个叫做动。动呢才有念。即名为爱，使我们自己啊产生。如前啊，性觉不必明，妄为明觉呀。即指亦明觉体之念，为爱也。由爱故啊，真妄呢和，变其呢阿赖耶本事，明业发生。那么所谓以一啊不觉，故心动。按照呢这个我们不觉，就是呢无明。
那么说明啊为业，所以一念啊，那个就是已经呢业因现成，如前云啊，劫非所明，这个劫啊不是我们要去努力研究明了的对象。那因明，我们因为要明了明了呢，然后力啊熟，就是有能熟，这样呢就呢业进入呢妄的那个体。是以乃以力熟啊为花生，本来是一体啊，已经变成相对，对待有能有熟。那么生花者为依前生的业事啊，发起能见之见，这个叫转向。所以我们发生了业事啊，就已经呢发起啊能见之见分。所谓依动啊，故能见。动所以才能见。在一念无明生善系啊，就使以转向。那个念啊，就是业相。这个地方呢，就是转向。那么如前云，熟具妄力啊，生如妄能，有能有守，是以乃妄能啊为花生。然后片迷呢，未有能见啊。故以本觉的真心虔诚毁灭，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都已经毁灭，毁啊就是暗，看不清楚啊，昧迷昧，不见呢真觉，唯见啊玩虚，是曰呢故有空性，即迷妄呢有虚空，因空呢才立世界啦。所以世界是迷妄而来，所以啊，我们了解迷妄呢，才有虚空，有虚空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那化迷不喜啊，化呢就是生，以见啊，对空，转觉迷闷，复起啊化迷之心，遂于空中呢，见有色相。师曰呢有世界分，所以这个叫现象、业相、转向、现象。在这时候了，整个都还没有相啊，都还没有，都是在酝酿，在空中酝酿。那么如前云，依空呢立世界啊，是也。那么此空世界啊，耶续相中。国土啊，来说，不言众生呢，以动魔之有，唯在国土阵内啊，无关众生。所以我们众生呢，要修真的话，都把这个国土啊阵内，因为这里面啊没有这一些迷妄才立的虚空，虚空才有的世界，所以啊本来都没有。我们修真的话，把这个本来都没有，都把它分类。所以为什么我们真修的时候会有魔来绕？因为就是你要回归到真呢，把魔功都打破了。这样各位知道吗？那假如说我们修55个位阶啊，那是依次来修，依次来修魔不绕，魔不会来扰乱。那依性来修的话，那佛就要来扰乱，因为你要把整个世界啊都打破，他就没有地方住了啦。魔没有地方住啊，他当然要来阻挡，阻挡你的真修。那么义不言呢，出相，以出相业招，使以别业啊，那个境界。迷事呢，妄想所致啊，细相呢破现，使以同分境。那么微尘啊，比喻啊四目之多，灰呢无漏，乃名呢有漏。如前同分望见啊，这个文章里面呢说佛世界啊，并集十方之有漏佛啊，同是呢结名无漏妙心，希望的病源故云呢，这皆是迷惘，妄想安立。迷啊是迷真啊，真呢已经迷掉了，没有了。玩呢是起妄，迷真然后起妄，
胃呢有片米呀，普遍呢都米了，遂有顽空。上面呢记载生花片米呀，故有空性。未有化米呀，遂有世界。如上面讲，化米不息呀，有世界生，则此世界呀，无非妄想安立也。名矣。所以这个已经把我们整个凡尘世界啊，都列入啊妄想安立呀，所以都不真，都是假。真的就是佛性本体。那么当知虚空呢？生如心呢？所以各位先生，这个非常重要。整个虚空啊，就是真空。全部都在我们真心的里面。就生如心呢，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犹如片云啊，点太清理。况知世界啊，在虚空也。就是虚空在我们的真心呢，都好像是一片云而已。一片云啊，点在呢这个太清虚空里面。那么方知世界呢，在虚空也。这个所有世界啊，都在虚空。那就更是啊，比那个片云还要来得小。更不大。所以啊，虚空世界啊，我们就是了解来讲。我们所看的这一些啊，都是不大。世间之大呢，莫大于虚空。然而虚空呢，由位置为大。当知无变啊，不动虚空，生如本觉真心之内。那么犹如片云啊，点太清理。太清呢，即指天际啦。那么际呢，这个如点。以清气之清，清呢上浮则为天，故以太清呢知啊。那个儒典就是儒家的经典啦，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那个易经啊，就称为儒典。那么片云指一片的浮云，自息之微啊，点在太清里面，那么岂能呢九成也？就是没办法这个九成。那么此以太清呢，比喻啊，真心；以片云啊，比喻虚空。那么其渺小啊，易坏。这个呢片云都是啊渺小易坏。况知世界啊，又在虚空之中。那么其虚幻之意啊，不亦可见乎？就是就谁。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小。那么独等一人啊，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人发真归元，就是要发心呢，修道会归还本位。那么此十方空啊，虚皆消运。这个十方空啊，全部都破坏了。云何空中啊，所有国土而不震裂？在呢这个虚空的国土啊，全部呢都震裂。都破坏了。那么设时如等能有一人心光内照啊，发明呢本有真心，还本呢归元。归元则无迷，无迷呢则此十方毁灭所成之顽空虚皆消灭，而运往全部都不见了。以虚空呢原因啊迷妄而有。如前面有讲，生花片迷啊，故有空性。无迷呢，故无妄空。有迷呢，这个空才呈现。那么此真呢，真显啊，妄呢就破了。应念呢，化成无上知觉，就可以啊，都化成无上知觉。那么允和顽空之中，所有结案为色啊之国土，何能保全？不行正然类也。他所有的都正类了。所以这边假设啊，问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呢，虚皆消运。现在十方之佛成道已久，何以乃见虚空？所以呢，这个假设的问啊，又假设的答。那么此虚空呢，是为归元呐，是众生所见。
我们呢还没有归到我们的本位啊，这个众生所看见的归观呢知佛之事，跟知佛呢没有关系。譬如呢眼中啊有异啊，夜见灯光，别有五色的眼影。那么知佛呢异病已除啊，前空前真啊，唯见啊一真法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虚空世界啊，是我们众生还没有归到本来的众生啊所看到的，跟知佛啊没有关系。就好像说我们眼睛啊，有这个疫病，就是有这个毛病啊，看到呢，灯光，晚上看到灯光呢，灯光的外面啊有五色的眼影，那知佛他眼睛的毛病都已经除掉了，所以前空啊就前真，唯见啊一真法界。所以这个假设问啊跟假设的答，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现在已经很多的佛都成就了，为什么虚空世界还在？就是这样。那么汝辈啊修禅四三摩地，十方菩萨及之无漏啊大阿罗汉，心经呢通文，当次啊湛然。这个在讲。说呢，我们修习禅定啊，要严持啊三摩地，三摩地啊就是实际的修这个真理真道及梵文的功夫，时时无间，行住坐卧啊，完成，然后照理，把完成呢都完了，照见真理就是照见佛性本体。那么自在呢这个理中不分不散。能与十方的菩萨呢，及之无漏的大阿罗汉，心经通吻合，就是可以跟他们通，所以正脉就记载，圣还呢言于法界，今一旦呢悟后归元，故不离当处啊，一念不生，以知圣心啊，泯同一际，湛然虚明呢，无二无别。所以只要我们呢，悟后归元，不离当处，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啊，就可以跟知圣啊，就是已经呢心明啊同一际啊，就在同一个世界，佛世界。那么一切魔王及鬼神啊，知凡夫天，见其宫殿啊，无故喷裂，大地啊，震彻，水陆啊飞腾。无不惊蛰，凡夫呢昏暗，不觉而天。所以一切呢一界啊顶天的魔王，欲界顶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然后魔王啊，就是呢摩西首罗天。那摩西首罗天呢，就在他化自在天的管辖，所以叫呢欲界顶天。那么魔民魔女。以及啊大力的人夜叉楼上，这就是女鬼，知凡夫天，就是六欲天、四禅，外道、无想天等，见其宫殿啊无故喷裂，并知大地啊一间震摇，开车，水陆啊飞腾，无不呢惊怖啊，其则其悸不安。凡夫呢昏暗，这个我们人道昏迷暗顿啊，为这个还没有具备五通呢，还不觉呀而迁，就是我们呢都不感到它整个天地的变化。那么彼等贤德就是他们全部贤呢，就是全部的彼等贤德啊，五种神通，维持肉尽啊。念慈勤劳，如何令汝催泪其次？是故鬼神及之天魔、魍魉妖精啊，于三昧时啊，前来恼就是来扰乱你。五通呢，是报通，归是修通。报呢，就是果报了。所以五通呢是果报里面的通，
不是呢修持里面的通，维持啊漏尽通。那个漏尽通呢，是无漏禅定啊，断惑已经断掉迷惑，所发。那么记得五通呢，必知宫殿啊，喷类啊，是定力所为。那么留念呢成劳，自然呢，不求出世。如何呢令如啊，任运成道，而催泪啊，其处也。如这个释迦如来以菩提场安坐之时呢，发一咒愿，不成佛道不起此咒。即使啊6种震动，20魔王见其宫殿震动，以天元摇观，知是悉达太子啊，以菩提示下，示成佛道。即使下令呢，谁能领旨破坏禅定？那么当时3位魔女领旨前往，那么此即定能招魔之名证，定呢就是会招魔。那么信佛定力啊既深，愿力啊坚固啊，不为所动，就是定力啊已经很深了，然后愿啊也很大，又很坚固啊，不为呢3位魔女所动。那么后来魔王亲自啊率领魔兵魔将前往迫害，义父啊无可如何，就是没办法，这个邪啊不胜正。是故呢，鬼神及知天魔魍魉幽精呢，彼等所依啊，无非呢语痴邪暗之见，就是我们凡尘。那么行人修行人修定啊，心光一发，以菩萨之圣啊，同吻合啊，故能破呢语痴啊邪暗。由是以汝啊，静修三昧时啊，前来扰乱以汝，这个前即同也，前啊就是同，皆意啊破坏禅定，彼等呢，死安，甲你破坏，伊才会安心啦，无甲你破坏因就带袂掉啊。然彼之魔啊，虽有大怒，彼尘劳内。知魔虽然他大怒啊，可是他在尘劳里面，如妙觉中啊，你在妙觉之中，如风呢吹光，那个光被风吹啊，那个光还是在啊，不会有所变化。如刀断水啊，你刀拿起来，水还是连着啦，那个都是多余的，了不相触啊，它不会相触。如卤沸汤。你好像呢很热的汤，比如坚冰啊，它好像呢很坚固的冰，暖气啊渐临，不消灭，不久呢它就不见了。那么图示神力啊，但为其客，那个神力都变成他的客人。那么此呢告诉我们迷雾啊是得失，彼之魔见宫殿啊无故呢分裂。虽有大怒呢，而言虽有者啊，究竟与我无关呐，与我无伤，不会伤害到我。彼在呢尘劳生灭法之中所起的邪行啊，汝修妙觉真常的心中，本具啊正定，那邪啊不敌正，邪啊不胜正，以生灭而欲坏真常，以怒气啊。而欲恼定心，譬如啊，以风吹啊日月之光，以刀呢断啊长流之水。日月之光如故啊，它不会被你的风啊吹不见了。长流之水啊，没有痕，你刀过呢，它还是一样，了不触伤。又如修定者啊，观智啊增明，观慧的观照观察的智慧啊，会增加光明，犹如呢沸汤很滚烫的汤，以劳恼者邪子啊正固，犹如呢坚冰，非但呢无损，且能呢破魔，
沸汤之暖气啊，渐渐凝聚坚冰，而坚冰之冻结啊，不日消亡的印昧，就消失了。彼虽呢，独是五通神力，但为其客，终不久住啊。那个五通的神力呀，就是他的客人，没有办法永远都在，不能呢成害。他底下呢就说呢，成就破坏，就是呢会背出一些魔，跟呢那一些魍魉，破坏的话，那有汝心中啊，是我们的心中五阴的子人啊，所以啊，这个成就破坏都是我们修道者的本身，那个我们的就是啊五阴的子人，子人若迷啊，克得其变，子人呢，假如说迷灭的话，那克呢，他就得到便利了。那么成就破汝戒力啊，扰乱定心啊，其垢在水。垢臭呢在哪里呀？实有汝心之中，汝之心中啊，五阴的子人。那么子人呢，即观照之智，如若呢，这个阴境现前，观智得力啊，无论呢强软，恶魔不得畏，不生呢畏惧呀。彼之呢计量有尽啊，我之呢，才无求。若观智啊，稍亏。我们呢那个观照的智慧啊，有一点点这个小了，不健全了，迷失呢正念，则魔王呢乘这个空间，然后就进入了，故欲啊子人若迷啊，克得其变，这个正埋就记载，魔扰乱的修行人，如克劫主啊，那个劫来了，要来捡物件，此若呢生机不动，劫乃莫测，业绩呢业恐，那个劫啊很恐怕。那我们呢这个凡时啊，就有说呢，强劫啊怕漏子啊是也，这警察惊六祖，伊伫内底拢无叮当，迄贼仔颠倒惊。那么此若呢自守不定啊，惊慌出走，未解所执啊，方得其变。所以你若惊撒娇有迄个这个落手的所在。那么当次啊禅那觉悟啊无后，就是当次啊，我们就能够进入禅那。禅那呢就是已经呢这个已经有成效了。定力啊有成效，所以奢摩他、三摩地啊跟禅那，三个正定啊，禅那来讲就已经有成效。那么觉悟啊，无后，觉悟了以后啊就没有迷惑，则彼魔事啊无乃如何？那个魔事啊，他呢就没有你的办法。那么阴消入明，则彼啊群邪，闲受幽气啊。明能破暗，尽智啊消运，如何赶流啊扰乱禅定？那么行人修行人单持禅那正定之中，会照观察，一念呢不生，觉悟啊无后，觉起啊是魔，悟啊会善境，不受呢其迷惑，则彼魔力啊虽然强横。亦无所施其技，故曰呢无乃如何？阴境啊，消除而入呢大光明场，如前面说，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彼呢群邪啊，闲受幽暗之气啊，已成形，如罗刹呢相入啊不见，可以啊为证。这个罗刹呢，只要在太阳光之下呢。伊就袂当出现，以汝之智慧啊，光明能破呢彼之愚痴黑暗，故曰呢明啊能破暗，尽智消运啊，如何赶流啊扰乱禅定，他自己呀就会消失了。
若不明悟啊，被因所迷，则如阿难呢，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啊，斯为渺类。彼为咒辱，破佛律语，8万行中啊，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啊，尚未伦理。若是呢，五阴的子人不能明其啊是魔故呢非善境，没有领悟啊，这个不是善境必自啊悟为圣正，就是已经正圣了被因啊所迷，祭司呢正受，必为魔子凡所修为啊，皆是魔业，而成就呢魔人之类。如好像摩登伽实为渺小而复下类。彼之痴心呢我以先梵天咒咒辱呢破我所制的律仪，8万西行之中啊，只能回辱一戒而已。将毁戒体呀，这将毁则而上呢会毁也此并非啊汝起云案不是你起心动念是他呢这个挑逗。犹如心清净故啊道共戒律啊，尚未至于啊伦理所以那个定呢还不够的话，可是呢一直要求佛来救。那么此来回辱啊保洁前身，如载尘家夫逢寂寞婉转的领落无可哀救这个就很严重。那么指这个阴谋毁啊，就是坏毁坏。那么此阴境啊现前啊，乃是要呢坏汝的法身不是你的色身啊，是你的法身丧慧命法身慧命啊这个丧失掉就不能成道成佛了。故曰呢回汝宝觉的前身，法身慧命啊即为，故以啊前身来称之色欲警觉呀这个载尘桂林啊天子就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一旦有事赐犯天威，也就是赐犯皇帝呀消除籍贯，没收财产，不但呢上进啊官位且难免啊行礼是以啊警惕呀而觉察，摄入呢回宝觉的前身啊，其子道果呢不成，必至啊出没呢三途，所谓呢婉转飘零啊堕落呢恶趣，无可依附无通啊挖可。当此之际呀虽有知佛大哀广济呀怎奈呢邪见深入啊亦难救所以自己不争气的话，我也没办法。阿难当知啊，汝作道场消落之念啊，其念若尽啊，则知迷念一切精明，动静不已啊，意望如一所以这一段呢非常好，各位呢都要把它呢记下来。就是我们坐在道场就是呢整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场所，要呢消落之念，把所有的念我们都呢消落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么其念若尽则知迷念一切精明全部的念我们都离了，那一切都精明。然后动静不移这个动静我们都呢不移这一种做道场的现象。那意望呢如一，不管是意不管是望我们都按照呢这一种这个情况呢一直延续这个呢名色因始终之见色因的开始跟色因的结束它的境。那么汝当以智慧来知道汝作道场修道之场，有事有理理跟事双修之道场及前这个严节坛场37日克取起正，乃至端坐安基经100路不起欲咒，名为呢这个咒道场。为这个理道场不解坛语
不拘呢深咒，但取前事来详细来解释。稳中的境界啊，以一切的时中行之作恶是非仪之内，专制还稳，为呢这个咒道场，消漏之念呢，及专注啊还稳造性，移情不散，亡其所言的成相，就是啊，那个成言呢，全部呢，都消除，而自念呢自然消漏。不必呢，更用别种功夫。此正呢，耳根圆通，所讲的出于稳中呢，就入流往手。那么其念漏尽啊，则知迷念啊，一切精明。若功夫呢深造，其妄念呢自然都消尽。及前手入啊寂极，其念呢寂尽啊，则知迷念啊。本际的根性啊，即时啊就显现。那么一切时一切次啊，精而不杂，明而不昧，是念头入手之意，归花光之谓，就是念头入手，不是已经花光了。又呢消念啊，即极，精明啊，即星星，星星即极，注稳啊。本不住境，在我们的稳性，不去注意那个境，就是生境啊，外境啊，全部呢都不注意了。故境的动啊，跟境安能移之啊，就是不能来移动我们的那个修持方法。稳性呢，无干意识啊，稳性呢跟意识啊没有关系，所以意识不是稳性是佛性。那个意识啊，是我们心意识发挥出来跟外界联络的，那个不是，所以稳性呢，跟意识啊没有关系。故事啊，之意妄安能变之啊？那个事的意跟妄就不能改变了。我们活性本体，皆事啊忽其而为意，如影像，这个现在我们境的里面。真不呢障于境，显现出来在境里面呢，它不会障碍那个境。那么是乎昧，认识乎昧，我们的心是昧，而为妄也，如影像，昧在镜子里面，而镜体如故，镜体都没有改变。此正呢禅家呢打成一片的实结，就是有意有妄的，你全都不管它了。那个是意识，那意识跟我们佛性没有关系。虽然它是呢我们的佛性生花，可是这个时候做功夫呢是要反过来。那么即前动静二相已经呢了然不生，动静二相呢全部都很清楚，可是不在自己的心中呢产生。那动静不一指耳根稳性意妄如一指这个意根的自性，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我们稳性就属于佛性。那么当知此次入三摩地，我们要住在这一种状态之下，进入呢三摩地，如明目人呢，此大幽暗，精性妙境心呢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域，已经呢进入这个色阴的区域。那么修行人这个心即双流，当自心以根性之初，故呢三昧现前，即耳门呢圆照三昧，然而定力未生，犹为色阴守护，被色阴所盖守护，故如呢明目人眼睛都很能看得清楚可是呢处在大幽暗室在那个看不见五指的地方，虽然呢六经之性妙境明经，本来周遍法界，无奈呢色阴还没有开，心光呢还没有发，故呢还见是为是无边的幽暗，
位置根性呢，上背色阴啊，手居举约这个屈，就是被它呢举举了。上背呢色阴之手盖覆啊，曰余屈余，色阴屈余。屈呢就是小污，余啊就是污之四垂，那个被火水流来，那个叫余。那么此乃呢，色阴啊未破之相，那个色阴呢，都没有打破。我们竟然还讲到剩下5分钟而已啦，留下5分钟给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的啊？5分钟而已要把握。我们今天讲的听得懂吗？懂对呀，这个就是累积呀，这个叫稳心稳修啦，一直在稳就一直在修了。虽然都还没有很明显的成就，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呢都在我们性温之中呢都产生了作用。有要问的吗？还剩下4分钟而已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讲说七情六欲是哪七情六欲？七情六欲那个我们就是了解那个这个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啦。六欲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这个我们的6根接触到6尘以后产生的欲望这个是最原始的那个六欲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6根发挥出来，接触到6尘，然后产生的那个爱产生的那个喜，那个是最难去掉的。所以那个六欲我们就是了解到，从我们的身体所产生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落入凡尘在细部的部分就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掌握那个源头，就是我们的6根面对6尘，然后我们心外放产生的喜欢，那个就是六欲。谢谢李老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好。李老师，请问一下，佛性本体回来，佛性本体回来自己如何体会得到？佛性本体本来就没有离开他要怎么回来？佛性本体本来就在我们身上不是回来，而是我们自己发现。佛性本体我们发现已经发现不是说叫回来了。你本来都无佛性伊都无转来所以应该要说呢，佛性它都没有1秒钟都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不知道，没有去发现。所以我们时常就讲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那个花呢，就是发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叫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不是时常看到佛经这样写吗？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没有？我们都解说我们一定要发心就是要发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变成是外，不知道说是里面要发现自己无上的正等正觉的真心，这样了解吗？我们观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浅显，那个时候佛性就回来了啦。那个时候
各位要了解到，我们万念放下我们的佛性本体放不下。你再怎么放我无爱伊拢伫咧，我不要他都在了，怎么办？所以我们那个佛性你要他，你不要他，他都在；你用他，你不用他，他都在，叫做真心有体。这个有体不管你怎么样的变化，它都是跟你在一起，没有变化。亲不亲切？很亲切啦。下个，我学三老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手上都有一本孔子十义的解说。我们之前拿到是原文，那这一本是解说，把那个整个意思都详加解说。原文只有19页，解说有52，有52页，所以可以各位就是可以回去呢就详细可以研究。那我们往后讲是讲原文不讲解说这一本啦。解说这一本是要给各位看，各位拿回去看，这样呢一方面假如说有时间呢来这边呢这个听，一方面呢又可以在家里看。那假如说真的没时间的话，你在家里看解说本一样可以。所以这个礼拜四才印的啦，礼拜四拿去印我们今天竟然就可以拿到，比台北的前贤还要早，台北前贤还没拿到，那我们已经在北部已经有讲了，也是从原文讲，从原文讲比较就是能够呢这个发挥都是孔老夫子的意思。那解说以后呢，我们比较能够分散那个注意力。那在我们原文解说会比较集中。所以各位呢就可以带回去。那往后要上课呢，就带那个原文的那一本来看。它细本它薄你拿到比较薄的，那个只有20张。那我们的解说本有52张。它可以说呢就很详细的加以解说。整个都是孔老夫子说的啦，所以是儒家思想。那我们呢又回来呢这个研究楞严经已经快这个接近尾声了到234页。是始以无问自说。孔老夫子呢因为顾及到那个楞严法会有很多那个程度都不够，所以没有问然后孔老夫子自己解说，就是呢在修持我们就是发真归也，就是都发着真心来修到我们的源头，那会有魔来扰乱。那从这个事相去修的话，魔不会来扰乱。所以加以呢注解，把那个遇到的那个现象事先呢加以说明。所以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无问自说的那个内容。我们上次呢讲到那个是当住此处入三摩地这边嘛，
哦，就是呢我们住在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然后在那个正定进入那个本性的那个定里面。好像呢，这个明目人就是眼睛都很这个清晰的处大幽暗就是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呢处在那个地方。那精性妙境心未发光就还没有发挥呢功能。那么此则名为色晕区所以这个50位魔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五阴第一个呢就是色阴色受想行识，那色阴区域有10个10个魔所以各位先贤要了解说，虽然佛都在讲魔，可是他的真正的意思都在讲佛性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它不着眼一个字，讲的都是魔境，可是真正的在讲都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看呢，就是看到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怎么样要回到佛性本体佛有加以点明，把它呢整个开示出来。可是讲呢就是讲魔境。那我们呢就不要被文字的表面迷惑所以这边始于那个色阴的区域。那么修行人行人心急双流心心急急2个双流。那么当住心以根性就是要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正三昧呢就是正定，三昧先前及耳门呢圆照三昧就是能够呢在我们佛性的本体之中。然则呢定力未深犹为呢色阴守护，还被这个色阴所覆盖。所以说好像呢明目人此大幽暗师。虽然6经这些就是我们6根所发挥出来的6根之性妙境明心，本来呢周遍整个法界整个虚空都周遍。那么无奈呢色阴未开色形象，那形象呢还没有打开，心光呢未发我们的心那个整个还没有发光故凡所见的地方就是呢无边的幽暗都是暗，还见不到呢我们佛性所呈现的功能作用。那么为此根性尚被色阴所拘局所以就区就局限在一个角度。尚被色阴呢之所覆盖所以也与区域色阴区域就是小污鱼就是污的那个四垂那个流那个雨水流下来的那一个地方此来呢这个色阴未破之相。那么肉目明朗，假如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十方呢洞开，这个十方都看得非常清晰，无复幽暗明这个色阴已经尽我们把色阴已经打破了。世人则能呢超越绝走就是已经呢超越绝。一方面呢就是时间一方面呢就是灾难那个觉的代表时间呢跟灾难。那我们已经超越时间超越灾难。那么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那我们就是坚固的妄想。我们为什么色阴没有办法开？就是因为坚固的妄想我们才呢被色阴这个局限。那么落实定力公身
花本啊，明耀哦，前是黑暗，西化光明。那个合拢哦，就是被这个冷气呀、哦。冷气一跑到喉咙啊，就说不出声来了。所以最怕哦那个风啊对着哦嘴巴。好，谢谢。我们的定力呢，功夫深一点，花本发挥我们呢，那个佛性的本来，它呢佛性本来就很光明，所以花本啊明耀。那么前是黑暗啊，西化光明，全部啊黑暗都不见了。若目之明白朗照，内侧呢五脏百骸，外侧啊三河大地。虽未能呢眼见大千，而眼前十方所有之次莫不洞达开通悉皆无碍。所以啊，这个已经啊所有形象就不障碍啊，已经超越了。那么无复呢再有幽隐黑暗，妙境之相啊，自此则精性啊星光呢遍圆。故名呢为色音啊已经尽了，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都被我们的五音啊所局限。那现在已经呢把那个色音第一个就已经破除了。如人身穿呢五重的衣服，那么今呢出脱最上一重已经呢五蕴已经呢去掉余韵了。那么五音呢生呢从四起，我们那个五音生的时候，从我们的阿赖耶识一念妄动，所以生呢从四然后灭呢从色除这个生下来那个色是最后有的，可是我们修持是从第一个色先把它呢这个清除，那色除掉以后不住相。就能够呢十方洞开，就整个已经都能够看到十方，如人穿衣一般先穿里衣，四音呢乃至色音，那么从实向续，从细向粗，那么经破除呢，则从粗向细，先色音，到后来就破掉了四音。四音破了以后就成就了。那么这个假设这个问知色上见何以言尽？所以咱看到拢那个有的都看得到形象，为什么说已经尽了？那么假设就回答说圆融的中道其尽色成空也。这个圆融的中道。但呢，尽色音不覆盖而已，不会呢被色音呢覆盖。那么良有呢真心圆能随缘现色，就是我们的真心可以随缘，然后显现形象，而色呢不异心，色就是心，所以我们了解色整个色跟空都是我们真心所以我们没有研究的时候呢，都把它分成色是色，空是空，心是心，把它分得非常详细可是假如说我们进入我们细分里面色、空、心原来是一体的
它呢是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那么冰啊，本来呢是明色，如知呢有光，好像呢我们那个夜明珠啊，它有光，还这个照呢这个肢体，它的光啊回过来照它的本体，但呢言无始啊，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迷己为物啊，我们迷自己呀，就是成为东西啦。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在骂人啊，说你不是东西。各位同学，我们是不是东西？可是我们的身体就有形有相，就是东西啦。所以我们迷己为物啊，物就是东西啦。我们迷昧自己啊，变成东西。其实不是啦，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东西。那只要我们先自己解脱了，不是东西，那我们就逍遥自在。我们假如说是东西，就极限了，被东西束缚了，极限就很狭隘。那么片成障隔，我们有东西了，变成东西以后啊，就普遍成为障碍隔开。我们被所有东西呀障碍隔开，又认物为己，把那个东西认为是自己。最起码我们都把身体认为是自己。我们都很深根蒂固啦，这就是我，身体就是我，我们都深根蒂固啊，就是这样认为。可是啊，各位同学，假如说身体是我，这个身体是我，那100年后呢？100年后呢？我在哪里？都代去啊，休去啊，对不？在哪里？所以身体是不是我？我们研究的时候啊，才了解说原来我就是佛，我就是菩萨，我没有形象，可是啊了了分明，很切实存在。可是呢，这个身体它是短暂的，短暂的时间它就消失不见了。那假如说身体是我的话，那才紧就无去，真夭寿啦，有夭寿无？寿命很短对不对？身体的寿命很短，可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它不会死掉，永远在。那我们把东西把身体认为是我，很快就不见了。这样呢，我们就了解说原来是借我用，身体借我用，所以要借假来修真，把那个了了分明的佛性也能够整个呈现光明，都没有这个覆盖。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没有到达整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话，我们纵然归空了还被我们的业力极限，不自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启发，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真正的佛性呢能够主宰了，那个时候身体还给大地就可以了，没关系。那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修。假如说呢一口气不来那不自由了，还是被业力这个极限推到现象去。所以认入为己而计见于也。我们呢这个凝聚所有的注意力在我们的眼根，是以永成黑暗。永远呢都在黑暗里面，尽失其遍界之美。我们呢这个普遍整个这个宇宙虚空
都是我们佛性的光明。可是呢，我们已经失掉了，认为只在呢我们眼睛看到。那么其为呢不知本明，不知道呢我们佛性本来就光明，意坚毅啊不结啊，现暗，不知道显现了黑暗。那么今眼呢奢麻这个奢摩他中呢，奢摩他呢各位浅显就是领悟啊圆融的真理，叫做奢摩他。所以奢摩他呢是一个起头，然后三摩地啊是实践，禅那呢是功效，三个翻译中文都叫正殿。都是我们呢修持出来的功夫，正殿。那么现在已经研究真理了，了解了圆融的道理了，就是奢摩他。那么开示四科七大，就是我们前面所研究的，所有原来就是一个我们的如来藏，如来藏的真心。那么各个呢自知所以有听楞严法会的呢各个呢都知道心遍十方，就是我们的真心普遍十方，就是整个宇宙虚空都普遍各位浅显十方知道吗？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这样呢就十方，就整个虚空了。全部都包含。那么彼时有学呀，上实以比量的而知，这个比量跟限量，跟圣言量，就是三个我们在凡尘应用。那限量就是不用经过思索，不用经过比较，那就知道，那个叫限量。那限量呢？就是已经有修了以后成就了到达佛菩萨的程度它都限量而知啦。那比量呢？就是我们在凡尘心意识看到远远的地方没有看到人，可是有看到那个浓浓的白烟上升，我们说那边有人，这样没错，确实有人才会起火。然后才有烟出现，那个就叫比量。各位浅显这样知道吗？比量。比如说我们听到车声有人，一定有人开车嘛，就说有人，那个叫比量。所以呢，我们都是比量。那真正到限量就已经成就了。都不用由外缘来补助全部知道。那个叫限量。那么方以觉得现暗未能限量而见，就是没有限量，就是真正的呈现就是不用去比较就知道。那么其这个亲这个正本名就是没有办法，只有知道，还没有自己亲正本名。那么到此色觉成形就是呢这个觉色受我们了解，就是已经研究了，然后实际去做色觉成形，就进入三摩地。三摩地就实践，实际的在修。那么以幽暗之中呢人住一番，就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切实的，然后功夫已经到了水到渠成了。像我们做万年放下，只要你做到有一天呢你就会越深入你就会越知道在真理的世界是这样。那刚开始是一个起头下手那起头下手我们要知道怎么做。那一直努力的做的话，那一定不一样我们能够得到的那个感受完全不同所以到后来可以思机而融现那毕竟要经过一段时间，切实做，你就能够呢在家里面住神通万路，外面发生什么事都知道。
那么人而色因云开这个色啊已经破除了，亲正本明亲自正道我们佛性本来的光明亲正。那么一切坚顽暗昧根尘皆如琉璃那个暗昧根尘6根6尘都好像琉璃就是透明的，内外莹的且不计见你一眼不用用眼睛看，而心体周遍我们整个心体周遍虚空无护眼镜皆如目前。不管是眼，不管是镜就好像在眼前看得都很透彻是为色因已经尽了其坏色成空，可比其万亿灾不是破坏形象，然后才这个道空不是这样，色都还在可是已经不在我们心里面产生障碍产生隔离没有了。那么色因既然已经尽了，那么世人即能超越觉走那个五浊世界第一个觉走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五浊我们还记得吗？觉走、见走、烦恼浊、众生浊跟命浊五浊五浊恶水就是我们的五阴觉走就是色阴，见走就是我们的受阴然后烦恼浊就是想才有烦恼然后众生浊就是行我们的行就是众生，然后最后的世因那个就是事所以我们色受想行识就整个五浊恶事五浊恶世咱拢超越现在是超越第一个色。那么此经的觉走以空见相知为体空跟见就是我们的见跟虚空然后互相交织为体两个交织。那么是之上之如明目人此大幽暗不知是何境界正是觉走之相无法度看得清楚那个就是觉走。那么今以定力转身变空一往连那个空间也都消失了。那么见无所知那个空跟见相知的形成的那个色因到这个时候已经破了故能超越所以超越。那么超越之后回头来看色因之所由生，这个色因怎么样产生的就是空见不分之际就是虚空跟我们所看到的把它合在一起它交织合在一起不分坚持遇见就是我们一直要想看可是看不到遂至结暗所以就变成结暗已成色相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我们在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念就是业相，然后我们坚持要看那个叫转相，坚持要看就变那个现象，所以业相转相现象就在我们的整个我们的意识变化之中。假如说我们不要产生一个念不要一念无明那我们都在无起，就是因为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业相转相现象因为念头就是业，所以我们在凡尘记得要把念头都能够放下不起念。那不起念我们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我们既然一念无明了起念了业就形成，那我们一直就想看形象我们把我们本来的般若妙智慧
就变成能见之见。哦，我能够看见，我们很高兴，对不对？不知道说已经呢转入本来真就转入妄，本来真就变妄了。然后我们要看能见之见，能见之见，我们的业没有形象，我们一直要看，一直要看，都无形象，你也没给他看，这结暗为色，就把那个整个暗象把它变成形象了，所以才现象。那我们这个样子落入无明，那无明以后才有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以后，我们才众生才出现，有众生以后又造了业就业果所以三个一直在轮回世界众生业果，世界众生业果。佛教我们不随众生，不随世界，不随业果，那这样我们的因就断了啦。因断果就没有，就不用现象。可是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我们都随着世界，随着众生，随着业果，随不随我们凡人整个我们现在的潮流跟不跟？跟不跟？跟就是随啦所以我们不随着潮流，就是世界已经不跟了。然后众生我们有没有投入这个互相之间的那一种情？有没有？互相之间我们父母亲也好兄弟姐妹朋友投不投入？一定投入所以我们也随众生随众生我们就又有因了有因一定又会现象所以佛就讲世界众生业果三个一直轮转不息那告诉我们两个字：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那我们所做的我们在脑海存不存在？我拢伫帮助人，我做这好，有没有哎呦，我拢讲骂咧，安尼后日我唔知要安怎，有没有这个叫做随业果了，随不随？我们都很习惯的随，对不对？所以来完成出现不冤枉。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冤不冤枉？不冤枉，自己造的因，自己要来接受果报。佛不是没有告诉我们，叫我们不随。不随，好不好做起码我们要先知道了，对不对？无人咧流行，无对人流行感觉怪人的。会不会？互相之间，若无讲人生世事安尼敢那么怪啦然后你有所为不管好与坏，都存留在心业果又随，好像很自然的就随，不随，还真的不好做嘞所以难怪那个老子在讲大道无情，没有情，运转日夜，很自然的运转，伊拢无跟你讲钱啦，你来给他参详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能不能把晚上挪开？我整个都白天，讲不讲情？所以大地的无情有没有情？他是非常有情为什么？我袂使跟你参详那跟你参详的这万物拢会生长。所以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所以运转的都很自然。所以这个大道，天地自然大道。那我们在凡尘
就是没有顺着天地的自然，没有顺着大道，所以我们才自己找苦吃啊。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研究真理，都顺着天地自然，那我们就能超脱了，对不对？所以研究很重要了。吃苦我们甘不甘愿？好像不甘愿没有一个说吃苦的很甘愿的。好啦，安尼我阁无艰苦嘞，阁较艰苦嘞，会不会？大概不会啦所以我们吃苦都很不甘愿。可是我们造业的时候甘不甘愿？我们自己造的都很甘愿，对不对？吃苦才不甘愿。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真的要调整。调整跟真理都相合，跟真理相合了那不会有这个遗憾的事发生，都跟真理相合了。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你那叫无情，有时候是这样的，可是那个是真的有情。你太投入的话，那个叫溺爱。那我们晓得这个溺爱绝对不是好事这个小孩子溺爱，你看看，他连穿袜子都不会。你拢甲穿到好势好势嘛，你若无甲穿伊才袂晓生活，才变生活白痴啦。所以从小就要训练，家己来。若去学校袂去你炸物件，你去互老师处罚，你就会去要炸。袂使家长那个溺爱，我紧甲你送去，都会这样嘛你甲送去，你看形成孩子依赖，他就不自立了，不自立自强是不是害到伊家己？所以开始的时候看远一点。你自己要独立，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处理好。坐了公车糟糕了，在公车车一个摇的软困去然后已经过站了，怎么办？你叫他独自处理的话他会，我给他对面搁个坐倒凳对不对？就好了这么说你若无叫伊家己独立的时阵当一声伊转茫茫。紧嘞，若有手机拍电话讲，妈妈，我即摆伫倒要安怎处理坐计车转车钱我甲你拿。糟糕！你若唔拄好较早转去要安怎？迄囡仔都生活拢无法度处理，所以就是要训练他独立。能够处理事情，这样的话他的人生才不会遗憾。不然我们都受人家照顾依赖的心太浓了，这样以后出社会都有问题。所以呢，我们了解都是结案为色啦，本来就是没有形象咱眼要看，各位浅显，咱的眼要看有形象出来无？绝对有啦，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或者说我们蹲下来5分钟，突然站起来，然后看看空中有什么形象，绝对有，绝对有形象。然后你还会告诉自己，我明明看到，都会这样我明明看到。各位浅显，明明看到是真的是假的？是假的啦，所以这个呢，告诉我们现在完成的万象呈现我明明看到，一样是假的，因为它因缘际会呈现，因缘会不会消失它会消失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不真都是假，是假的，凡尘事只要落入现象，都是假的，无常变化，都是无常变化啦，
哦，尤其啊，我们男女之间谈恋爱，哎呦，我爱你真死的啦，真死了假。哦，有影咧讲迄句啊，真死的啦吼。不过过了时过境迁呢，哦，一段时间了以后，啊，原来都是假的。哦，讲个海水会打石头会烂，哦，一定拢哦无变心，拢爱你，真死了假啊！哦，迄拢假啦，海水袂打石头袂烂，哦，所以那个讲的都不真。可是哦，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很喜欢听，喜不喜欢？很喜欢听哦，哦，所以我们这个哦结案的哦就成色，哦色相啊就呈现，所以哦我们的哦色因啊坚固妄想以为其本，它的本来啊就坚固的妄想，所以我们的妄想啊哦不要哦一成不变，我们呐不要落入坚固了，所以哦一定要了解真理。那么前之化迷呀，哦不习正面哦坚固妄想，所以我们坚固妄想啊是害自己。那么恶难当在此中啊，哦各位浅显，这4个字啊最重要，精言妙明，哦这个精言妙明啊，就是我们啊要投入啊，我们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就是呢，哦，精言妙明，然后啊，四大不知，所有风土哦，已经哦不交织，已经哦无夹做位啊啦。那我们身体呀，哦，就是所有风土哦凝聚而成的。那现在已经都无夹做位啊，分开呀，哦，所以色哦已经呢打破了，色因打破。那么少闲之间，就是很短的时间，哦，身啊能出爱。你的这个身啊，法性身哦，当出去啊啦，哦，各位浅显，可以离开身体了，哦，可以哦跑到外面去了，哦，此名哦精明啊，哦留意前进，哦，就是这个精明，我们的那个哦佛性本体呀，已经呢都整个啊，哦它故意捞出来，拢换出来，哦整个哦眼前的景象啊。哦，拢会当哦清清楚楚，看你去倒哦去倒位啊。那么施但哦功用啊，哦占得如是，迄是咱哦已经哦有功夫啊，但是暂时的呢啊，哦唔通该认为讲呢，哦做呢圣正，已经哦证悟圣人啊，哦不是啦，只是暂时的，哦不做圣心啊，名字叫做善境界，所以看到哦。这样的景象，哦，身体呀、就是讲会当哦离开咱的佛性啊，会当离开咱的身体啦，会当出去佚佗啦，喜不喜欢？不喜欢啦，那拢无用。心肝内咧想啦吼，啊，只是讲，哎呦，我迄唔知离我远吼，哦，只要我们肯从性去修的话，这个景象一定会呈现。哦，那个叫善境界，哦，落堕圣劫啊，假如说哦，我已经哦成圣啊，哦，极受勤俭，就会哦一寡遐吼魔就来甲你扰乱啦，哦，那个呢就是善的境界，足好的，但是你莫甲伊当作是讲已经哦正圣，哦证悟啊到圣人。那么此下呢，哦。别是哦个别的哦开示啊，哦色因的10种魔境，哦就是色因里面啊有10种魔境。那么此第一个哦身啊能出爱，就是我们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可以离开身体，哦。那我们修行人啊，哦修定，那么当在呢此哦色因啊，哦未破将破之中。哦，还没有破啊，可是要破了，哦，急躁并行的时节呀，哦，急呀，这个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的哦，急哦不变之体，躁啊随缘之用，哦，所以看到急躁啊，就是在讲哦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随缘的哦功用，
所以急躁并联，又急啊又躁，这个时候，那么一急我们前面有讲，好像明目人呢，此大幽暗，如黑夜呢，对一世的灯光，咱伫暗暝，看到一个室内的火啊，就看到足光的，而室外无边的昏暗，外拢还阁还未天光，日头还无照，那么接手不知啊，敢若看到一个室内的火尔。那么一旦弃而不顾啊，目前现境啊，专制反文，但解无边的法界啊，而现境啊都失，觉得十方呢虚皆黑暗，规个呢拢黑暗，譬如吹灭啊，四灯，四也没了，迄四灯甲分互熄，金互熄，室内哇。拢无去啊，规个拢黑暗暗，通天彻地啊，昏沉的黑暗，如明目人呢，此大幽暗之中，所以那个精细研究啊，妙明文性，就是精研妙明，就是佛性本体，要呢全部注重呢在我们的佛性本体，急躁呢并行。就是我们佛性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全部呢，都并行，都呈现。那么此妙明文性本周法界，本来呢，它周遍整个空间，整个法界都周遍，诚无呢，隔碍，拢无隔轨，无障碍。那么只因为众生妄认四大为身。拢认为讲这身躯所有风土这个身躯就是我，则内外成相交相指之，遂成此爱，也就是我们认为身体是我，才变成了障碍。那么今呢，精研定力增生，内外虚荣，就是身体里面呢跟外境全部呢都虚了，融成一体了。那么所有的身跟你外面的境，如影，如云如影，好像呢云，好像影，拢假啦，身体也假的，外面景象也是假的，然后呢不复密之坚实，无讲安尼，安身躯跟外口的形象，遐尼实实在在。那么少闲之间，就是今地时间，那么身呢能出爱。少闲即顷刻，很短的时间，那么此身呢，如影外境如云，影跟云拢假，豁然已经呢无碍，没有障碍了，但呢暂时如是，非是这个时常能，不是呢时常都这样。那么此名精明留意前进。精明呢，就是心精妙明。那么留意就是此心这个我们的心光已经虚荣发泄于现前的根尘之境，故不相碍，不会有障碍。施但的定中精研妙明的文性，功用的所现，占得呢如是。那么功用呢稍亏虚荣呢变失，又不见了，归为呢圣正。那么一正永正那个叫圣正了，这个还没有，只是暂时善境界的呈现而已。若行人呢依此境界不起助着，卖个大咧，大了无进步然后也不生羡慕，一味的平怀，就是平常心，依然的按照我们一直万年放下，一直呢照见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真正呢心妙非虚可增加我们的信心，亦乃破色音之先兆，那个刚开始说色音已经破是讲这个识音都已识魔都已经
已经超越了就已经可以破掉那个色因。那么层次呢善祥境界善境界吉祥境界本无垢旧没有错，但是呢若作圣洁即受其邪而受呢其所惑那个魔都会来扰。而那赋予此心就各位就可以看每一个开始都先呢讲这4个字精言妙明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个呈现什么样的那一个功效都还不重要，这个4个字是最重要。那么其身内测释然忽然以其身内舍出老回就是讲你伫你的身躯面堂给抓出来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抓吃那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蛔虫一旦给抓出来。那么身相宛然，不是讲身躯破去啦，身躯佫拢好好身相的惘然亦无伤回拢无毁伤啦。那么此名精明留意形体施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正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一样是实以善境界。那么若作圣洁即受其邪这个是实以第二种魔这是第2层的功夫啦，就是身内透彻，看家己的身躯内底看甲明明啦面堂挺好甲抓出来，身躯佫拢好好。不是咧讲梦这个是佛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说我们修道呢有功夫呈现都有经过这个阶层。那么修行人乃复以此禅定心中精研妙明所以这4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精研呢即能观的智慧，妙明即所观的稳性。那么观久功深不负外意，自见其身呢光明内彻。诗人忽然以其身内舍吃老回这个老即腹中的短虫，回即腹中的长虫伫你腹肚内底短的虫，跟真长的虫，你拢甲抓出来那么舍吃身相宛然呢无有损伤毁坏此名呢心经妙明留意形体五脏虚荣四肢透彻看你身躯内底那个时候你看内底有生肿瘤无这拢是清楚有无都透彻你看到你的五脏六腑看有安尼真健康无定中呢精研知行，暂得如是呢非是圣人实证一证永证还没有到达一证永证的程度。若作圣洁即落入其邪之害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就是我们要内外精研一样精研妙明。那么其实的魂魄呢意志精神持直受身呢于皆摄入忽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乎密意此名精破地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字叫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邪。所以这个经文呢都有一点后面的都告诉我们都有一点一样所以重点不在于魔，都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这个讲我们心性。那么此第三个精破离合修行人又以禅定的心中
精细研究内身跟外境啊虚觉呢虚荣跟外境啊融成一体呀。较之第一啊，则能外通；第二呢，但能内测。那么此身境啊虚荣，那么直见呢定力啊增盛。其实呢魂魄意志精神那个医经里面的记载魂呢常以肝，魄呢常以肺，意啊常以脾，志啊常以胆，精呢常以肾，神呢常以心。那么此彼呢能执受之身根，为一身啊之种安然无改。那么此之魂魄意志精神为呢所执受故啊皆摄入，以六气啊来解释啊。人呢禀天地之气啊有六，所谓的阴阳晦明风雨人有魂魄意志啊精神，元气之上升者啊为魂，下沉者呢为魄，晚世啊阴阳二气。那么气之念静者为志，气之善动者为意，晚世天地啊晦明之气。那么气之冲和呢为神，气之呢浸润者为精，晚世呢天地啊风雨二气。但为一身啊言之啊宜皆摄入互为啊宾子都能当宾客，也当主人魂本上升而境下沉魄为宾，那么魄为主啊魄本下沉而境上升，则呢魄为宾而魂为主。那么仪式啊都呢互相摄入类此可诛。那么肉分呢因呢这个魂摄于五，则五啊皆为主魂为宾。那么魄等摄五啊亦然，也是这样，故曰呢互为宾主。那么忽于空中啊稳收法身，此一收此一次啊一个地方收，或稳十方，同乎啊秘密了义此啊各处收，就是各个地方收，一次收，各个地方收根深外境啊魂魄互相呢摄入空与十方外境啊收法境能得稳。那么此正有精严妙明所以这四个字啊精严妙明定力啊增盛，故得内外啊虚荣内外呢整个形象呢都虚了，跟融成一体了。那么此名精魄地相呢离合，或精离本位而合于魂，或魂离于本位而合于精离则出本位，合则呢入他位成就呢善种所谓的细习啊稳熏善因呢总习啊自能发挥，有所闻也一样呢暂得如是归为呢圣之实证。若作圣洁啊即受勤邪这个啊是第三。又以此心呐沉入皎洁内光花明，十方的遍咒啊圆无弹射。那么一切的种类啊化为如来，以使忽见啊毗卢遮那居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啊其以莲华即时出现。此名心焚灵物所染心光严明，照之世界，暂得如是呢归为圣正。不作圣心啊名善境界，多作圣洁啊即受勤邪此第四个境变啊佛现这个环境改变啊佛都整个呈现。那么又以此心沉入皎洁都能够呢透彻啊明白。那么是始节啊之智
定光呢融透，内光呢发明，四本觉之理，心光呢显现呐，十方无情的世界，遍作呢，圆湖潭紫金之色，一切呢，有情之类，进化之，知佛如来。那么有情呢，都变成如来。那么此则三河大地呀，应念化成啊无上之解之先兆，虽现此境，观照不息，功用呢，增上。法身、报身、化身呢，三身啊圆融。那么以时忽见啊，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呢，我们中文叫做遍一切处，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呢叫毗卢遮那，那么基天光台，我们中文叫光明遍照，即呢报身佛。那么天光呢，即赫赫天光。那么台呢，就是莲华台，千佛围绕，即化身佛。国土莲华呢，即时啊出现，依正呢，依报正报啊。庄严莫不记住，全部呢都记住。那么此名心本灵悟啊所染，于梵文啊妙定中，金光啊研究发明，照之世界，暂得如是啦。不久呢又消失了，亘古常然。以前跟现在啊，跟往后啊都一样。那么又以此心呐，精也妙明，所以啊，佛都会这个叫我们精也妙明，就是啊注重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观察不停，意暗呢降伏，自止啊超越，以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呢，遍满，不相呢留碍，青黄赤白，各个存现，此名意暗呢，功律啊宜分，暂得如是呢，归为圣正，不作圣心啊，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啊，即受勤血。这个第五啊，空成宝色啊，整个虚空呢，都变成宝色。又以此心见妙明，观察不停，梵文啊照性，绵密呢无间，此时已会，意暗降伏啊，意止自心呢，暗令呢不动，即手呀降伏其心，此时已定。那么自止超越啊，自止呢意暗，超越呢空，使得定慧啊均等。都呢定跟慧啊平等，中中流入啊，如车之两轮，务必啊平均，不致啊倾覆。那么以时忽然之间，十方虚空啊成七宝色，或呢是百宝色。虽然同时啊，各个呢遍满，而且呢，姿色不相留碍，都自隔碍，青黄赤白。各个呢，纯一而显，真无啊混杂。此名呢，意暗功律啊，宜分。此为定力啊，胜于慧力，暂得如是呢，不久啊便息，不久呢就消失了。那么前界呢，这个前界啊为色变，那么此为空变，色空呢，即实以啊色华。所以空也实以色华，色空呢不二。那么皆言对之境，我们眼睛所对的环境，不管是色华，不管是空华，都是我们眼睛所对的。那么今既啊渐变啊，则知色因啊，不久啊将破矣。所以要破掉色因。那么又以此心啊，研究呢澄澈。金光不乱，忽于夜中啊，在暗室中见种种物啊，不失白昼，而暗室物啊，亦无除昧。那么此名心系呀，
密成其见，所示的动忧啊，暂得如是啊，归为圣正，不作圣心呢，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啊，即受其显。所以啊，一修了以后啊，这个晚上啊不用电灯啦，都好像白天一样，看得很透彻。暗明蒙的所在，你看个明明啦。你看我们呢，佛性里面的功能就有这样，可是啊，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此第六个暗中见物啊，暗中啊可以看到东西。那么又以此心啊，研究成测，就是啊，我们就是要研究啊，精研妙明，成净啊其心，照彻前境。所谓的净极啊，光露，金光呢不乱，心光啊宁定，不为明暗啊之所动乱。那么忽以夜半啊，在暗室中见呢种种物。非室内之物啊，暗中出现，不失白昼啊，分明显现，而暗室物啊，依然如故。暗室里面的东西啊，都一样，可是我们看起来好像白天。亦啊不求昧，此名心光，密成具见，密成其见，我们的见啊，就已经啊整个都呈现。幽隐啊，花露之时啊。故得所示，洞彻幽暗啊，暂得如是。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研究了以后实际的做到后来啊，你就可以啊，有一天啊，暗时啊，我来看下这明啊，无开电会，自然现象啊。所以这个先跟我们讲，有那个功能。那么又以此心啊，沿入虚荣。视之忽然呢，同于草木啊，火烧刀俎啊，真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呢烧热，纵割其肉啊，犹如削木。此名呢成病，跟凡人并合了。排四大性，所有风土啊，排除了。那么一向入尘，暂得如是啊，归为圣正。不作圣心呢，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啊，即受其邪。这个第七个，身呢同草木啊，我们的身体啊跟草木一样。又以此心呢，还轮的公身，内身外境啊，无不虚荣，是谓啊，圆入，圆满的进入。妄身呢，如蚁啊，视之啊有情之体，那么草木啊无情之物，以有情者同以无情。虽经火之烧，刀之凿，诚无所知觉。会修刀挂，拢迄个地角拢无呀，迄神经拢唔知走去倒。又则火光呢，纵使焚烧，不能令热。会修的无要紧，刀割其肉啊，犹如削木相似啊。那么此名师承呢并消，四大呢排遣，一向呢还文专切，成结啊移身，那个结已经存了，把身体啊都这个遗忘了，不要它了。故曰入尘啊，诚无伤处。一样的暂得如是。这个是第七个身呢，同草木。那么又以此心啊，成就清净，净心呢，攻击啊，忽见大地啊，十方山河，皆成呢佛果。具足啊七宝，光明啊遍满。又见恒沙之火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啊，下见巨，上观呢天宫，得无障碍。此名心焰啊，理想日生，想久呢，化成呢，归为这个圣不作圣心呢，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啊，
即受勤血。哦，这个第八呢，哦，遍见啊无碍，哦，就是普遍啊，这个十方世界啊，都能够看见，都没有障碍。那么又以此心，哦，精眼妙明，成就啊，哦，清净之心，哦，诚意呢无杂，而净哦心呢观照供给，则净极呢，哦，光通。哦，夫呢这个见同呢净土啊，同机的净土，大地十方的山河哦，皆成佛果。那么即指七宝光明啊遍满，又见呢恒沙之河如来之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啊华丽下见地狱上观的天宫，得无障碍。此名熏焰呢理想日生，归经定中呢不是呢整个已经到达做事结观呢该是平日啊闻之精进，或说净土这个秽土随其呀心愿心境啊，宴会之心，心呢，就是欣赏，很喜欢；厌啊，就是讨厌，欣赏清净啊，讨厌污秽。那么享久，欣喜成种。那么今离定中呢，还闻啊，逼己，心光呢所着，这呢故悉呢发现，虽说化成啊，亦非呢。虚境，不是呢假的，是真的。虽是实境啊，一同呢幻化。虽然是实的，那跟幻化呢是一样，也是呢暂得如是啊，就已经呢到第八。那么又以此心呢，这个研究啊，深远。那么忽于中夜啊，遥见远方市井啊，街巷。今主啊见时，或闻其语啊，此名破心逼急啊，挥出，故多呢隔见啊，挥为圣正啊，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啊，即受呢这个集血。这个有时候啊，你在家里面住啊，可以呢，到很远的地方啊，去看你的亲属，免人去啦。你的心体就好。所以这个第九遥见啊，遥闻很远的地方啊，看见啊很远的地方听到呢很远的地方修人又以此禅定的心中研究深远求深远之境啊中夜就是啊午夜12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暗不应呢有见那么今云忽以中夜能见者是暗不能蔽就是暗不能蒙蔽且遥见远方者显境不能隔就是所有的环境不会把我们障隔。此正呢色意将开见性将远之兆那个征兆市井皆相交易之区叫做市汲水之次叫做井通其正路叫做街旁通其街叫做巷。那么亲族眷属内外六亲种族男女等后闻其语见闻虽异同精明所以你若咧讲咧念人的骹壁听话人我哪听会到咧我们也可以去看去听他呢在做什么讲什么。那么见性将远了，闻性悦耳闻性也一样此名呢禅定破心
这个破道极次啊，遂令呢星光辉出啊，故多隔见，以黑暗遥远之处啊，皆能见闻，可以看到呢，可以听到。不过呢，我而如是啦。非为这个圣正。讲是也安尼名啦。那又以此心精研究啊，经籍见呢善知识啊，行体啊便于少闲无端啊，种种牵改。那么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啊心腹，无端说华通达妙义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呐魔事啊消歇，若作圣解即受呢勤邪。此第10个这个见善之事这个前9个都是我们修习的人还稳造性，于定心之中呢逼急所发各种的境界不作圣心名字叫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勤邪。那么现在这个第10科是研究经籍方能到此研究到这个经题的时候才能到这个地步。那么正是以诸圣心经通文之时而色阴将破魔界震裂，而魔心动怒故来扰乱所以要把魔功破破。那么由此而使这个见善之事乃行人境中自见其身做善之事，且自观形体千变改移，或变佛身，或化菩萨，或现天龙鬼神男女等相，少闲无端就是时间最短不假因由这个现神现通显现神通，种种牵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行人恍心不密领受妄境或邪种含藏于心，定中发现究竟虚影非实不是实在的是假的，或遭天魔入其心腹，魔王暗入行人心腹持其心神无端说华，通达妙义，魔力持之使然，归为真实心开得其果证不作正圣之心魔事自然消散歇灭无有。如前言当次禅那觉悟无惑当次的禅那觉悟了不要迷惑，则彼魔事无来如何那个魔事没有你的办法它呢虽然是很大的力道，可是呢它是属于邪就不胜正。色若呢稍作圣洁正圣之节即受勤邪后乱，而无可哀救所以自己的心要保得定所以这个色阴的十魔恶难，如是10种禅那的现境禅那所显现的景象，那么皆是色阴用心交付，故现实事就是色阴有形有相的我们这个五蕴里面的那个形象色阴用心交付，才会呈现这10个这一种这个景象。那么众生迷顽不自逞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视未言登圣，大妄语尘斗无间狱汝等当于如来灭后，于末法之中先示施意在末法的时候要先示这一种义理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不要让魔啊有它的魔力呈现，保持啊护成无上道要呢这个还是要用正道来修持。那么为此禅那所现的10个景象，皆是呢修行人啊于色音之中见理啊未彻见到真理还没有透彻，正定啊还未存但以禅观呢以妄想禅观的妄想差一点点禅观正确啊，妄想就不对了差一点点，两相呢交战互为啊胜负。那么若是禅观呢战胜妄想，故得心光呢泄露，善境界啊就发现。若妄想互胜禅观须臾即已就又不见了境界啊如初故现啊失事。那么众生顽钝啊意识啊迷暗不自己啊存思量，逢此10种因缘暂时显现就隐了不见了非同圣人的实证。迷暗呢无知不自觉识啊，自己啊不认识不感觉，但是呢禅那现境若言正圣啊，就大妄已成，堕入啊无间地狱要修到这么高，再堕落就太可惜了受害无已受害没有停止。汝等当依啊5言就是要按照释迦牟尼所讲的如来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已经过了，于末法之中啊魔强啊华弱这个时候啊魔很强正法很弱道高一尺啊魔高就1丈悉先世啊失意，就是这个义理或结己流通，或呢现身说法令末法修行贤知义法都全部啊都知道义法无令呢天魔得变不要让天魔呢这个有机会啊乘那个空间然后进入我们内心危害啊危险让魔进来都无救啊啦那么保持末法护正修就是啊拢保护这真实咧修的人，而得见智啊正路啊成无上菩提之道。那么透过呢如上的实境色音啊已经破了，而根性啊显那么再破受想行识四因6甲觉而圆通正全部50种魔，皆是呢世尊啊这个年纪大概以是初心，非5因呢这个定是此类而不可变异啊，是大概会这个样子的不是固定是这样亦非呢这个皆有此定式而不可增减也可增可减，但看呢我们修行人的用心如何大概呢有10种魔。那么接着底下呢就讲受因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因尽者见之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就是我们色因已经破了看到这个佛的心就好像看到明镜之中那个镜的里面就呈现了那个相。那么若有所得而未能用镜像里面看会到暗不懂未到啦未能用。那么犹如雁人好像呢我们晚上睡觉被那个雁鬼一压手软然见闻不惑心之克邪而不能动。那么此则名为受因区域咱若咧困去迄个背开拉压制了这个雁鬼啦就是这个可是
我们就动不了啊，手指拢好好啊，我拢袂叮当。各位先生，遇到这个时候啊，你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有时候啦会遇到这一种现象啊，所以我们整个身啊都不动。可是啊，我们的身不动心可不可以动？可不可以动？所以先动心，你先动心，心动那个力道就出来。你力道出来那个焰魅鬼都给你怕破啊，这样会吗？已经不能动的时候啊，你先动心，先心动，心动凝聚啊，有力道，你手脚就没有问题了，那个压你的那个焰魅鬼啊，它就力道就消失了，所以啊，身不能动，先心动，心动身就动了，这样会吗？所以啊，这边呢，佛跟我们讲，我们色音破了以后啊，敢若伫咧行去看到遐个形象，按久拢袂当用啦，迄行内底啊，看到拢伫行内底。这个是全部的那个受音的那个内容，通明啊受音的始终之见，那个受音的开始跟结果啊，它的境啊，先把它说出来。修三摩提啊，这个透过前境啊，色音啊破，而根性啊就显，我们的那个六根之性啊就显现。那么奢摩他中啊，微密观照，奢摩他呢一样是正定，可是啊是领悟啊圆融的真理，能够微密的观照啊，其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动静两个都非常透彻知道，可是不在心中啊产生影响，所以了然透彻知道。不生不在我们的心里呀，产生影响，如前面明目人此大幽暗，那么到此则啊，变成光明，已经色音破了，变成光明，所以这个色音啊尽，见之佛心啊，看到所有佛的心，好像明镜中呢，显现其相。那么知佛心呢，即我妙觉明心是也，所以知佛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啦，就是咱家己啦，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都跑到外面去了，知佛心的受佛的心，也是我们的那个妙觉明心啦，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么众生呢，迷暗啊，向外持求，终也不能见。咱拢外口咧追求啦，所以身外无佛啦，咱的身躯外口无佛，佛伫咱的心，心上，佛伫咱的心啦，所有的佛都在我们的心啦。各位先生要了解到，所有的佛就是我们的真心啦，我们的真心就是佛，安尼知影无？唔通去外口追求佛啦，外口没有佛。所有的天地啊，不管是这个形象，不管空间，都是我们真心，拢是咱的心，拢是佛，全部都是一体的。要呢，输入啊正确的真理观念，一输入了正确的，不向外去追求佛啊，向内心来追求佛，就会成就，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向外持求啊，终不能见。那么今色音啊，云开，一自心呢，显现。那么起步啊，亲切明白，就很亲切明白，故啊，比喻啊，如镜中的现象，妙觉明心啊，不从人得啊，不从外面得到。那么若有所得而未能用。若有所得，其体啊，而未能花自在用，
有恐呢为名复于怨人与之那个魇魅鬼来比喻比喻修行人为呢受阴守护，被呢受阴所覆盖。那么手足宛然，手个脚都好，见闻不惑，我们能见能闻呢都不迷惑。那么虽然被呢受阴所覆盖，而自心本具佛心，我们的心呢本来就是佛心。那么所有的德相宛然，智慧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这个就是未能用，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还不能用。克邪呢就指魇魅鬼所着。心呢虽明了，力不自由。那么此则名为受阴区域。如才出一屋又入一屋，故名呢受阴区域。那个第二个第一个色阴已经打破了，现在第二个受阴我们要进入。若愿这个旧歇，其息已经离身，反观其面气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这个是心讲，我们还要经过10个魔已经讲到结果了。受阴尽是结果。世人则能超越见着。第一个结着已经超越。那第二个呢就见着，第三个呢烦恼着，第四个众生着，第五个命着。那5浊恶世我们全部都超越。那么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所以受就是虚名的妄想。所以我们妄想害我们很深。那么受阴所护如人被魇魅鬼受阴既尽若厌旧顿歇也。那个魇鬼压得已经消失了。众生呢从无始以来迷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心本不局限呢在身中。有迷执迷昧固执。所以这个迷昧固执害我们很深非局而局，它不极限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极限我们自己极限伊本来心真心一定是咱的身躯给咱极限，可是我们迷了以后不被自己极限。生局现阴，时局中阴。就是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现阴，那时以后中阴。无时呢不局于身就是时时刻刻都极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都被我们的执着极限在身上。那么安有离身之自由哉？什么时候才可以离身？那么受阴尽其心呢变得离身。所以受阴尽了以后我们的心就可以离开身体。那么且能呢反观这个其面，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面容，看到我们的身体，而得呢益生身益生出来的身体，气质自由，看去倒了当去倒，无复自留隔碍，都不会有这个隔碍的。名呢叫做受阴尽。又假设呢问，色阴先尽因何故有生面？那个答所言尽者但尽其会尽其色。就是尽阴不是呢尽色。若必令尽色，其前同无色界也。就跟无色界相同了。那么世人则能超越见着，
那么这个剑走纹啊，乳身线团啊四大为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啊，现在的身体就是把那个四大呢，甲粒的做咱的身躯四性啊，永令这个留爱，就是所有风土的性让我们呢就有流格障碍。那么四大呢弦令截肢啊，就是把我们那个截肢弦短，本来这个所有风土啊，它这个无肢之体啦，今嘛改变成有肢啦，有肢有节所以把它转过来，相知呢望成这个无肢跟有肢啊相知所以望啊就形成了，名为呢剑走。那么受因啊，既然已经尽了性大不知，就是呢我们那个呢所有风土啊，跟呢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就已经呢不相知了。那身见啊亦亡所以能够超越。那么观受因呢，是手由身，受因按它来就是领纳前境虚以花名。颠倒妄想啊，以为其本就是领纳呢我们眼前完成的景象。那么眼前这个完成的景象啊都是假的，可是我们把它当成真啊，所以颠倒。那跟我们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妄想，这样呢就是它的起的因。那么终既苦乐等名呢真无实体也。有苦有乐，我们受呢有苦有乐，可是呢它都没有这个实体。那么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呢得大光耀其心花明啊内意啊各分，忽以其处啊花无穷悲，如是乃至啊关键啊文盲犹如赤子，心生灵敏不解啊流泪，此名功用亦摧过业，不则无救啊，非为圣正，结了不迷啊，久之消歇。若至圣洁啊，则有悲魔入其心腹，见人啊则悲涕泣啊无限，施以正受啊，当从人罪所以这个此下别事啊个别来开示受因呢10种的魔境。那么此第一个抑己啊悲身，压抑啊自己，然后产生别人很可怜连那个蚊虫啊那个蟒就是蛇啊就是很小，跟呢蚊子一样很小的啊都呢觉得他很可怜，他就流眼泪益者啊自己，悲悯众生。那修行人修定啊当在摄因已尽啊受因未破之中得大光耀即指前呢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就已经呢没有这个幽暗。那么悉明啊体露，故以大光耀的称之。那么其心花明即指见之佛心如景的现象不知尚为受因守护未能发自在用悟得一切众生本具光明妙心，往受呢轮逆却乃自责不着花度生之心故曰呢内意，应该呢是意内阳若一向如此是为过分，忽以其处花无穷悲这个无穷悲，如是乃至关键无莽皆如赤子，就好像呢那个出生的孩子，小儿死生呢赤色未退咸生灵敏之心不觉流泪此堕呢爱见如辗转垢甚未免招致模糊
魔来附身，此名呢有功用心呐，易则摧伤，过于业分，以致成悲。若能呢事物则无垢咎。赶快领悟这个了解说众生呢落入凡尘苦海有其原因我们尽力去做了就好，不要一直哭众生呢要度尽要很久挥示圣人实证同体大悲的境界从此结了不迷见悟见直还复正念，久至消歇矣就消灭歇息了。若作圣正之节自以为是悲悯不止则有悲谋入其心腹见人则悲，涕泣无限遂失正受，种种的颠倒当从此人罪这个已经呢修到这个地方，在坠落就太可怜了。阿难右彼定中，知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圣相现前，感激过分，佛于其中呢生呢无限勇其心猛力，自其知佛为三生起一念能越。三个阿僧底劫非常的久他一念就能超越了。那么此名功用这个临律过越，悟则无救非为正结了不迷呢久至消歇。若作呢圣劫则有狂猛入其心腹，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施以正受当从人罪。那么此第二个这个扬己其佛把自己这个升得很高，跟佛相等齐这个欲养自己顿起之佛又比进修禅定之中见色音已消受音明白入此一种虚明的境界，圣相现前，如见佛心镜中现象，感激过分，为一相呢虽闻心即是佛，尚未亲见。那么今色音寂静亲证实见，故生呢感激之心，虽实好念然而过分忽于其中呢生无限勇气其心猛且力，极致顿其知佛，为知佛阿僧底劫，我今一念即能超越。那么一念不生呢即如佛也。那么此名功用太锐自欲临夸佛圣轻率自任，未免过分的业力。若物尚为受因守护依然逆流造境，则无垢咎归为圣人实证的境界结了不迷，还复正念久至消歇。若作呢圣劫则有狂魔得其方便承接呢而入其心腹，摄其神识见人呢则今夸己德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施以正受当从呢这个人罪还剩下呢这个15分钟。各位先生，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可以了因为这个无分之说了
到这个50个亩以后啊，就结束没有了。我们呢，都讲完了。所以后面呢还剩不多。那我们留下时间呢，给各位提问。等一下，前面有先生在问。好，请说。这是孟子里面的哈，他说孟子曰：人之所以欲禽兽者，喜兮。树林畜之，君子存之。舜以与庶物，达与人伦。有人义行，非行人义。这如何解说？好，这个呢，孟子他讲说我们人跟禽兽积蓄就是很少了，我们人跟禽兽的差别啊，不大。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人啊，就是有智慧，那个禽兽啊，它是缺少，就是缺少智慧。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啊，那个宠物也很聪明，对不对？可是毕竟比不过人啦，所以他呢，那个市民弃之啊，君子成之，就是市民啊，那个一般的人叫市民啦，那一般的人他都呢，没有说非常注重啊人跟禽兽啊，不同的地方所在，所以啊他就比较这个不在意。可是呢，君子啊存之啊，就是君子他非常在意啊，人之义以禽兽者啊，就是我们人啊，就是有智慧，然后有行这个纲常伦理。可是禽兽呢，它就比较缺少，都没有，所以我们人跟禽兽真的差别很少了，都是活着。可是我们活着假如说啊，都是走路啊完成的这一些这个计较啊然后全部用心意思啊，那真的跟禽兽啊有一点一样了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心存着整个这个宇宙空间，能够让整个众生啊，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往后啊有很好的成就，那就使以君子他所不一样的地方所在，他会呢都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好的风范，让我们完成能够遵循，所以这个孟子讲的说我们人跟禽兽差别不大那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就真的差别不大，就自己定位真的跟禽兽差别不大。可是君子呢，他就不这样，他会呢这个一直思索说怎么样来引导众生走入善的境界，走入呢修道的路途，然后往后可以脱离苦海，这个是这个时宜这个圣人他的存心。那么圣明以事物差异人伦，那个圣呢尧舜这个禹这个舜呢知道呢我们凡尘的事物就是所有的平常的这一些东西就是万象，然后人呢就是我们的纲常伦理，所以他呢知道万象，知道呢纲常伦理，所以呢由
仁义行，为呢行仁义呀，仁义行。那个为什么这一些文字啊都这么的就是差别很少。假如说事先没有拿给我看的话我不知道这个问什么了，因为他有事先拿要问的问题啊给我，所以我才知道说是这个样子仁义行啊，就是已经从本性发挥出来去做。那行仁义就是不是你本身的东西啦，你要来做，这样了解意思吗？一个仁义行啊，是本身的东西，然后推行出来，然后行仁义啊，就是我们勉强自己来做，然后做到仁义，所以这个差别啊，我们就了解是非常微小，可是它的整个啊，那成效就不一样，因为你把仁义行当成你的自己的责任，自己应该做，跟你行仁义啊，那个就有一点美而其之啦，做不搞嘛没关系，可是仁义行呢就不行，就是这个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一定要去做，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假如说各位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它的那个文字啊，就会比较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事物就是万象然后啊我们这个人人伦就是我们纲常伦理这个啊他都把它当成他自己分内的事不像呢当成是一个外来我需要去做一个一个过程过渡而已。还有吗？还有要问的吗？还有7分钟。我也都不敢留太多的时间就是因为这样鼓励大家问大家都不问因为刚好因为讲不出声所以才给各位这个提问这样的话呢我有休息的时间。今天可能冷气开得太强，都一直那个冷气都跑到河了所以就一直要讲不出声来。还有问的吗？修道要有疑必问问了才能够除掉心中的疑心中没有疑了，都已经能够符合真理了，修习道来了就会很这个顺心如意的。好，请说。老师，如果用年前这样讲的话，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青海法师他所修的功德里面所讲的是哪个方面的？是怎么样？青海法师啊，他在修的是属于以那年间来讲，他是什么法门？什么法门啊？因为或许对这个青海法师都没有去研究他是在讲什么，而且没有去注意他的那个走向，所以就不太了解说他是在推广什么因为也不喜欢去这个讲人家的是跟非啦他好是他的事，他不好也是他的事所以或许就没有去注意他是在传播什么，只是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啦，你一个领导者就是在言行方面
要做一个模范。那假如说你是一个变来变去的，念伊安尼咧跳舞，佮穿甲少啪哩啪哩，念伊佮安尼正正经八百伫咧讲话，那你要相信哪一个啊？所以或者是觉得说你要当一个头，真的要当佛头啦，不要当魔头。你这样的话你会引导人家错误啦。认为说，我哪来跳舞，我哪来穿遮水，嘛无要紧啊，嘛是咧修道啊，是不是已经偏了？所以你看有一个要进入演艺圈，他本来都是跟他爸爸长，就是包得很密可是那个导演就用利用，你若烫一领起来会当搁加互你偌济钱。到后来他只要打破他自己的界限，到后来他全部都不穿也没关系。为什么？有钱拿。是不是我们要了解到一个人的开始你不能差一点点，你差一点点已经破功啊，这样知道吗？我们就是要遵守自己的规范，自己有一个规范了以后，你走的就很正确。那你假如说安尼嘛无要紧，那往后你即马搁累安尼无要紧，搁累到有足侪拢无要紧。你足侪拢无要紧的时阵那跟那个比凡人还要差的呢。不要说是你一个领导者你比凡都要差。所以或者说他不是在他的地位的话，他因为影响很多人所以你不要变来变去他会只是感觉他这个一上台以后变来变去的所以或许没有去深入，没有去了解到他的所说的内容可是感觉到他的那个外表形象给人的观感就不是很好因为或许也有听说你只要去见他眼睛一看到你你整个心都被他收服了，敢有这厉害？讲你的目睭，你若甲看伊的目睭，伊目睭甲你看你规心就拢去买去降服有这样吗？安尼不是昏呢，是魔呢。是这样的话，那就变魔了嘞。是有跟这样讲，因为或许都没有去研究他所说的内容，他也不看他有书也不看，或者有看书，大概都是经典然后去看经，直接从经典吸收不再去看那一些我们人写下来的东西因为人总是会有偏还2分而已有一个问题，有先生在问说他升起节是什么？阿僧祇劫就是时间非常的长各位都有听过或许讲嘛我们那个 no 由他就是1000万然后 no 由他的1000万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千万1000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然后个十百千万个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在一个走马边，你有他的他加他，然后一样个十百千万千万的加他才叫一个阿僧祇劫安尼偌久？有够久啦。很久的久咱经过，所以或者看佛经我们经过3个阿僧祇劫可以成佛了太酷了咱这安尼你看一个阿僧祇劫就遐久搁3个呢安尼成佛是一定的可是太久，我们在凡尘受苦的时间太久。
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亲戚，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宣讲。我们讲到244页，对不对？到哪边？40哦，搁到都等于哪一段？第二段。哦，又比定中之善男子是吗？对呀、哦，见呢这个色音消，哦，就是我们的五蕴那个色，色的10种魔已经通过了，色音已经都消除了，现在进入受，色受，然后想行识，那第二个受，那受音呢明白，慧力够定，就是慧智慧太过猛力，超过于定力所以这个失于猛力，理知呢圣性怀疑这个心中，那么所有这个都因为能够自己能够胜任所有一些遭遇所以叫圣性那在自己的心中呢自心呢已是如舍奴，就是已经呢成就了如舍奴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呢是有成就，那么得少虽然已经有成就，可是呢还是很少得少为主就满足了。那此名用心忘思恒审，就是忘记恒审思量逆于知见，就是呢沉溺在自己的那个知见里面。能够领悟就没有过错，悟则无咎非为呢这个圣正。若作呢圣洁则有下类的易知止魔，就是容易知止的魔入其心腹。那么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那么施以正受，当从呢人罪。这个第4慧智慧偏多了，慧偏呢就多狂，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个修道要了解要慧跟定呢要均衡。假如说我们听人家讲佛性大家都有不用修就可以成就，那个就叫狂慧。智慧已经发狂，他没有定力只有说佛性大家都有，不错大家都有，可是我们有办法全部都保持是佛性的作用吗？因为我们人心作用太大了，所以不能说用那一种没有修正的那个语言讲出来。那个会影响到听的人会想说是对他讲的没错这样自己堕落还是小事这个影响别人堕落那就大事了。所以呢不能呢这个慧偏多狂，智慧太过猛力定力不够。那么又比呢进修禅定之中见到呢这个色音消受音明白慧力超过一定就施以猛力，以知圣性以见心佛一如确实心跟佛是一如，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心佛是一如。可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生活上的习惯脾气毛病全部都去掉真正的到达心佛印，因为我们的心
都不是在清净心的状态之中，很多呢起心动念呢，都是私心，所以那个就不能讲说心佛一理，佛没有私心呐，可是我们的私心是很强烈，我们一定呢要加以修持。那么自性呢本来是佛，没错，自性就是佛，所以呢叫圣性。那么横作是念呐，怀于心中，在心中全部呢都是一个念头。那么只是过于尊重己灵，尊重自己的佛性本体，太过于尊重。可是要了解我们要普遍，也要尊重别人的灵性，对不对？那尊重自己的灵性的话，会看起别人，那这样就不平等。所以我们要走入真理世界。那么即古德之前一些有修正的所谓太珍贵身也，就是太珍贵自己。那么自己心里于是呢如生如不假修成没事就行得少得到很少的效验，已经满足了。此名用心呢偏僻，心已经偏了，定力微弱，定力都不够，所以我们这个要培养那个定力。之前古圣贤呢，他们都这个富贵不移，贫贱呢不移，威武不屈。泰山分离前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各位亲戚，我们对这一些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让他讲出的那个古的变化有没有？有没有定力？有没有？我们都很缺欠，对不对？所以要培养。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培养，佛性本体就有定力。能够从佛性本体的定力发挥，叫做首楞严定。那首楞严定就是已经佛定，佛的定力就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呢不能这个使这我们的智慧太狂了，然后定力不够。那么妄思恒常审查切己分位自己是什么样的，到达什么样的那个位阶。那么逆成立在知见一味的个性身中自有如来的知见。可是我们要了解说，如来的知见是我们已经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才叫如来的知见假如说我们有念头那个都叫妄见，叫如来知见。如来知见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所以只要我们呢万年都放下了，没有一个念头，那个才叫如来知见。所以我们不能这个把这个如来知见看得很平常平常我行为中正确的道理那个就如来知见，是这样的是已经呢全部拼除我们凡尘的缘全部都不攀缘的，那个才叫如来知见。那么执性呢爱修执着我们这样的见解就妨碍我们修道，故自以此若能醒悟能够反省，能够领悟色因才破而已，受因才现，如镜现象，好像那个镜子显现形象不能得用，还不能用就是还没有到达我们那个佛性全体大用呈现。那佛性全体大用呈现呢，就是要等到五阴破尽，色受想行识五阴全部破尽以后我们才可以得到佛性的那个大用。到那个时候可以依山倒海，
整个像那个攀梨花，是不是可以移山到海？那个就是佛性的大用。可是我们现在呢，被这个五蕴极限，没有那个能力那个都要我们五蕴破除了以后就可以呈现。所以在受阴破了受阴色阴破呢受阴出来的时候好像镜子现象还不能用，那么依旧还要进修呢本定我们本性的那个定力还要加以修持，则无过旧就没有那个过错了还不是到这个圣正的地步。若作圣洁以身如自机的话，迷不知返，则有下列的意之执魔这个也是一种魔很容易知足。那么成间成我们那个心的空间，入其心湖，摄其神识，把我们的神识摄受变成魔了。那么见人则言，我已得无上菩提已经得到。那么第一义谛之理，就是最究竟了义已经施以正受。心随魔变我们就心随着魔变这样就会圆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虽然一直在讲魔，可是他背后都一直在讲性不要被文字的表面魔迷惑。因为佛从来也没有讲我们佛性怎么样，可是他都借着所有语言把那个佛性整个都衬托出来。所以要了解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受。各位了解什么叫正受吗？就是一心不受，完成的所有一切不受，叫做正受。完成因为都是假象，那我们接受就是接受假象，那已经就偏了，那一切都不受。可是我们要应对那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完全所有的凡尘形象事情都没有进入内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性魂里面，叫做一心不受。可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都全部受了，形象看到也受，讲话听到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什么都受，那个就叫